这天冷得简直要命，金正顶着大雪往回赶，零下20度的鬼天气，连冬天自己都能给冻死。结果走着走着，雪地里突然冒出个小家伙，这么冷的天，竟然还有猫在外面晃悠。这小猫一点都不怕生，直接冲过来，死死抱住他的腿，看样子是赖上他了。金这下彻底慌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冰天雪地的，这小东西到底想干什么？这小家伙走2步，回一下头，明显是想让金跟上。你是想带我去哪？换做平时也就算了，但这天实在太冷，金最后还是没忍心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跟了过去，跟着他钻进了一条死胡同。橘猫停在了一个旧机器旁边，对着上面叫个不停。金凑近一瞧，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上面竟然还缩着2只小猫。这冰天雪地的，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这几条小命怕是就没了。金抱着猫一路狂奔回家，门一开就扯着嗓子喊：妈，电热垫在哪？回头再跟你解释。母亲被吓了一大跳，这大半夜的，怎么带回来这么多小东西？金顾不上说话，赶紧把怀里的小猫掏出来。这小家伙全身都冻僵了，必须马上暖和过来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猫放在垫子上，可情况比想的还要糟，其中一只躺在内衣动不动，连叫声都听不见了。母亲凑近看了一眼，心都凉了半截，这只猫是不是已经没气了？金还是不肯放弃，用手不停地帮它取暖，可这只有巴掌大的小生命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又是吹风机又是热水，能试的办法全试了，他还是闭着眼。难道真的就不回来了吗？要是能再早一点发现他们，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？就在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奇迹居然真的发生了，这小家伙竟然硬生生地挺了过来。就这样，金正式成了皮猪的保姆。可谁能想到，这才是噩梦的开始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家里简直翻了天，乱撒尿、拆家、凌晨蹦迪，这哪是养猫啊？这分明是请回来几个小祖宗。一晃眼8年就这么过去了。当初那个差点没命的小家伙，现在已经成了家里的老油条。不过皮猪这运气也是没谁了，腿上还打着厚厚的石膏，估计又是哪次拆家把自己给玩废了。金一边喂猫一边念叨：皮猪大哥，我必须走了，这回真的是最后一次。看他手里拿的这高科技头盔，明显是要去干件大事，只要把这最后一票干完，以后就有大把时间陪他们了。临走前他还不忘反复嘱咐，腿没好之前千万别乱蹦，听见没？随着头盔缓缓戴上，身份验证成功，这架势可不像是去普通打工，倒像是要去奔赴某个战场啊。屏幕上跳出提示，正在进入梅塔里亚。金终于上线了，这一回来直接就开始放大招，他在向神灵祈求，要给所有人降下惩罚腐败的力量。随着群体神圣武器发动，战场上的局势一下子就不一样了。还没完，紧接着又是群体抗性光环。金大声指挥着，让第3排赶紧顶上去。这大范围的增益一开，原本快撑不住的阵型，这下全活了。虽然金开了大招，但这巨象也不是吃素的，唰的一下，他直接把周围的人全给掀翻了。这仗打到现在，总算是熬到了最后阶段，能不能成，就看这最后的一波爆发了。金拎着大锤带头冲锋，只要能把这大家伙干掉，他们就是全服第一个拿下首杀的小队。金大吼一声，举起盾牌顶在了最前面，这最后的一击他势在必得。这 BOSS 显然是急了，直接甩出大范围的紫色光束，要把所有人一波带走。好在金的防御够硬，硬是在这漫天攻击里给大伙儿撑开了一片安全区。金大声指挥着，第1排顶住，千万别退，第3排赶紧撤，大招还有5秒就到。紧接着又是几道光束刷的一下砸下来，周围全被炸开了花。金直接架起盾牌，让第2排全躲到他身后。他大喊着 ：“BOSS 要进最后的狂暴阶段了！”成了。金在这个节骨眼直接甩出了终极技能，这巨大的光盾一开，队友们总算是有救了。怪物这下彻底疯了，这紫色的能量波摆明了是要同归于尽。金一边顶住压力一边大喊，这是他最后的挣扎了。1排3排赶紧躲开，2排准备好大招，咱们直接一波带走。面对这毁天灭地的攻击，金硬是没挪窝，各种神圣技能疯狂叠加，神圣护盾配合圣域，再加上大范围的治疗，现在的金就是全队最稳的靠山。金提醒大家，以前所有队伍都在这儿翻了车，咱们绝对不能拖，如果不冒点险打出致命一击，整个团都得交代。在这儿大家必须按计划行事。现在已经进入了谁都没见过的全新阶段，只要金能用防御技能挡住巨象的这波猛攻，咱们就赢了一半。这波攻击一结束，就是全员总攻的时候，队友们全都屏住了呼吸，成败就在此一举。只要能撑过去，咱们就是全服首杀。巨象张开大嘴，紫色的能量球已经蓄势待发，金死死顶在最前面，这最后的一道防线绝对不能破。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，金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直接化成碎片消失了。屏幕上跳出个提示，金居然下线了，队友们全傻眼了，这可是生死关头，主 T 怎么能说走就走？没了金的盾牌，巨象的紫色能量波直接横扫过来，这下全完了。队长一走，剩下的这帮人只能等死。原来是系统检测到身体异常，直接把他给强制踢下线了。谁能想到，这所谓的身体异常，竟然是因为家里这只猫。金这下真是欲哭无泪，早不闹晚不闹，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候捣乱。这一嗓子喊得再大声也没用了，就因为这次意外掉线，整个团直接全军覆没。更气人的是，首杀的荣誉就这么白白送给了死对头工会。金是真绝望，5个月的努力全打了水漂，排名更是掉的没法。可谁能想到，这还只是个开始，大家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。这款叫梅塔里亚的游戏早就成了人类的第2世界，它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。
大家不再觉得在虚拟世界里生活有什么奇怪，甚至连上班都搬到了游戏里。现在你要是说自己的职业是个弓箭手，真没人会觉得你在开玩笑。现在的顶级玩家地位早就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仅有名气，还能靠游戏赚到数不清的钱。既然游戏成了正经职业，那规矩也就跟着变了，甚至连专门的法律都出来了。这不，律师事务所里正忙着呢，因为现在打副本那都是签了正式合同的。根据最新的法律规定，要是谁在大型副本里掉链子，导致大家伙白忙活一场，那可是要赔钱的。这下麻烦大了，原告席上坐着的这15个人，全都是来找金算账的。看看这账单上的数字，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，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零，整整11亿2500万，还这笔钱全都要算在金一个人的头上。就因为他是团长，就因为他那次意外掉线，当时团里除了10个老队友，还雇了15个外援。金倒也硬气，当场表示愿意承担全部损失。虽然队友们都在帮着求情，但这白纸黑字的赔偿1分钱都少不了。从事务所出来的时候，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这时候有人追了上来，问他是不是把装备都卖了。金只能点头承认，不卖掉那些顶级装备，他拿什么去填这个大窟窿？金把压箱底的宝贝全卖了，连带着那些熬夜打拼的回忆，全都换成了还债的钞票。男人看着金这副落魄样，心里挺不是滋味。既然装备都没了，为什么不找大家帮帮忙，非要一个人硬扛？金笑着打了个哈哈，说自己当团长这些年忙得连猫都没空陪，正好趁着机会歇歇。男人听完也跟着乐了，觉得这确实是金能干出来的事。可还没等他笑完，男人打算彻底退圈了。金一直在道歉，说都是因为自己。男人赶紧拦住他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大箱子，说这是大家伙的一点心意，感谢金这些年的照顾。金一看这东西，吓得连连摆手，这可是顶级的游戏设备，自己闯了这么大祸，哪还有脸收这种重礼？这箱子最后还是塞到了金的手里，队友摆手，让他别想太多，说他这些年真的尽力了。金到了声线，抱着这最后的家当回了家。可这门一关，刚才强撑的那股劲儿全散了，这下是真的前途未卜了。原本还打算靠那些顶级装备养老，现在全赔进去了，以后这日子该怎么过？就在金发愁的时候，皮猪凑了过来，这猫腿上还打着石膏呢，倒是一点都不老实。金看着这只活蹦乱跳的猫，只能暂时放下那些烦心事，陪它闹腾一会儿。毕竟现在除了这只猫，他真的一无所有了。金拿出了逗猫棒，说就陪他玩5分钟。热身运动正式开始，金这手法一看就是老江湖了，逗猫棒甩的那叫一个飞起。这小家伙虽然腿上还打着石膏，可一点都不耽误他上蹿下跳，这精力旺盛的简直不像个伤员。金看着他这副活泼样，心里总算好受了点。既然热身结束了，那就要来点真格的。金把纸箱子堆在客厅，准备给他来一场真正的狩猎。金这会儿也是玩心大发，说自己现在就是那只老鼠，要给这小家伙展示一下什么叫完美的走位。这逗猫棒一落地，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金这回是真豁出去了，为了哄这小家伙开心，他这老鼠演的那叫一个专业。逗猫棒在纸箱边上晃来晃去，小家伙在里头早就等不及了。这哪是玩游戏啊，这简直就是一场顶级的狩猎较量。看这架势，腿上的伤根本拦不住他，抓扑咬一气呵成，这反应速度简直绝了。金赶紧让他钻回箱子里去，忙活了这么半天，总算到了猫奴最期待的领赏环节。看着这圆滚滚的小屁股钻进箱子，金这心里总算踏实了点。只要这小家伙能高高兴兴的，这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。金感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当个合格的猫奴啊！这小家伙玩疯了，完全忘了自己腿上还有伤，这劲头拦都拦不住。玩累了总得吃点好的，金赶紧给他加餐。这伙食看着就不错，结果这一玩就停不下来。金看了一眼表，居然都过去10分钟了。他一边洗碗一边犯嘀咕，玩这么久对伤口恢复可没好处，医生之前特意交代过，养伤期间绝对不能剧烈运动。金也是一脸无奈，这小家伙精力实在太旺盛了，要是不让他动弹，他自己能把自己憋坏了。金还在发愁怎么能让这小家伙不动弹，就把精力给消耗掉。结果手机突然响了，这一看金彻底傻眼了，100多万的住院费分期，说扣就扣。他这才想起来还有这茬呢，这下麻烦大了，生活费全搭进去了，接下来的日子可怎么过？就在这时候，金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，这是以前队友退坑的时候特意留给他的顶级装备。金看着这头盔，又看了看旁边的皮猪，这次的财务危机你也有份。金无奈地说，以后要是见到人家，你可得好好给人道个歉。既然生活费都没了，那就只能重操旧业了。金带上这身行头，看样子是要回游戏里搞钱了。金把这特制的头盔往头上一套，这回呼吸顺畅多了，肯定不会再像上次那样出意外。一看时间，居然已经这么晚了，他跟皮猪打了个招呼，这就准备出发。虽然因为之前那档子事想冲排名是没戏了，但为了生活，这不还是得迈出去。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，金正式上线。毕竟身为执事，该担的责任一点都不能少。画面一转，他直接掉进了一片岩浆地带。这开局看着就不太妙啊。金这次是真打算玩命了，没带装备就赶往岩浆区钻。毕竟风险越大，收益越高。为了还债，只能拼一把。选这儿也是有讲究的。听说这儿的领主刚被刷掉，短时间内应该没怪物来捣乱。不过这都是6年前的老黄历了，游戏更新了这么多次，谁也不敢保证这地方还跟以前一样。就在他犯嘀咕的时候，鱼竿猛地一沉，这力道绝对是个大家伙。成了，
金看着手里的战利品，总算松了口气。看来这块发财的宝地还没被系统给收回去。这岩浆鳟鱼可是个宝贝，是制作高级抗火道具的核心材料。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，只要能钓够50条，那笔要命的住院费分期就有着落了。金坐在岸边，难得享受这一刻的清闲。回想过去那5年，他不是在打团，就是在冲榜。虽然在游戏里积累的一切都在一夜之间全毁了，但现在这样反而让他觉得前所未有的放松。可还没等他多感慨2句，水面上的浮漂突然猛地往下一沉，这力道差点没把他整个人拽下去。这底下到底钓到了个什么怪物？还没到刷新时间啊？难道是不死鸟提前回来了？还没等金想明白，一道强光直接贯穿了天地，这动静大得离谱。可等光芒散去，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不死鸟，而是一头全身冒着蓝火的巨兽。这玩意儿到底什么来头？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就这出场架势，起码得是5个人的团本大 boss， 这距离跑是肯定跑不掉了。就他现在这属性，动手更是想都别想。可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是那条刚钓上来的鱼，好不容易找个发财的路子，结果这 boss 早不刷晚不刷，偏偏这时候跑来占坑。这要是真被他给守了地盘，那下个月的生活费可就全泡汤了。金还在那儿纠结该怎么办，结果一抬头，那怪物的嘴已经张到了他头顶上。本以为这下死定了，结果这大 boss 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他竟然对着金一顿狂舔。这下谁都懵了，这哪是吃人，这简直是在洗澡。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是打算把我舔死吗？这味道简直绝了！金终于忍到了极限，他大声喊道：“这也太恶心了，能不能给个痛快？要杀就赶紧动手！虽然知道你是程序设定的，但今天我可没耐心陪你玩。”他还当场放了狠话，说虽然现在自己等级低，这回死就死了，但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把这 boss 给刷了。结果这大 boss 听完，歪着脑袋看了他半天。就在这时，这长得像狮子一样的巨兽竟然张嘴叫了一声喵！这下金彻底懵了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谁能想到这长得像狮子一样的大家伙开口第一句竟然是学猫叫，这下把金给整不会了，还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，但这声音确实够沉的，听着一点都不像在卖萌。闹了半天，这玩意儿居然是以猫为原型的怪物，长得这么威武霸气，却配了个猫叫声，这反差确实有点大。就在盯着这大猫看的时候，金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。金握紧了手里的钓鱼竿，既然这家伙学猫叫，那说不定真能把它当猫逗，要是把诱饵扔出去，是不是就能趁机开溜？眼看怪物就要扑上来，金赶紧扯着嗓子大喊：“等一下，给你好吃的！”虽然不知道这怪物能不能听懂直视的逗猫技巧，但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金使出全身力气，直接把鱼给甩了出去。谁能想到这招还真灵？那大块头二话不说，直接奔着鱼就追了过去。看着怪物远去的背影，金自己都懵了，这玩意儿居然真的吃这一套。金可没打算白送，他一边收线一边嘀咕：这好东西可不能让你拿得太容易，得把你引得再远点才行。结果这大块头动作快得吓人，一个起跳，直接把半空中的鱼给截糊了。趁着怪物还没回过神，金拔腿就跑，这要是被追上，小命可就真交代在这儿了。好在这一招确实管用，那大家伙现在眼里只有吃的，正蹲在地上嚼得起劲。但这鱼总有吃完的时候，到时候他还会放过这2个人吗？那条鱼根本不够塞牙缝的，这大家伙刚咽下去，眼神就又变了，看他这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明显是还没吃过瘾。这下麻烦大了，怪物直接从高处跳了下来，速度快得像道闪电。金还没跑出多远，头顶上就传来了要命的动静。金回头这一看，心都凉了半截，这怪物居然还自带特效，带着一身青光就砸了下来。这要是被拍实了，那可真就没命了。这一砸威力太大了，地面直接被轰成了渣，连躲的机会都没有。还没等金反应过来，这大家伙已经稳稳踩在了他身上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看看这坑的大小，就知道刚才那一下有多狠。金怎么也想不通，这种级别的怪物怎么会突然冒出来？结果还没等他想明白，耳边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。完了，这下彻底玩脱了。金居然直接被打成了灵魂状态。这大家伙还没打算走，这下金彻底没招了，只能在心里求爷爷告奶奶，盼着他赶紧去别的地方。结果这怪物不仅没走，反而凑上来闻了闻，这到底是要干什么？还没等金反应过来，就被这大家伙一爪子给翻了面。谁能想到这怪物居然开始踩奶了？虽然动作挺熟练，但这力道谁受得了啊？就在这要命的时候，系统提示终于跳了出来，再不跑就真没机会了。没办法，金只能选择在墓地复活，虽然白白丢了经验，但总比被踩成肉泥强。这一通折腾下来，金总算是捡回1条命。不过这事儿还没完，那块钓鱼的宝地迟早还得想办法抢回来，得赶紧想个办法把这局给破了。他直接调出了地图，这一看才发现不对劲，熔岩地带明明是凤凰的地盘，怎么会突然冒出个新 boss？ 虽然心里没底，但他还是得往回赶，一边跑一边还在祈祷，那只大猫可千万别在原地守势。结果怕什么来什么，他刚一露面，还没等站稳呢，脸上就挨了一记热乎的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那怪物不仅没走，反而像是在这儿等了他半天，这下真是彻底被盯上了。这大猫居然在这儿守起势来了，金现在是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难道这怪物是打算等他一活过来，就再给他来一下？这下真是被这只猫给拿捏了。金琢磨了半天，总算想出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，先等着大家伙转过身去，然后趁他不注意，唰的一下复活，接着头也不回的往反方向跑，只要跑得够快，应该还有一线生机。结果这计划还没开始呢，怪物居然直接在尸体旁边趴下了，这哪是守卫啊，
这分明是把他当成磨爪子的垫子了。更离谱的还在后面，这大家伙居然当场表演了个翻滚，把肚皮都露出来了，这到底是想干什么？难道是在等金起来陪他玩吗？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趁着他这会儿正迷糊，金赶紧点了复活，唰的一下，人是活过来了。可这落脚点也太悬了，就在这大家伙的眼皮子底下，金只能轻手轻脚的往外挪，这一步要是踩不稳，估计又得回墓地报道。这每一步都走得心惊肉跳，金正打算悄悄溜走，结果脚底下还是没稳住，这一下直接把他给惊醒了。这大家伙反应太快了，唰的一下就站了起来。金这回是彻底僵在原地了，这哪是手势啊，这分明是给他设了个套。金还没来得及跑，那巨大的爪子直接就按在了他肩膀上，金吓得魂儿都快飞了。这怪物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刚复活就又要被送回墓地了吗？怪物这脾气是真大，这一爪子下去，金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就被拍进了地缝里。得，这下又白忙活了。金还没站稳呢，就又被送回了死亡界面。结果怪物自己也懵了，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人怎么这么不经拍，一下就没动静了。这下好了，怪物干脆就在这儿蹲着了。金现在是复活也不是，不复活也不是，这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金盯着自己的尸体，这回他总算冷静下来了，想到了一个脱身的好办法。谁能想到以前在部队练的那些战术竟然能在这儿派上用场。唰的一下，金再次原地复活，这回他学聪明了，一落地就直接趴在地上，打算来个低姿匍匐，悄悄从怪物眼皮子底下溜走。金一边爬一边盯着这大家伙，眼看就要爬出去了，结果怪物突然睁开了眼，就这么死死的盯着他。这下空气都凝固了，金这回还能跑得掉吗？金本来想趁着没动静赶紧溜，结果这大家伙耳朵比雷达还灵，直接就凑到了他跟前，这么小的声音都能发现。金这下是彻底没招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靠近。谁能想到怪物接下来的动作更离谱，他竟然对着金的脸就开始狂舔，这口水流的满脸都是。金整个人都麻了，我这到底是招惹了个什么疯子？这热情的镜头简直比要命还难受。结果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屏幕刷的一下又黑了。这下可好，金成了史上第一个被猫舔死的人，真是要疯了。金回到现实后，对着枕头就是一顿疯狂输出。刚才在游戏里被猫舔死，这换谁受得了？这一通折腾下来，金感觉自己血压都要爆了。这到底是什么破游戏机制？专门用来气人的吧？算了，再想下去真要中风了。金打算洗把脸，赶紧睡觉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。结果一转头，发现罪魁祸首就在地上趴着呢。皮猪戴着那个奇怪的头盔，居然就这么睡熟了。刚才在里面闹得翻天覆地，现在倒好，他睡得比谁都香。金看着地上的皮猪，无奈的吐槽：“你这小淘气，专门给你买的猫窝不住，非要在这儿凑合。”等等，这感觉怎么有点不对劲？金越琢磨越觉得心慌。仔细想想，刚才游戏里那个大家伙额头上也有个十字花纹，位置居然跟皮猪的一模一样。这下金彻底没词了。如果游戏里的怪物就是自家的猫，那这事儿可就闹大了。不过转念一想，金又自嘲的笑了笑，嗨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肯定是自己玩游戏玩魔怔了，猫怎么可能进游戏呢？肯定是巧合，这种花纹的猫到处都是。金这么安慰着自己，关灯回屋睡觉了。到了第二天，金再次登录游戏复活，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老天保佑，千万别让那玩意儿再守着我的钓鱼点。他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，发现周围空荡荡的，那只恐怖的大猫好像真的不见了。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看来运气总算回来了。可还没等他高兴2秒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这声音听着可太耳熟了。他猛地一回头，只见一个巨大的黑影正从远处飞速朝他扑过来。这下彻底完了，那家伙根本就没打算放过他，这下跑也跑不掉了。这大家伙直接堵到了金的跟前，结果他没急着动手，反而软绵绵的叫了一声。金现在整个人都麻了，这鱼是肯定钓不成了。他现在只想让这破游戏赶紧倒闭，这日子真是1秒钟都过不下去了。看着那巨大的爪子伸过来，金干脆把眼一闭，反正也打不过，爱咋咋地吧。可等了半天，预想中的攻击没来，睁眼一看，这家伙居然当着他的面慢悠悠的伸了个懒腰，这到底是在玩哪一出啊？这大家伙转头就给了金一个惊喜，直接把屁股对到了他脸上。金整个人都石化了，这到底是什么奇葩礼仪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耳边突然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：你被选中了，隐藏职业指示。金这下彻底懵了，这职业听都没听过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卡利努斯的力量就直接降临了。金大喊着拒绝，可根本没用，这股力量正强行改变他的职业。这所谓的执事职业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这股黑暗能量根本不讲道理，直接把金整个人都给卷了进去。系统提示说正在往他身上灌注黑暗能量，这动静闹得可真够大的。等这股黑烟慢慢散去，系统终于弹出了提示：职业转换已经彻底完成了。现在的金已经完全变了个样，这身执事服穿在身上，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这所谓的隐藏职业到底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力量？这下没跑了，职业真的变成了执事。金看着这一身行头，那原本的圣骑士角色算是彻底废了。还没等他缓过神，脑子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，金这下更懵了，这声音竟然是直接传进脑子里的。面前这只大猫开始自我介绍了，听听这名头，又是黑暗化身，又是开国皇帝，他的名字叫卡利努斯。这排场确实拉满了，可问题是这家伙说话的时候居然是屁股对着金，这一本正经的自我介绍画面实在是太尴尬了。金忍不住吐槽，非要摆出这种姿势说话吗？
这感觉就像是在对着屁股聊天啊。卡利努斯终于说实话了，原来他被召唤过来的时候出了大乱子，这副身体根本不听使唤，所以才非要拉个执事来当苦力。金这下明白了，这哪是转职啊，分明是接了个强制任务。卡利努斯想让金当他的手脚，帮他找回原来的身体。系统任务刷的一下就出来了，可这奖励居然是叫 RPP 的东西，金听都没听过，这玩意儿到底值不值钱？就在金还在琢磨奖励的时候，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卡利努斯居然当场学起了猫叫，这反差也太大了。金还没反应过来，身体就先动了，这只是技能，难道是自动触发的？谁能想到金这双手居然完全不受控制，直接对着卡利努斯的屁股就是一顿猛拍，卡利努斯整只猫都懵了，堂堂开国皇帝居然被一个人类当众拍屁股，金心里那叫一个委屈，莫名其妙被改了职业，还得给这只大猫当牛做马，这上哪说理去？结果卡利努斯倒也干脆，说你要是真不乐意，现在就能把你变回原样。这下轮到金犹豫了，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，金打算先看看这职业到底怎么回事，万一是个肥叉呢？系统面板这一打开，金总算看明白了，这所谓的执事其实就是拿主人的力量换积分。可再看看这任务清单，又是准备零食又是找猎物，金忍不住吐槽，这哪是正经执事啊，这分明就是个铲屎官。事已至此，金也只能先认命了，他倒要看看这铲屎官到底能有什么神迹。金仔细研究了一下技能面板，这执事职业说白了就是个伺候主人的驯兽师，以前养小猫小狗都费劲，现在居然要伺候这么个大家伙。不过金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，既然这职业随时能撤回，那不如先谈谈条件，要是能把工资和工时谈拢，这活儿也不是不能干，毕竟那200万的账单还在后头催着呢。他看着眼前这只巨大的卡利努斯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既然对方现在身体不听使唤，那主动权可就在自己手里了。金换上一副职业笑脸，正式开始了自我介绍。他说自己叫金执事，金一本正经的忽悠起来，说卡利努斯现在的状态完全就是猫的行为模式，而他自己恰好就是研究猫的专家。卡利努斯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人类居然说他能搞定自己。金这回是彻底进入角色了，他一本正经的告诉卡利努斯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既然要谈合作，那就要拿出点真本事让对方瞧瞧。金一边分析一边试探，他说猫这种生物要是对你有戒心，绝对不会把屁股对着你，既然刚才卡利努斯没反抗，说明这事儿有戏。金这胆子也是越来越大，居然直接伸手摸上了卡利努斯的脑门，这可是开国皇帝的头啊，他居然真把他当成家猫来哄了。结果这招还真管用，刚才还一脸严肃的卡利努斯被这么一摸，居然舒服的直接叫出了声。看来这大猫本质上还真是一只社牛猫。卡利努斯这下彻底服气了，他承认金确实有2下子，金也顺杆爬，直言像他这么专业的执事，全天下你都找不出第二个。就在两人达成初步信任的时候，系统提示音突然响了，金终于获得了查看主人状态的权限。可这一看不要紧，金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面板上显示，卡利努斯的焦虑指数居然爆表了，这堂堂大魔兽到底在害怕什么？金正盯着面板发愁呢，远处的荒原上突然刷出来一只冒火的蜥蜴。卡利努斯提醒说，这地方的怪物又要刷新了。金赶紧收回心思，说自己刚才已经通过系统把卡利努斯的身体状况摸了个透。卡利努斯这下也好奇了，他现在的身体确实不太对劲，赶紧追问金到底查出了什么毛病。金一脸严肃地告诉他，你现在的焦虑指数高得离谱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卡利努斯有点不服气，问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金摆出一副专家的架势，说猫这种生物一旦到了陌生环境，就会因为没有安全感而焦虑。卡利努斯听完直接炸了，他觉得焦虑这种情绪那是弱者才会有的东西，他可是堂堂开国皇帝，既然是因为环境陌生，那解决办法也简单。卡利努斯说干就干，奔着那只火蜥蜴就扑了过去，本以为发泄一下能降压，谁能想到压力值反而飙得更快了。这一通狂轰滥炸，结果连个影子都没抓着。卡利努斯这下彻底破防了，气得在原地直跳脚，大喊着那玩意儿到底钻哪儿去了。看着那只火蜥蜴跑得飞快，金在后边追的腿都要断了。这要是让他继续这么疯下去，还没等占领领地，这大猫怕是要先把自己气炸了。眼看卡利努斯在那儿白费力气，金终于坐不住了，直接亮出了压箱底的执事技能捕捉。谁能想到这抓怪物的工具竟然是个端菜用的餐盘。金看准时机，对着那只乱窜的火蜥蜴猛地掀开了盖子。这一招简直比吸尘器还灵，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火蜥蜴，唰的一下就被吸进了餐盘里。系统提示音准时响起，捕捉成功。金这波操作算是把执事的优雅给玩明白了，他淡定地走回卡利努斯身边。卡利努斯赶紧凑上来问金执事结果怎么样了。金头也不回地反问一句，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？他轻轻掀开盖子的一角，那只倒霉的火蜥蜴现在正老老实实的待在盘子里当点心呢。金故意问卡利努斯，刚才让猎物跑了，心里是不是挺难受的？接着他手一抖，直接把那只火蜥蜴像倒垃圾一样倒在了地上。卡利努斯这下可逮着机会了，盯着地上的倒霉蛋，二话不说抬起爪子就是一记重锤。这一下积攒的怨气全撒出来了。金淡定地问，这波服务您还满意吗？系统面板也跟着跳了出来，压力值总算降下去了，看来这招物理降压确实管用。卡利努斯长舒一口气，说自己现在感觉好多了，既然心情顺了，金觉得时机也差不多了。他笑着凑上去，准备跟这位大猫主人好好谈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。金直接开门见山，说自己家里还有人要养，所以
这般不能白加，得有假修钱也得给够。卡里努斯听完都懵了，当执事的竟然还要休假，合着你平时还不在这儿住啊？金笑着点了点头，没错，咱也是有私人生活的。结果卡里努斯当场犯了难，说这地方根本没钱给你啊。金这反应也快，没钱好办，以后打怪掉的那些宝贝全归我就行。卡里努斯也是个爽快统领，既然现在还得靠金指路，这点要求答应就完了。金这下心里有底了，这波打工总算没白忙活。既然谈好了分成，金立刻就开始清点战利品。原本还愁着没法靠钓鱼养家，结果现在一个人拿3个人的份，这买卖简直太划算了。另一边，卡里努斯看猎物消失了，扭头就走，一点留恋都没有。金看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嘀咕：这家伙除了个头大点，性格简直跟家猫一模一样。钱赚够了，接下来该干正事了。金直接发动了执事专属技能零食制作，虽然现在等级不高，只能做个最简单的盐烤，但对付这只大猫应该够用了。随着系统叮的一声，这盘盐烤火蜥蜴总算成了。金看着屏幕上的提示，心里还在犯嘀咕：这要是点了通知，那只大猫真能顺着味儿过来？结果手指刚点下去，卡里努斯刷的一下就闪现了，这速度简直比外卖小哥还快。金这才反应过来，合着这技能不光是为了做饭，还是个强制召唤术啊！卡里努斯哪还顾得上形象，对着碗就开始疯狂扫荡。他这辈子哪吃过这种好东西？一边嚼一边感叹，这味道简直绝了。看他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金心里更有底了。这下不光是抓住了他的胃，连他的猫命都快被自己攥手里了。碗底舔的比脸还干净，卡里努斯这哪还有统领的样子，简直就是个饿死鬼投胎。卡里努斯大喊：还有没有？再给我来点！金一看这架势，心里总算彻底踏实了，只要能用吃的解决，那这大猫就翻不了天。金赶紧答应，没问题，这就去给您准备。随着金这一通忙活，系统提示音也跟着响了，新手教程第1阶段总算搞定。刚解决掉一只大家伙，金就开始熟练的搜刮战利品。金吩咐道：把东西全收了，这蜥蜴肉和金币一个都不能少。还没等歇口气，周围的情况就开始不对劲了，怪物竟然开始大批大批的刷新。金不但没慌，反而还笑了一下，原来是帮手到了。卡里努斯直接冲进怪堆，对着那些怪物就是一顿乱杀。只要主人在前面不停地刷，这钱包可就越来越沉了。金连手指头都不用动一下，就在旁边看着。他笑着问：咱们是不是该去收钱了？这就是自动挂机的滋味吗？卡里努斯在前面拼命干活，一边打还一边道谢。金看他这股兴奋劲，就知道这次的报酬给到位了。卡里努斯赶紧表态，以后绝对会全力配合。正好这时候技能冷却结束，金直接拍板开始制作零食。这下卡里努斯干活更有劲了，零食还没做出来，新活儿就找上门了。金直接点开任务面板，打算看下一步该干点啥。这回是新手教程的第2阶段，要求他去附近的村庄，只要能把这事儿办成，就能拿到50个点数的奖励。换做平时，跑个腿根本不算事。可金回头看了看趴在地上的卡利努斯，心里犯了难。这大猫体型这么夸张，想把它带走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而且这种级别的野兽，领地意识都特别强，要是强行把它带离这片地盘，估计这家伙当场就要炸毛。眼看压力值一路狂飙，卡利努斯盯着滚烫的岩浆，显然已经快到极限了。金赶紧走上前，主人，我有个主意。卡利努斯示意他说来听听。金一本正经的分析，既然被召唤到这片岩浆地带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咱们最好去附近的村庄打听一下消息。卡里努斯倒是挺配合，我也觉得该这么办。金嘴上说的好听，心里却有点发虚。明明是系统给的任务，非要装成是自己的主意。可问题是，卡里努斯现在的身体被领地本能死死限制住了，根本没法离开这儿。金提醒他，你还记得吗？每次打败怪物，你的领地范围都会扩大一点。卡里努斯应了一声，确实是这样。金直接抛出了终极方案，只要干掉这片岩浆地带的老大，也就是那只不死鸟，卡利努斯就能彻底获得自由，想去哪个村子都行。卡利努斯一听就来了兴致，赶紧打听这鸟到底厉不厉害。金也没绕弯子，直说这玩意儿根本杀不死，而且没复活一次，实力就会翻着倍的往上涨。这种设定听着挺唬人，可卡利努斯根本没放在眼里，在他看来，管你是什么鸟，最后都得老老实实跪下。金赶紧给他泼了盆冷水，说这不死鸟全身都是火，普通的猫见了它，除了跑路根本没别的选择，所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得先让卡利努斯克服对火的恐惧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意外就发生了。谁能想到，卡利努斯只是随手拨弄了一下，地上的红色球体就突然炸开，直接把这头巨兽给掀翻了。刚才那下爆炸把卡利努斯吓得够呛，他连滚带爬的退到远处。这下他终于肯承认了，只是你说的对，我确实能感觉到恐惧。为了能离开这鬼地方，卡利努斯也是豁出去了。他让金赶紧想办法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只要能帮他克服对火的恐惧就行。金早就准备好了，他随手甩出一根钓竿，把刚才炸飞的那条怪鱼给勾了回来。卡里努斯还没反应过来，金就给出了一个疯狂的方案，想要克服恐惧，最快的办法就是直接跳进岩浆里。卡里努斯听完都傻了，你认真的打算把我扔进岩浆里？金倒是淡定的很，没错，想要适应环境，还有比这更稳妥的办法吗？卡利努斯看着脚下翻滚的岩浆，心里直打鼓。要是以前全盛时期还好说，可现在这副猫的身体真的能扛住这种高温吗？金开始给他吃定心丸，说卡利努斯现在的身体可是 BOSS 级别的，天生就自带超高的温度抗性，根本不用担心被烫熟。为了让他看清楚，金顺手把刚钓上来的怪鱼又给甩回了岩浆里。
结果卡利努斯根本不买账，盯着岩浆看了半天，最后直接扭头就走。他觉得这鱼虽然有点意思，但还不至于让他拿命去拼。金这下也没招了，既然软磨硬泡都没用，那就只能换个思路。他直接划开系统面板，准备启动 B 计划，先带这家伙回基地再说。金二话不说，直接开启回程。卡利努斯这下彻底慌了，金执事你要去哪？你该不会是要抛弃我吧？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金刷的一下就没影了，只剩卡利努斯一个在岩浆边发呆。这下他是真成留守宠物了。画面一转，金已经回到了城里的仓库，他这回要买的东西可不简单，甘蔗、泉水、绳子，甚至还有炸药。店员看着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忍不住问金：“你要这些玩意儿干嘛？”金倒是淡定，说要去驯服个怪物，顺便还得再买个弹射器。店员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，得用上炸药和甘蔗啊？金拿完东西刚准备走，这步子还没迈出去，他又折回来了。这下把店员和旁边的守卫都吓了一跳，差点忘了最关键的东西，还得再找一样宝贝。画面一转，金已经回到了那片岩浆地带，这地方立着一棵巨大的枯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钩爪稳稳地挂在了树干上，看来金已经准备好动手了。金这回找的是不敬木，这种树天生防火，树洞里还藏着个大家伙，专门靠吃这树的果子活命。金把刚才买的甘蔗点燃了，这怪物有个致命弱点，就是特别嘴馋，尤其是受不了甘蔗的甜味。以前为了抓它可费了不少劲，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这家伙就直接钻进岩浆里躲着，根本拿它没办法。但这回不一样了，闻到这股香味，躲在树里的正主终于坐不住了，整棵大树被震得乱晃，一个火球直接从树洞里蹦了出来，这就是地狱的看门犬。他本来还想发火，问是谁敢打扰他睡觉，结果一看到地上的甘蔗，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金费这么大劲把他引出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金这回是有备而来，直接掏出了刚买的宝贝灵泉水，这玩意儿可是火系的克星，管你是什么地狱火，只要5分钟，保准让你火抗全无。这一大壶水浇下去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火球，唰的一下就灭了。要说这猫最喜欢的猎物，那还得是老鼠啊。谁能想到这树洞里的大家伙居然是一只圆滚滚的火鼠？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滋滋。塞博拉斯这下彻底炸毛了，在这地界混了这么久，还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。他叫嚣着要给金一点颜色看看，可他越是放狠话，金反而觉得这小家伙更有意思了。看来这回给家里那只猫带的礼物算是找对喽。塞博拉斯口气倒是不小，他在那儿威胁金，说自己发起火来连他自己都怕，还大发慈悲的表示只要金肯道歉，看在刚才那根甘蔗的面子上，今天就饶他一命。金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这种小东西在他眼里根本就不够看的。看金这么淡定，塞博拉斯心里也开始犯嘀咕，偏偏现在他身上全湿了，根本没法使出火焰攻击。既然没法放火，他干脆直接扑了上去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，说金这是在自寻死路。谁能想到这货冲到一半竟然掉头就跑，临走还不忘留下一句狠话，说下次见面一定要了金的命。这操作把金都给整不会了。金还没来得及喊住他，塞博拉斯就一头扎进了岩浆里。金一脸坏笑的提醒，刚才那一身水早就把他的火焰抗性给弄没了，这下可好，刚才还嚣张的不行，现在直接变成了烤耗子，疼得满地打滚。金还在旁边说风凉话，问他肚脐眼跑哪去了。这小家伙被烫得通红，在那儿哭得稀里哗啦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，原来可以用点数把怪物收成小弟，不仅能免伤，还能花钱给他们升级。金反手拿出了一个餐盘，这又是要搞哪一出？金直接把塞博拉斯扣进了餐盘，任凭他在里面怎么折腾，就是不搭理他。塞博拉斯这下真慌了，扯着嗓子问金到底要把自己带到哪去。金一脸淡定的表示，他是要献给主人的祭品，还让他别说话，省得待会儿有了感情不好下手。一听要被当成点心，这小家伙当场就崩溃了，在那儿哭诉自己还没结婚，这辈子还没活够呢。金看火候差不多了，顺势抛出了诱饵，说只要他肯听话，不仅能活命，还能给他找个伴，这条件简直是救命稻草。塞博拉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生怕晚1秒命就没了。金露出了计划通的笑容，只要他点头，这收编计划就算成了一半。金不紧不慢的开口，想活命其实很简单，第一步就是先成为他主人的部下。金继续在那儿画大饼，只要成了部下，主人的攻击就伤不到他，这可是100%的保命符。接着金又出了个损招，让他把主人引到岩浆里去。塞博拉斯一听都懵了，这哪是当部下，这分明是想让他欺师灭祖。不过为了活命，再加上金答应给他找对象，这小家伙最后还是认栽了。只要能去甘蔗的相亲，让他干啥都行。金也不废话，直接换出了系统界面，准备正式开始收编。随着启动键一按，法阵唰的一下铺开了，这小东西的命运就在这一刻彻底变了。金稳稳地拖着餐盘，里面的小家伙还在拼命挣扎。随着系统一声脆响，收编正式成功了。这只小老鼠现在彻底成了金手里的棋子。金端着这份大礼，慢悠悠地走到了悬崖边。卡利努斯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他盯着金问：“金执事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”金一点都不慌，反而卖了个关子。他说：“这世上绝对没有比这更让主人兴奋的东西了。”卡利努斯也被勾起了好奇心，想看看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。金猛地掀开了盖子，一阵白烟唰的冒了出来。这盘子里装的到底是个什么惊喜？烟雾散去，卡利努斯盯着盘子里的粉色小东西，整头兽都看傻了。这种感觉太奇怪了。卡利努斯忍不住质问金：“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他现在浑身燥热，根本控制不住这种莫名的兴奋。这一大一小就这么对上了眼，一个是庞然大物，一个是塞牙缝都不够的小耗子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。还没等卡利努斯反应过来，这小家伙已经跳下餐盘，准备开始执行他的保命计划。金在一旁趁热打铁，他告诉这只小老鼠，主人马上要去猎杀凤凰，现在的任务就是带路，帮主人克服对岩浆的恐惧。为了黑暗大业，这出引狼入室的好戏算是正式开演了。塞博拉斯为了那点甘蔗地，真是把命都搭上了，他直接给自己灌了瓶速毒药水，这下跑得连影子都看不见。卡利努斯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，绝对不能让这小东西溜了，这要是让他跑了，兽王的脸往哪放？塞博拉斯一边跑一边点火，这摆明了是在引路。卡利努斯现在完全顾不上别的，哪怕前面是火坑，他也得跟着跳进去。这下计划通了，卡利努斯越追越深，他最怕的岩浆地带就在前面等着他呢。追逐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卡利努斯这回是真急了，死死咬在塞博拉斯屁股后面。金在洞口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两个家伙离得太近，再这么下去，塞博拉斯非要被生吞了不可。他反手掏出一捆炸药，打算用这玩意儿强行拉开距离，好给自己争取撤退的时间。卡利努斯突然加速，眼看就要抓到塞博拉斯了。塞博拉斯这下总算回过味儿来，金这哪是帮他，分明是把他往死里坑啊！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金大喊一声，让塞博拉斯快撤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刚才那声爆炸彻底把卡利努斯惹毛了，他反手就给金来了一下。金倒在地上还不忘演戏，嘴里喊着抱歉，刚才都是误会，这种鬼话谁信啊？卡利努斯现在眼里只有那只老鼠，他二话不说直接追了上去，根本不给金解释的机会。塞博拉斯这小家伙精得很，专门往窄缝里钻。卡利努斯这大体型一下子被卡在外面，撞的那叫一个响。穿过这道窄缝，眼前的景象全变了，到处都是滚烫的岩浆，塞博拉斯就站在正中间的石头。卡利努斯这下彻底没得选了，前面就是他最怕的火海，这要是跳下去，可就真没回头路了。卡利努斯这回是真动了杀心，他盯着眼前的塞博拉斯，冷笑着说：“你已经没地方跑了。”谁知道这小家伙一点都不怕，反而还挑衅起来：“有本事你就跟过来！”说完，他直接往岩浆里跳。卡利努斯脑子一热，也跟着扑了上去。等他反应过来，下面全是岩浆，这下彻底慌了。这要是掉下去，他这身皮毛可就全毁了。他拼了命地想往回抓，好不容易才扣住悬崖边上，结果一抬头，金正站在上面等着他呢。金看着悬崖边的卡利努斯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你这副样子，倒让我想起家里那只猫了。”卡利努斯这下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，他还以为金动了恻隐之心，在那儿打听，这就是你拼命想保护的家人吗？金笑了笑，想起皮猪那副不服输的劲儿，没错，那是个特别可爱的小家伙。既然你现在没勇气跳下去，那我就帮你一把。金直接伸手死死按住了卡利努斯的爪子，这哪是救命的手，这分明是催命符。卡利努斯这回是彻底栽了，刚才还威风凛凛的，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往下掉。随着这一声巨响，这只不可一世的野兽直接砸进了岩浆池里。金就站在悬崖边上，看着这一切发生。谁能想到，这滚烫的岩浆池子居然成了卡利努斯的洗澡水。卡利努斯从岩浆里爬出来，这温度对他来说刚刚好，以后还想经常来泡泡。金在旁边看着，既然现在已经不怕火了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很明确了。金开口说：“既然克服了对火的恐惧，现在可以去狩猎不死鸟了。”卡利努斯倒是一点不虚，直言现在谁也拦不住他。不过这不死鸟可不好对付。金提醒道：“那家伙每复活一次就会变强，必须得想办法彻底断了他的后路。”金已经有了主意，打算借用主人的力量，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。卡利努斯感叹道：“金执事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靠谱。”就在不远处，那只浑身冒火的怪物已经露头了，岩浆里唰的一下钻出个大家伙。这不死鸟一露面，整个山谷都被点燃了。他压根没把这俩人放在眼里，直言他们的挑战就是白费力气。这下麻烦大了。放眼望去，这地方到处都是岩浆。卡利努斯已经摆好了架势，随时准备扑上去。金心里很清楚，以卡利努斯现在的本事，想狩猎这只大鸟并不难。麻烦的是这家伙能无限复活，要是断不了他的后路，最后输的肯定是他们。所以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麻烦，就要用点特殊手段了。金直接点出了关键，必须在不死鸟第二次复活的时候，精准击中他露出来的核心。卡利努斯心里也没底，你觉得我这身板能办到吗？金倒是信心十足，那是当然，我会帮你搞定这一切。话音刚落，卡利努斯就动了。这只大鸟还没意识到死对头已经盯上他了。卡利努斯在岩石间飞速穿梭，这速度快得惊人。他正找准机会，准备给这火鸟致命一击。卡利努斯这一下直接把不死鸟从天上拽了下来，这力道根本不给对方反应的机会。这一爪子下去，不死鸟的脑袋差点被拍碎。紧接着，卡利努斯顺势把它按进了地里。不死鸟虽然被打趴下了，但嘴还挺硬，他叫嚣着自己还会回来，火焰永远不会熄灭。卡利努斯回头喊道：“主人，第一阶段搞定了。”金却一点没放松，他提醒卡利努斯，等这家伙复活，体型和破坏力都会翻倍。就在这时，地上的火焰开始聚拢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。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开始，火球唰的一下炸开了。不死鸟这回是真的怒了，他重新张开翅膀，整个天空都被烧红了。他冲着下面咆哮，要把你们全都烧成灰。金和卡利努斯站在下面，显得特别渺小。
这漫天的地狱火直接把周围变成了火海，卡利努斯根本没地方躲，只能在岩石间拼命跳跃。不死鸟一个俯冲，奔着他们就过来了，这速度快得像道红光。卡利努斯能不能顶住，就看这下了。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现在绝对不能硬碰硬，得等这火鸟俯冲落地，速度最慢的那一刻再动手。卡利努斯这胆子也是真大，直接对起火球就跳了过去。这一下要是没抓稳，他俩都得被烧成灰。两边在空中撞个正着，一路从天上打到地下，连旁边的山崖都被撞碎了。卡利努斯死死按住这大鸟的脖子，他大喊一声：“抓到了！”这一撞的威力简直要把地皮都给掀开。但这火鸟真的会就这么认输吗？这一撞威力太大了，金在旁边都看傻了。他一边鼓掌一边感叹，居然真能在半空中把这蜂鸟给截下来。谁能想到这第二阶段就这么轻轻松松搞定了？被按在地上的不死鸟还在那儿放狠话，说自己早晚要烧光全世界。卡利努斯可不惯着他，既然还没死透，那就再补上几爪子，直接把他打回原形。结果这火鸟化成个球，一溜烟钻回火山里去了。金一看这架势，知道该自己上场了，他招呼旁边的帮手，准备把他引到悬崖那边去。金一边跑一边嘀咕，刚才那些只能算热身，真正的硬仗现在才算正式打响。金大喊一声，只要阻止他复活，我们就赢了。输出位赶紧找机会动手。结果话音刚落，整座火山唰的一下就炸了，岩浆喷得满地都是，这动静简直要把天给捅破。周围的人全被掀翻在地，这哪是打怪，这简直是世界末日。不死鸟的核心飞到了半空，这高度根本够不着。金看着天上的火球，为了对付这一招，他可是琢磨了好几个月，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。他一边往悬崖边跑，一边在心里嘀咕：主人，你可得跟紧了。卡利努斯已经就位，这回能不能成，全看这最后一搏了。卡利努斯和塞博拉斯在火海里玩起了生死时速，这火球在天上飞，他们在下面拼命追。卡利努斯这尾巴可不是摆设，唰的一下直接把塞博拉斯甩到了最前面，这配合简直绝了。两道身影在岩浆里穿梭，谁慢一步都得被烤熟。卡利努斯纵身一跳，稳稳落在了高处的岩石上。金在下面抬头看着，这位置选的刚刚好。接下来就看这不死鸟上不上钩了。金盯着系统面板，这头石机放哪儿可是个技术活。他往悬崖边指了指，就这儿了，这位置绝对是黄金输出点。确认键一按，唰的一下，这大家伙就凭空冒了出来。这下装备总算齐活了。金在那儿拼命催，让塞博拉斯再跑快点，毕竟这可是唯一的胜算。塞博拉斯虽然心里直犯嘀咕，还是硬着头皮钻进了发射栏。金一边固定绳索一边打气，能不能引导主人，可全看你的了。金猛地一拉机关，这一下力道可不小。塞博拉斯嗖的一声，直接奔着天上的火球去了。这回能不能成，全看这一飞了。塞博拉斯这下真成了飞鼠，直勾勾冲向天上的火球。这要是撞实了，估计连灰都不剩。卡利努斯看准时机，从高处猛地扑了过去。这爪子要是拍下来，那威力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金之前还给他打过包票，说只要成了随从，就绝对不会被主人的攻击伤到，这可是100%的保命符。塞博拉斯现在心里直打鼓，金执事你可千万别坑我，这要是算错了，命可就真没了。唰的一下，卡利努斯一记重锤，直接把火球给拍散了，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金在下面早就准备好了，餐盘稳稳一接，核心总算到手了，这波冒险总算没白费。随着天上一声巨响，不死鸟这回是彻底交代了，系统提示音跟着刷了屏，不仅拿下了首杀成就，这整片熔岩地带以后也全归主人管了。塞博拉斯这会儿正忙着收账呢，开口就要30点报酬，还没回过神，还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天堂。金忍不住笑话他，就你以前干的那些事，还指望能上天堂？卡利努斯在岩浆里游得正欢，对金这次的计划那是相当满意。金更是直接欢呼起来，庆祝这片领地有了新主人。这一仗打完，名声算是彻底响了。卡利努斯带着金一路来到了领地的最深处，这里到处都是铁链和岩浆，一看就是藏宝贝的地方。就在大殿正中央，唰的一下冒出一道耀眼的白光，这动静可不小。光散去之后，一个巨大的宝箱凭空出现，这可是打破最快通关记录的奖励，档次肯定低不了。金一边往前走一边琢磨，既然是破纪录的宝贝，那确实值得期待一下。他慢慢伸出手，这箱子里到底装了什么？谁能想到这宝箱里竟然珍藏着宝贝？金感叹道，虽然一直盼着，但真没想到这东西会掉落。这把冒着蓝火的剑，就是传说中的不死鸟之刃安卡尼克斯。卡利努斯凑了过来，这就是不死鸟留下的遗物吗？金把剑拿在手里，这把剑确实不一般。卡利努斯也跟着夸了一句，真是把了不起的好剑。金赶紧把宝贝收好，谢谢主人。按照约定，这些东西我就全部带走了。就在金准备收工的时候，卡利努斯突然喊住了他，这大家伙往那一站，直言这宝贝金恐怕拿不动。金这吓急了，赶紧追问，咱们不是签了契约吗？你该不会现在想反悔吧？卡利努斯盯着那团不灭之火，我说话算话，比起那把剑，我对这团火更感兴趣。金一听这话就乐了，我家的猫也喜欢这种红光，以后常带给他们玩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金赶紧把东西往兜里揣。卡利努斯也没再拦着，金一边收一边嘀咕，刚才真是吓得够呛，趁你没变卦，赶紧装进背包。随着系统一声脆响，这波奖励算是彻底稳了。金正盘算着，靠这次活动任务，总算能把之前的损失补回来。可还没等他乐出声，卡利努斯突然变了脸色，他死死盯着金质问：“执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金这下才反应过来，坏了，这大家伙是觉得被耍了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到手的宝贝被人偷了一样。金
金赶紧打开背包解释：“对不起，主人，刚才东西刷的一下没了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猎物被人抢走了？”卡利努斯现在火大得很，直言现在就想往金那张讨厌的脸上来一拳。金吓得赶紧求饶：“等一下，你先听我解释。”眼看就要挨揍，金赶紧从背包里掏出了个宝贝。这绿莹莹的大球一落地，卡利努斯当场就愣住了。卡利努斯问这是什么，金解释说这是猫咪最爱的猫波和球，虽然不知道对你管不管用，但总得试试看。谁能想到这大家伙一闻到味儿，刚才那股杀气一下子散了个干净，堂堂巨兽竟然当场翻车，在地上滚得像只小猫。卡利努斯直呼太舒服了，金这下总算放心了，只要能让这位爷消气，这波就不算亏。这东西还是以前买套装送的赠品，一直扔在仓库里没动过，金自己都快忘了。没想到关键时刻竟然成了保命的神器，谁能想到这猫波和球的效果竟然这么好？卡利努斯现在完全沉浸在快乐里，根本顾不上刚才那点不愉快了。金看这大家伙这么给面子，也想趁机再表现一下。他让卡利努斯稍等片刻，打算给这位爷整顿大餐。金直接打开了拍卖行，开始搜索以肉和鱼为主的食谱，毕竟想收买这种巨兽，还是得靠实打实的硬菜。结果搜出来的东西，金现在一个也做不了，等级不够，这下尴尬了。金赶紧查了一下自己的底子，现在还是个见习厨师，这点熟练度确实不够看。既然要干就干票大的，金决定把所有经验都砸进去。唰的一下，他直接成了高级专家厨师，这下总算能大展身手了。金现在总算成了高级专家厨师，以前为了攒点本钱，天天蹲在火堆旁烤鱼，那日子过得真叫一个惨。好在现在总算熬出头了，这下想做什么大餐都没问题。虽然这一下子砸进去快1万金币，心疼的直滴血，但为了给这位爷留个好印象，这笔投资绝对不亏。金顺手查了一下拍卖行的行情，看看那个叫安卡尼克斯的东西现在还能值多少钱，结果发现1年前才卖了1万3。这玩意儿以前是打猎的神器，现在虽然过时了，但架不住它稀有啊，那些搞收藏的肯定抢着要。金直接标价1万4挂了上去，这算盘打的是真响。金还是觉得卖便宜了，要是再等等，起码能多赚3000金币。但现在卡利努斯等不及了，只能先顾眼前。叮的一声，东西刚挂上去就成交了，14000金币到手。金嘴上说着可惜，其实心里早就算好了账。这钱还没捂热乎，转头就全砸进了技能树，9000多金币刷的一下就没了。为了升这个级，金这回是真下了血本。随着一道金光闪过，金现在已经是高级专家厨师了。卡利努斯正玩得起劲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金执事，你在这儿忙活什么呢？”金赶紧接话：“为了报答您，我刚才专门研究了一下厨艺。”卡利努斯一听，这下更来劲了。金打开菜单一看，现在的选择确实不少，什么烤肉炖尾巴，看着都挺唬人。最后他还是盯上了那个生鱼片，毕竟伺候猫科动物，选鱼肯定出不了错。金直接发动了执事技能，打算给卡利努斯整点高端的。为了讨好这位爷，他这回是真奢得花钱，专门挑了市面上最大最贵的地狱尾鲷鱼，光这一条鱼就花了1800多金币，再加上各种稀有的调料和厨具，刚才赚的那点钱又流水一样花了出去。这地狱尾鲷鱼可不好处理，最麻烦的就是尾巴上那些毒刺，要是处理不干净，这顿饭可就变成送命题了。好在金现在的厨艺已经今非昔比，去毒、剥皮、腌制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完全看不出是个新手。金把处理好的鱼肉刷满酱汁，直接架到了火上，万事俱备，接下来就看这道大餐能不能让卡利努斯满意了。这道大餐总算大功告成了，金赶紧把盘子端了上去：“主人，您的餐点准备好了。”卡利努斯闻着味儿就凑了过来，这舌头都馋得打结了。金还在旁边纳闷，怎么一高兴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结果卡利努斯上来就咬了一大口，偏偏挑了最难搞的鱼尾巴。金这下心里也没底了，难道是不合胃口？这第一口就吃尾巴，心也太大了。卡利努斯嚼了2下，感觉舌尖麻麻的，还有股冲劲儿。就在金以为要出事的时候，这味道突然变了，一股甜味儿慢慢泛了上来，这回总算稳了。卡利努斯吃得正香，金在旁边看着也馋了，这鱼肉到底是什么滋味？他忍不住也拿了一块塞进嘴里，这口感确实没得说，肉质厚实又有嚼劲，难怪卡利努斯吃得停不下来。金这回总算没白忙活，结果这一顿饭下来，卡利努斯直接被撑得躺平了。这种顶级的享受，他这辈子还是头一回遇到。卡利努斯心满意足地感叹：“谢谢你让我吃到这么好的东西。”金赶紧弯腰行礼：“能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。”在这片望不到头的林子里，金正带着卡利努斯往前赶路，这大块头心里直犯嘀咕，跟着个执事到处转悠，估计又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。看着金的背影，卡利努斯总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。金倒是挺淡定，这会儿估计正惦记着家里的小皮猪呢。走着走着，卡利努斯实在是憋不住了：“只是咱们要去的那村子到底啥样？”金头也不回的答道：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现在变成什么样我也不清楚，只记得那儿以前是个兽人村。”这话听着倒没什么，可卡利努斯越走越觉得不对劲，这路上的景色怎么感觉一直在原地打转？卡利努斯实在走不动了，问还要走多久？金倒是想得挺美，说只要找着路就快了。卡利努斯一听这话，心里更没底了：“你该不会是迷路了吧？”金这回没再硬撑，直接承认了。不过金也没打算干耗着，他想弄清楚卡利努斯到底是怎么变成野兽的，只有知道过去的事，去村子里才好找线索。卡利努斯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说出了那个藏了很久的秘密。原来在很久以前，他竟然是统一3国的皇帝。
那时候他为了追求力量，把身体和能量都藏进了黑暗之心。就在他沉睡的时候，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，谁能想到，就是这个声音把他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那声音其实是后代们的哀求，他们正陷入绝望，拼了命想把他唤醒。为了救回那些被黑暗笼罩的子民，他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。结果一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金。故事讲到这儿就断了，卡利努斯也只记得这么多。金听完没急着接话，似乎在心里盘算着什么。金开口问：“你当年统一的那3个国家，是不是卡莱瓦隆、格拉克和诺克顿？”卡利努斯点点头：“没错，就是那3个地方。这下事情可闹大了，那可是矮人、巨魔和吸血鬼的国家，能把这3族全给收拾了。卡利努斯当年的实力简直强得离谱。”金听完这番话，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那可是1000年前统一3大暗黑王国的传说，没想到自己现在伺候的竟然是这么一位远古皇帝，这运气到底是好是坏，还真不好说。不过金这人向来心大，管他以前是什么身份，现在不就是只大猫吗？金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就要去摸卡利努斯，这可把这位曾经的皇帝气坏了。他堂堂一代霸主，哪受过这种待遇？卡利努斯嘴上喊着这是羞辱，还警告金别乱碰他的身体，可金根本不吃这一套，手上的动作反而更熟练了。结果没过一会儿，卡利努斯就彻底没脾气了，甚至还主动要求让金再加点劲儿。看着眼前这只被摸得服服帖帖的巨兽，金心里最后那点敬畏心估计也跟着烟消云散了。卡利努斯这会儿正美着呢，嘴上说着感觉还不赖，其实心里早就被金给收服了。与此同时，在不远处的兽人村落里，气氛可就没这么轻松了。村里的首领杜尔根正忙着，结果祭司贾格拉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，连招呼都顾不上打。贾格拉开口就是一个重磅炸弹，说一直守护这里的凤凰气息竟然彻底断了。杜尔根一开始还没当回事，觉得这玩意儿不是能涅槃重生吗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可贾格拉接下来的话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这次不是什么正常的轮回，而是真正的灭绝。这下谁都坐不住了，没了凤凰的庇护，这个村子的好日子怕是到头了。贾格拉急得不行，那些怪物肯定也发现凤凰没了，咱们得赶紧想对策，不然全村都得玩完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首领的老婆这时候跑了过来，说孩子莱利出去打猎还没回来。这下首领心里更乱了，还没等他们商量出个结果，脚底下的地突然晃了一下，这动静可不小，这下谁都懵了。大家伙儿赶紧跑到村口往外看，首领盯着远处的山头，难道那家伙已经开始行动了？话音刚落，远处的森林里唰的一下冒起浓烟，那地方正是莱利打猎的方向。这下真的出大事了，森林那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金这边却还在跟塞博拉斯较劲。这小家伙看起来个头不大，脾气倒是硬得很。金看着盘子里一动不动的塞博拉斯，问他是不是打算消极怠工，毕竟之前答应过要帮忙的，现在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？塞博拉斯这下可不干了，转过头就开始翻旧账，说金答应他的事一件都没办，光想着让他出力干活了。金还想用那套互帮互助的理论继续忽悠这小家伙，结果人家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放话不到地方别叫他。眼看软的不行，金干脆放低姿态求爷爷告奶奶，连科尔柏洛斯大人这种称呼都喊出来了，就指望他能再帮这一次。谁能想到这马屁拍到了马腿上，塞博拉斯觉得金这是在拿他寻开心，这下彻底把火给点燃了。他唰的一下跳了起来，对着金就是一顿疯狂输出。看来这回金是真的把人给惹毛。金还想打个商量，说咱们得赶紧找路去甘蔗田，结果卡利努斯在旁边直接开启看戏模式，说这事儿跟他没关系，让金自己想办法。就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谁也没注意到林子里钻出来一个绿皮肤的家伙，正鬼鬼祟祟的往这边摸。塞博拉斯这会儿正委屈着呢，说自己本来指望跟着大佬翻身，结果天天跟着金担惊受怕。金虽然嘴上道着歉，心里想的还是得在天黑前赶路。这下真的麻烦了，那个绿皮肤的怪人已经到了金的身后，手里的刀都拔出来了，金还没反应过来。关键时刻还是塞博拉斯先发现了不对劲，扯着嗓子大喊一声，金这下真的栽了，被这一刀直接掀翻，整个人飞出去老远。这一下摔得可不轻，还没等大家看清是谁动的手，那个人影晃了一下，竟然在眼皮子底下玩起了消失。卡利努斯和塞博拉斯都看傻了，这大活人怎么说没就没？卡利努斯还顾着问金有没有事，谁能想到这家伙的目标根本不是金，而是卡利努斯。他已经悄无声息地摸到了背后，这一刀来得太快，眼看就要得手了。这偷袭来的确实快，但想在卡利努斯面前玩阴的还是嫩了点。怪人这一刀下去，竟然砍了个寂寞，怪人自己都懵了，明明算准了位置，怎么就没砍中呢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地上的金突然出手了，这一把抓得死死的，直接把怪人拽了个狗吃屎。卡利努斯这下可不客气了，居高临下盯着这小贼，抓到你了，这回看你还往哪儿跑？金这下可乐坏了，盯着地上的家伙说，原来是个兽人啊，莱利刚才还挺凶，现在直接怂了，举着手在那儿拼命喊救命。紧接着林子里就传出一声惨叫，估计这哥们儿这回是真踢到钢板上了。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，情况已经完全变了。金笑的那叫一个灿烂，说自己可不是什么坏人。金一边拉紧手里的绳子，一边和生气气的商量，说哥们儿，既然你对这儿熟，就带我们去村子里转转吧。谁能想到金说的商量竟然是这种方式，这大锅里的汤都滚开了，红彤彤的一片，夕阳把整片森林都染红了。金带着莱利正走在回去的路上，金突然开口问莱利，莱利赶紧答应，怎么了？金有些好奇，你第一次见到主人的时候难道一点都不害怕吗？莱利老老实实回答，其实
当时快被吓死了。金这下更纳闷了，既然这么害怕，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跑，反而还敢冲上去攻击呢？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，卡利努斯那巨大的身影已经悄无声息地跟在了后面。莱利看着眼前的卡利努斯说，在我们部落里，只有证明过实力的人才能被大家认可为战士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能猎到这么大一个家伙，父亲肯定也会对我刮目相看。金听完都傻了，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。莱利低着头说，到底还是想让父亲认可自己，结果最后还是搞砸了。看来父亲说的没错，自己确实还差得远。金赶紧安慰他，莱利，你已经很厉害了，刚才那一招突袭，要是换成普通怪物，早就被你拿下了。坏就坏在你这次碰上的对手是卡利努斯大人，那可是个怪物。莱利有点不敢相信，真的吗？金非常肯定，你现在的实力已经算得上是冠军级的怪物了，前行加上暴击，这套连招简直完美。莱利这下彻底听懵了，冠军级怪物那到底是个啥？金这下算是长见识了，原来这世上还真有这种离谱的等级划分。紧赶慢赶，总算在天黑透之前看到了村子的火光，金这下总算能松口气。要是再晚一点，他真打算把卡利努斯丢在山上，自己先回家了。莱利指着前面介绍，这就是我们的前哨站，再往里走一点就到家了。还没等几个人进门，一个女人就急匆匆地冲了出来，扯着嗓子喊莱利的名字。莱利一边招手一边纳闷，这大晚上的，怎么大家伙全都跑到外面来了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一把巨大的斧头唰的一下劈在了路中间。还没等莱利进门，杜尔根就吼上了，指着几个人让他们原地站住。莱利赶紧摆手解释，说这些都不是敌人，可当爹的根本听不进去，甚至觉得这是要入侵部落。莱利这下也懵了，搞不懂家里人怎么反应这么大，他赶紧跟金商量，想自己先过去解释解释。金倒是挺干脆，直接给他打了个气，让他赶紧去试试。结果一抬头，整个部落的战士全都出来了，严阵以待，这架势就像要打仗一样。莱利刚跑过去，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，就被他妈一把拽住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检查，紧接着就是一顿胖揍，嫌他一个人乱跑。看着这一幕，金心里直犯嘀咕，这沟通工作恐怕没那么容易搞定。金倒是一点不慌，说他自有办法，要么跟他们交朋友，要么就直接打服，选哪个好呢？行了，决定了。金指着这群兽人就开始训话，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，你们也敢在这儿叫嚣？听好了，这位可是曾经统一三国的初代皇帝，更是未来的黑暗主宰卡利努斯大人，赶紧跪下投降，不然待会儿动起手来，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。带头的贾格拉冷笑一声，拿1000年前的传说来吓唬谁呢？既然说的这么厉害，那就拿出点真本事来看看。就在两边快要打起来的时候，塞博拉斯居然从卡利努斯身上钻了出来。塞博拉斯口气可真不小，直接把凤凰给搬了出来，说那是他们刚打下来的战利品。这名字一出，贾格拉当场就坐不住了，那可是熔岩地带的霸主，谁听了不打个哆嗦？金看光说没用，干脆直接亮底牌，反手就从背包里掏出了证据。这一团火冒出来，整个村子都被照亮了。金问他们，这下总该信了吧？结果这群兽人也是死脑筋，非说这火可能是捡来的，或者是别人打剩下的，反正就是不认账。金这下也无语了，这群人疑心病怎么这么重？既然一团火不够看，那就给你们来个大的。既然讲道理没用，金也懒得再费口舌，直接把手里的火种抛向半空。卡利努斯心领神会，这一下跳得比山还高，稳稳接住了那团火。底下的兽人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，卡利努斯已经带起火球从天而降，这一砸，整个地面直接炸开了花，滚烫的火焰顺着的缝疯狂蔓延。这下看谁还敢说这宝贝是路边捡来的？卡利努斯这一落地，威力简直像陨石撞地球，周围的兽人全被掀翻在地。刚才还叫嚣的杜尔根，这下彻底傻眼了，这哪是捡来的火种，这分明是死神敲门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个巨大的黑影已经把他整个人都罩住了，这股压迫感让他连头都不敢抬，刚才那股狠劲儿一下子全没了。杜尔根腿一软，直接跪倒在碎石堆里，这下是真的服了，这下全老实了。这群兽人直接改了口，管卡利努斯叫起了黑暗之主，连系统都弹了提示，说这整个部落以后都得乖乖听话了。金倒是稳得很，这波配合打得确实漂亮，连背后的主子都忍不住夸了一句。结果金还不忘讨个赏，说既然干得好，那就多给点夸奖吧。随着新手教程第2阶段正式搞定，这片村子总算是彻底安静了下来。既然搞定了这帮兽人，金顺手点开了任务面板，看来新手教程还没完，第3阶段的任务紧跟着就来了。这次不仅要拿到首领的信任，还得打听出有用的情报。虽说任务接了，但这地方总让人觉得浑身不自在。看着这破破烂烂的村子，金只想赶紧办完事走人。仔细一瞧，这地方防守简直跟纸糊的一样，四面环山，却只有一个哨塔，围墙也烂得不成样子。连卡利努斯都看不过去了，这破地方确实让背后的主子很不爽。卡利努斯直接给金下了死命令，让他赶紧想办法解决。金也是一脸无奈，毕竟自己还得赶着回家，只能先劝主子再忍一晚，等天亮了再说。卡利努斯这下真不高兴了，我都说了这地方待着难受，你居然还打算把我一个人扔这儿？金赶紧解释，这哪能啊，我已经让村长去给您准备住处了。卡利努斯一眼就看穿了，我看你这满脸血着想回家，倒是挺高兴啊。金也没打算藏着掖着，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？为了赶紧把这尊大佛安顿好，金决定亲自过去催。此时在杜尔根家里，气氛可就没那么轻松了。莱利正兴奋地显摆，说自己现在变强了，连那些战士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可当杜尔根心里全是愁事儿，
现在整个村子都命悬一线，哪有心思听这些？杜尔根想找个办法解决眼前的危机，结果莱利根本不领情，还抱怨杜尔根一直在躲着他。这父女俩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。莱利最后憋出一句话，他想上战场去立功，结果杜尔根态度硬得很，直接把话给说死了。莱利，女人是当不了战士的，战场那种地方，你想都别想。这规矩就像座大山，直接把路给堵死了。可杜尔根压根没打算商量，态度冷得吓人，谁也没注意到，金这时候已经到了门口，把这出父女吵架的戏全给看在了眼里。这下有意思了，金会怎么处理这桩家务事？杜尔根正愁着呢，门外就传来了动静。金推门进来，问主人的住处安排好没？杜尔根赶紧起身带路，说家里那位已经收拾妥当了。走在路上，杜尔根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，想给卡利努斯大人道个歉，说之前在哨所确实太冲动了，原来是因为山里的魔物闹事，他女儿突然不见了，当爹的哪还能冷静得下来？金听完也算明白了，难怪这人之前防备心这么重。他安慰说主人不快计较的，不过这事儿听着可没那么简单。金打算把这背后的情况彻底问个清楚。金提议边走边聊，杜尔根也打开了话匣子。原来这附近以前是凤凰的地盘，那些小魔物平时根本不敢出来撒野，可自从卡利努斯大人把那只凤凰给解决掉之后，村子的处境反而变危险了。金听完有点过意不去，没想到主人的狩猎竟然破坏了这里的生态平衡。杜尔根接着说，现在最让他们头疼的是洞穴里的一条巨蛇，当初没能趁他还小的时候除掉，结果现在养虎为患，村子反而成了他的猎场。只要天一亮，那畜生肯定会发现凤凰不在了，到时候绝对会直冲村子过来。金当然不能坐视不管，他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拦住他。杜尔根心里还是没底，他试探着问金，卡利努斯大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会保护归顺他的子民吗？金听完笑了，原本以为兽人只知道打架，没想到这位首领满脑子想的都是族人的安危。金当场给出了承诺，他会把村子的情况如实转告。既然那条蛇比凤凰还弱，对主人来说不过是顺手的事儿。杜尔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可是救命的恩情。金心里也有自己的打算，只要帮他们解决了这个大麻烦，这帮兽人的忠诚就算是彻底稳了。就在两人刚谈妥的时候，屋里走出来一个人，杜尔根赶紧迎了上去。杜尔根首领赶紧问老婆，活儿都干完了吗？老婆有点为难，说卡利努斯大人个头实在太大，屋里根本塞不下，只能在外面找个宽敞地儿。金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都懵了，竟然让主人睡大街。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，这帮兽人办事怎么看怎么不靠谱。等到了地方一看，金彻底没话说了。就这一个破棚子底下铺几张皮，杜尔根居然还挺自豪，问他这地方怎么样。金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，这帮人是真不懂猫啊，没一个盒子钻，猫哪来的安全感？这要是让主人看见，非要当场炸毛不可。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系统提示音突然响了，关键时刻系统又上线了，提示金可以用点数升级据点，好让卡利努斯大人住得更舒服。金这下心里有底了，这系统教程简直是救命稻草，每次遇到麻烦他总能给出解决办法。金先客气地谢过女人的忙活，接着话锋一转，说这地方主人住着肯定不顺心，能不能让他来动手改进一下？女人正愁没准备好呢，一听这话赶紧点头答应了。金二话不说打开菜单，盯着那个寒酸的破棚子，直接点下了升级确认。这20点数花下去，原本简陋的临时住处到底能变成什么样？既然能自定义，那肯定的大干一场。金二话不说直接确认，这笔点数花得一点都不心疼，毕竟之前伺候卡利努斯吃好喝好，系统奖励了不少点数，现在拿出来改善生活，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。没人比金更懂猫了，他心里早就有了谱，知道卡利努斯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窝。随着系统提示弹出，金开始在屏幕上比划，他这回可不是随便修个棚子，而是要搞个大的。看着屏幕上成型的草图，金心里总算踏实了，这东西要是真盖出来，卡利努斯绝对能睡个好觉。金说，咱们开始吧。随着他手指轻轻一点，系统升级正式启动。这57点数花出去，动静可真不小，原本那块破地儿一下子被蓝光给罩住了。谁能想到平地里竟然拔起一座高塔，这造型简直就是个巨型猫爬架。金这波操作直接把旁边的杜尔根都看傻了。杜尔根首领两口子哪见过这阵仗，直呼这是神迹降临，在他们眼里，金现在简直就是神仙下凡。就在大家伙发愣的时候，卡利努斯慢悠悠地走了过来，他盯着这新鲜玩意儿问，这就是我以后睡觉的地方？金仰着头大声问，卡利努斯大人，您觉得这地方怎么样？卡利努斯二话不说，直接在塔上撒开了欢，这伸手看得底下的人一愣一愣的。他坐在高处吹着风，这视野这高度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卡利努斯难得夸了一句，太棒了，我非常喜欢。金转过头笑着把好消息告诉了兽人们，主人说他很满意。杜尔根首领这下彻底服了，直夸金这事办得漂亮，还不忘对着塔上表忠心，说只要大人住的舒心，他们干什么都值了。既然住的地方解决了，那接下来的正事是不是该提上日程了？新窝盖好了，卡利努斯这大块头钻进去倒是一点不费劲，这铺在地上的熊皮褥子踩上去软绵绵的。金是真懂怎么伺候猫。卡利努斯打了个大哈欠，问金，那帮兽人吐出什么情报没？金站在门口说，明天会有一条巨蛇过来。卡利努斯愣了一下，蛇？金解释说，咱们得把那玩意儿解决掉，才能让兽人彻底交心，光让他们害怕还不够，得让他们觉得跟着咱们有肉吃。卡利努斯问，那蛇厉害吗？金笑着说，一直躲着凤凰没露头，不过对您来说那也就是动动手的事儿。卡利努斯听完挺满意，还不忘夸一句，金执事这屋子
你办的确实不错。卡利努斯这句夸奖可不是白给的。金的系统面板刷的一下跳了出来，因为服务到位，直接到账120点服务费。金笑着说：“您满意就好，那我就先下班回家了。”一听说又要打折，旁边的赛博拉斯吓得够呛。赛博拉斯乱叫着问：“难道又要像上次那样拼命吗？”金弯下腰逗他：“赛博拉斯，明天能不能帮个忙？”赛博拉斯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不行不行，我绝对不去。”金倒是一点没生气，反而一脸轻松地说：“行吧，既然你不愿意，那我也就不勉强了。”赛博拉斯的下反而猛了，这就放弃了，这不像他的风格啊。金头也不回的摆摆手：“我现在有别的招了。”安顿好卡利努斯，金礼貌递到了声晚安，就准备撤了。卡利努斯闭上眼，回了一句：“好好休息吧。”随着一道蓝光闪过，金直接从这个世界下线了。这忙活了一整天，总算能回现实世界喘口气了。摘下头盔，金总算回到了现实世界。这一趟折腾得可真够呛。虽说在里头忙得脚不沾地，但这种久违的痛快感还真是让他有点上瘾了。自己这是怎么了？还没等他回过神，家里的猫就开始冲他嚷嚷了。金有点纳闷，平时挺安静的小家伙，今天怎么叫得这么急？扭头一看，这饭盆里的粮一点没动，水也是满的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结果在沙发角落里，总算找着了皮猪。这小家伙正钻在头盔下面，睡得死沉死沉的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金这下心里咯噔一声，赶紧拿来体温计，这情况明显不对劲啊。金仔细看了看体温计，奇怪，明明没发烧啊，怎么看着这么蔫呢？他伸手推了推皮猪，想把这小懒猫叫醒。皮猪，别睡了，快起来！皮猪迷迷糊糊的打了个哈欠，总算是睁开了眼，可那样子还是跟没睡醒似的。金试着拿吃的逗他，结果这小家伙闻了闻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这下事情可真闹大了，平时最贪吃的小家伙，现在连饭都不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来小家伙是缓过劲来了。皮猪这胃口不是挺好的吗？金这顿饭吃的也不安生，心思全在那个森林巨蛇身上。金嘀咕着，就是这家伙吗？难怪连那些好战的兽人都不敢去招惹这怪物。网上的人都在讨论，这巨蛇看着比凤凰还猛，怎么之前一直躲着不出来？有人猜是属性克制，才让他输给了凤凰。金原本还担心这家伙太弱，现在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。金这会儿心情不错，端着吃的就开始琢磨，这猎物肯定能让那小家伙满意。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铲屎官，他开始在这一堆逗猫棒里挑挑拣拣，想找个能让皮猪玩得尽兴的。看皮猪今天这副没精打采的样子，金决定使出杀手锏，他直接祭出了秘密武器，这可是猫界公认的宝贝木天蓼。金满怀期待地喊了一声皮猪，结果呢？这小家伙一脸看傻子的表情，好像在说你这又是闹哪样？金还不死心，他觉得只要是猫就绝对扛不住这一招，于是他开始疯狂甩动手里的木天蓼。可皮猪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表演，这下尴尬了，谁能想到这招居然彻底失灵了，连木天蓼都没用。皮猪这反应太反常了，金这下真慌了，这小家伙到底怎么了？看着沙发上的头盔，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难道这事儿跟游戏有关？转眼到了第二天，金决定先上线看看情况。结果刚一登入，赛博拉斯就冲了出来，扯着嗓子直喊他的名字。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金吓了一大跳。金刚上线就被吓了一跳，这赛博拉斯急得直跳脚，大喊着出大事了。金还没缓过神来，问他到底怎么了。赛博拉斯带着哭腔喊道：“主人不见了！”金看着空荡荡的草堆，心里也犯嘀咕：这好端端的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金还想安慰他，说不定只是去附近散步了。可赛博拉斯急得不行，说他把村子和森林都找遍了，根本没见到人影。眼看那条巨蛇今天就要杀过来了，主人却在这个节骨眼失踪，这下全乱套了。金倒是表现得很淡定，让他先冷静点，既然人找不着，那就想办法让他自己回来。金这回是打算开大了，他直接亮出了执事技能，准备亲手做一份顶级零食，只要味道够香，就不信那家伙不现身。金说干就干，直接开火炖鸵鸟肉。这一锅炖肉刚出炉，香味确实没得说。金赶紧让系统发通知，想让那家伙闻着味儿赶紧回来。结果倒好，系统直接弹出了红屏警告，说是信号根本连不上。这下金彻底坐不住了，在游戏里连信号都断了，这人到底是跑哪儿去了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金拔腿就往外冲，这要是真丢了，麻烦可就大了。金在外面找了一圈，还是连个影子都没见着。赛博拉斯这下彻底崩溃了，扯着嗓子喊主人到底在哪？看他这副绝望的样子，估计是觉得这回彻底没戏了。与此同时，在森林最深处的一个山洞里，气氛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，一双透着寒光的眼睛突然睁开，那条让全村人害怕的巨蛇终于还是醒了。它正扭动着巨大的身躯，准备开始它的狩猎。那条巨蛇终于动了，正顺着洞穴往外爬。这下全村人的噩梦真的要来了。贾格拉第一个察觉到不对，杜尔根还没反应过来，赶紧问他到底怎么了。贾格拉这下是真慌了，说那怪物已经出发了，而且那股恐怖的气息正全速朝这边逼近。可奇怪的是，杜尔根非但不怕，反而还笑了起来。贾格拉一脸懵，这都大难临头了，你居然还笑得出来？杜尔根倒是信心十足，说只要有那位大人在，这纠缠村子多年的灾难今天总算能有个了断了。杜尔根这会儿正美着呢，觉得压在心头多年的大石头总算要落地了。
杜尔根带着人兴冲冲的跑来请安，想让那位大人赶紧出手，把那条大蛇给解决了。结果金被这阵仗吓了一跳，赶紧跑出来拦住他们，说主人这会儿正忙着呢，人根本不在家。这话一出，杜尔根和贾格拉当场就傻眼了，这节骨眼上人能跑哪去？金也是一脸无奈，说实话，他现在连主人的信号都搜不着。杜尔根这下彻底急眼了，以为金根本没把村里的危机当回事，这要是那位大人不在，全村人都得完。杜尔根金看这情况，知道瞒是瞒不住了，只能把他们叫到一边，准备把实情全盘托出。金把两人拉到一边，终于把实情说了出来。原来主人现在被困在怪物的身体里，根本没法控制自己。兽人听完心都凉了半截，这要是回不来，那大家伙不就彻底失控了吗？金也是满脸愧疚，他本来以为召唤咒语肯定能成，谁能想到关键时刻掉链子了。杜尔根叹了口气，说这事儿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反正早晚都要拼个你死我活。杜尔根赶紧问金，那你能不能替主人出战？金摇了摇头，说自己根本不会打架，但他能把村子的防御给拉满，就像昨天给主人布置卧室那样。听到这儿，贾格拉总算松了口气，只要能守住村子，那就还有一线生机。杜尔根想了想，既然那位大人不在，那就只能分头行动了。他打算去前哨站死守，让金趁这段时间赶紧把村子的防御给拉满。金虽然答应了，但心里其实也没底。杜尔根非要他给个准话，问他村子是不是绝对安全。金这下实话实说了，主人给的力量他还没使顺手，能不能护住所有人，他真不敢打包票。杜尔根听完没再废话，这下是要去拼命了。对他来说，村子就是最后的底线，要是金没守住，那这笔账回头肯定要算在金的头上。这下压力全给到金这边了，他到底能不能撑到主人回来？看着杜尔根他们走远，金这下是真把人给得罪透了。系统提示刷的一下跳了出来，首领的信任度直接跌到了谷底。果然这任务就没那么好做，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压抑。塞博拉斯凑过来问执事大人，你这会儿在琢磨什么呢？既然答应了要守住村子，现在每一步都得算准了才行，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。他赶紧查了一下家底，现在手里就剩下192点数了，必须靠这点东西把那怪物拦住。那家伙最怕火，这就是唯一的突破口。金直接打开了管理界面，他在想要不要给这个小家伙升个级。金仔细盯着属性面板，这小家伙虽然有火属性加持，但面对那种怪物真的能行吗？金在那儿权衡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决定放手一搏，哪怕这法子风险大的离谱，也是现在唯一的生路了。塞博拉斯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这乃是做选择，这分明是在玩命啊！金倒是看开了，一边往前走一边交代后事，说要是自己真交代在那儿了，记得找个阳光好的地方把他埋了。瞧这剑法，一下一个准。金就在后头盯着，看来这就是他选中的人。练了这么久，这姑娘明显快到极限了。金这时候走了过去，莱利，你现在这是在干什么？这一开口，莱利整个人都僵住了，看金这严肃的样子，估计是有正事要办了。莱利回过头叫了一声执事大人，他一边对着木桩使劲，一边随口应付，说自己在做晨练。金可没那么好糊弄，他随手戳了戳木桩，我问的不是这个，你应该知道现在外面正有怪物在袭击哨所吧？莱利手里的动作慢了下来，他说自己没法上战场，反正那些男战士会去解决的。这话听着就不对劲，金一眼就看穿了，你这话里有话呀。他干脆把话挑明了，昨天我不小心听到了点动静，是因为你父亲说的那些话，所以你才在这儿拼命吗？莱利这下彻底慌了，赶紧大声反驳，说根本不是那回事。他对着木桩一顿猛砸，嘴里还不停念叨，说自己只是单纯喜欢训练，就算当不成战士也没关系。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只是轻声反问，真的吗？莱利气得直跳脚，都说了不是了。金看他这么拼命，干脆把话挑明了，你爸不让你上战场，不是因为你弱，只是因为他太在乎你了。莱利听完，小声说了句谢谢，可金接下来的话直接把气氛降到了冰点。他说现在的怪物比想象中强得多，那些战士撑不了多久。莱利这下急了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爸有多强。金却表现得很冷静，正因为他是村长，肯定会冲在最前面，那他就是大蛇的首要目标，这才是最危险的。这话一出，莱利再也坐不住了，他转头就要往战场跑。金在后头提醒，你现在这样过去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可莱利根本听不进去，他必须得亲眼去看看，这要是真撞上大蛇，后果谁也说不准了。金突然叫住了莱利，说要给他一份特殊的力量，这一下直接让莱利停住了脚步。金一脸严肃地告诉他，如果真想打败那个怪物，这份力量是必不可少的。莱利回过头，显然还没反应过来，金到底在打什么算盘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的森林里传来了动静，有人大喊着他来了。哨所那边的气氛一下子紧绷起来，守卫们全都乱了套。杜尔根举起大斧，指挥大家赶紧摆好阵型。他扯着嗓子大吼，今天一定要把那条大蛇给宰了。哨所的兽人们全动起来了，这阵仗看来是要拼命了。连后方的祭司贾格拉都开始施法，这火光一亮，大战的序幕算是彻底拉开了。就在这时，林子里那个蓝色的影子唰的一下就窜了出来，正主终于露面了。看看这体型，这哪是普通的蛇呀，简直就是个杀戮机器。还没等兽人们反应过来，大蛇直接撞进了人群，这一下防线直接被撕开了个大口子。杜尔根举起大斧，带头冲了上去，全军出击。兽人们这回是真拼命了，全员压上，就为了能把这怪物给拦住。贾格拉在后头大喊，伟大的灵魂，赐予我们战斗的愤怒吧。这火光一亮，大伙儿的士气确实上来了。
可真打起来才发现，这大蛇根本不是靠人多就能解决的。一顿围攻下来，除了溅起一堆火星子，连个印子都没留下。大蛇随便一个甩，冲在前面的战士就全飞了，这力量悬殊的让人绝望。多尔根咬着牙大吼：“都给我顶住，别散开！”他抡起大斧，死命劈了下去。结果这一斧子下去，震得他手心发麻。这哪是砍在肉上啊，简直就像劈在了一块生铁上。这怪物的眼神盯着猎物，就没打算放过。他这尾巴一扫，兽人们根本扛不住。贾格拉急得大喊：“大帝啊，用钢铁护住战士们的身体吧！”这加持一上，大伙儿又觉得行了。多尔根带头猛攻，非要破开这怪物的鳞片不可。可这一锤子下去，除了震得手疼，连个白印子都没留下。这哪是打架啊，简直就是单方面的屠杀！大蛇在营地里横冲直撞，这下子整个哨所都要保不住了。兽人们这回是铁了心要把他留下，大伙儿一边追一边喊：“千万别让这处生喘过气来！”可这大蛇哪是那么好对付的？他猛地一回头，嘴里竟然开始冒绿光了，这明显是在憋什么要命的大招。多尔根看准机会，抡起斧子又是一记重劈，结果这一声脆响，震得他手都快断了。多尔根咬着牙大喊：“这怪物的鳞片怎么越来越硬了？”这下子连唯一的破绽都没了。这大蛇憋了半天，终于还是喷出来了。多尔根急得嗓子都快喊哑了：“快撤！全员后退！”可这绿烟散得太快，一下子就把所有人全围住了，这根本不是想逃就能逃掉的。多尔根赶紧捂住口鼻，可他马上发现不对劲，这怪物难道是故意的？这毒烟根本防不住，就算不喘气，他也能顺着毛孔往里钻。这下彻底完了，手脚一下子全没了知觉，这竟然是麻痹毒素。多尔根这回是真的慌了，眼前的怪物正一步步朝他逼过来。这大蛇可不打算浪费时间，他慢悠悠地凑到首领跟前，就像在看一盘已经摆好的菜。这血盆大口一张，多尔根整个人还没人家牙缝大，这一口要是咬实了，命肯定就没了。旁边的战士们都急疯了，拼了命地喊他快躲开。可现在这情况，哪是想躲就能躲得掉的？多尔根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回是真的栽了。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，交代了临终遗言，要是能活下来，一定要带着大家逃出去。话音刚落，这怪物就直接扑了上来，这下全完了，惨叫声还没落下，这畜生就真的下了死手。多尔根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就被这大蛇给生吞了。旁边的战士们全看傻了，一个个嗓子都快喊哑了，可这身体就是不听使唤，眼睁睁看着自家首领没命，这种滋味比死还难受。就在这最绝望的时候，远处突然闪过一道亮光，难道是救兵到了？刚才那道亮光果然不是幻觉，这速度快得离谱，直接就把大蛇的注意力给勾走了。谁能想到这种时候冲出来的竟然是莱利，他这一声爹喊的那是真的急了。莱利手底下是真硬，对着大蛇的软肋就是一刀，这处生疼的当场就破了防。原本吞进去的首领竟然被他给吐出来了一截，这下有救了，只要能把首领抢回来，这仗就还没输。趁着大蛇吃痛松口的空档，莱利一秒钟都不敢耽误，他这拼了命地往前冲，就是为了赶在蛇嘴闭上之前把他爹给拽出来。这大蛇的力气真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一下是要直接把人勒死。多尔根被困在蛇肚子里，根本使不上劲，难道这回真的要交代在这了？这种时候，耳边响起了家人的声音，问他是不是要被丢下了。不行，只要想到家里人，这一关就必须得闯过去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多尔根耳朵里突然响起了喊声，是莱利在叫他。难道是临死前的幻觉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这大蛇就彻底撑不住了。莱利这一招果然管用，大蛇被折腾的当场反胃，要把吞进去的东西全吐出来。随着一阵翻江倒海，多尔根总算被甩到了地上，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。可这大蛇还没被解决，接下来他怕是要彻底发疯了。大蛇这下彻底被激怒了，张着大嘴就要扑上来。莱利一个人挡在最前面，这架势是要死磕到底了。趁着莱利拖住大蛇，金赶紧跑向倒地的杜尔根，现在一秒钟都不能耽误，必须先把人带到安全的地方。跟着金一起跑到塞博拉斯，这时候也使出了真本事，唰的一下，个头直接翻了好几倍。金一把扶起昏迷的杜尔根，可大蛇已经盯上他们了，这地方根本没法久留，得赶紧找个出路才行。金大喊一声快撤，莱利在后头拼命拖住大蛇，现在每一秒都是在抢命。刚才被吓傻的兽人们，这会儿总算缓过劲来了，手脚也终于能动弹了。看到金带着首领跑过来，大家伙赶紧围了上去。金顾不上解释太多，首领现在还没醒，得赶紧找个稳妥的地方检查。看着这帮人还在犹豫，金直接下了死命令，让所有人立刻撤到安全地带。真正的恶战马上就要来了，兽人们还想留下来帮忙，担心莱利一个人顶不住，金头也不回的甩出一句：“你们留下只会添乱，不想死就赶紧动起来。”就在这时，那条大蛇彻底疯了，这血盆大口一张，谁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？莱利现在是一个人在硬扛，这大蛇的攻击一下比一下狠，只要慢上那么半秒，这命可就真交代在这了。快，还得再快点！现在拼的就是谁的速度更离谱，只要能再快一丁点，说不定就能抓到他的破绽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干脆直接贴上去。这一下要是成了，局面说不定还能反转。结果这畜生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这下摔得可不轻。莱利这回是真的到极限了，这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一般人根本受不了。这位领主大人刚落地，整个人还是猛的。金总算松了口气，多尔根领主，你可算醒了，为了把你带到这儿，真是不容易。多尔根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开口就问，到底是谁在跟那条大蛇打架？难道是那位大人回来了？
金这下有点尴尬了，这事儿还真不好解释，总不能直接说是你女儿在后头拼命吧？还没等金想好怎么开口，远处传来一声巨响，这动静怕是那边已经打翻天了。金最后还是实话实说，在那儿跟大蛇拼命的正是你的女儿莱莉。这话一出口，杜尔根整个人都炸了，这当爹的哪能坐得住？他挣扎着想冲过去救人，可这身体根本不听使唤。金赶紧一把拦住他，现在这副样子过去，除了送死什么都做不了。杜尔根气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这该死的畜生，非要把莱莉卷进来不可吗？可不管这边怎么焦急，战场那边可是一秒都停不下来。莱莉现在的情况比刚才还要凶险，这大蛇的尾巴扫过来，简直就像是一座山砸了下去。这一下要是躲不开，可就真的全完了。莱莉这下伤得不轻，手里的刀都快握不住了，可现在哪有时间给他喘气？大蛇根本不打算放过他，攻击一波接着一波，莱莉只能在石堆里拼命找活路。这要是再挨一下，神仙也救不回来了。杜尔根在旁边看的心都要碎了。莱莉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金赶紧一把将他按住，现在喊也没用，只会让莱莉分心。杜尔根急得直瞪眼，直视，快让我看看莱莉怎么样了。金倒是表现得很冷静，我知道你担心，但先闭嘴吧，你女儿比你想象的要强得多。莱莉这下是真豁出去了，面对这种级别的怪物，她根本不敢有1秒钟的停顿，只要稍微慢一点，这辈子就交代在这儿了。这大蛇的鳞片硬得跟铁一样，莱莉手里的武器撞上去，火星子乱飞，这哪是在打架，这简直是在拿命换机会。杜尔根看着看着，突然发现不对劲了，直视莱莉怎么穿成这样。金看着远处的战场，那是卡利努斯部下的衣服，为了保护部落，莱莉主动选择了这份力量。现在的她确实比以前强了不止一个档次。杜尔根沉默了半天，最后只问了一句：那她真的能赢过那条大蛇吗？金看着远处的战场，虽然实力差距还摆在那儿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莱莉绝对能赢，这姑娘可比谁都硬气。杜尔根听完这话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战场上的莱莉已经完全杀红了眼，大蛇的尾巴扫得再快，也跟不上他的身法。他找准一个空档，整个人直接弹射起步，手里的短刀对着蛇身就是一记重劈。这一刀下去，火星子溅得老高，莱莉大吼一声，手上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。大蛇疼得当场惨叫，这一下是真的伤到骨子里了。看来这场搏命的局，胜负手马上就要出现了。面对大蛇这要命的横扫，莱莉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玩命的节奏。这一刀下去，那是奔着切断蛇身去的，这股子狠劲儿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旁边围观的族人都看傻了，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莱莉吗？竟然能正面硬刚这种怪物，还把那比铁还硬的鳞片给砍开了，但光是砍中尾巴，根本要不了这畜生的命。这大蛇精得很，死活不让莱莉靠近他的脑袋，显然他也感觉到了威胁。莱莉现在急着找破绽，可时间拖得越久，对他就越不利。这要是抓不住机会，之前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。莱莉现在是一点退路都不给自己留，盯着大蛇就是一顿猛冲，这架势摆明了是要趁热打铁。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大蛇，这会儿竟然开始掉头跑路了。杜尔根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，这哪是逃跑，这分明是想把莱莉引进死胡同。他扯着嗓子大喊：快回来，那是陷阱！可莱莉现在根本听不进去，他只知道这是唯一能干掉对方的机会，哪怕前面是火坑，他也得跳。果然，这大蛇是在憋大招，他想趁莱莉靠近的时候，把全身鳞片硬化到极致，到时候莱莉的刀可就真成了废铁。现在的局势已经没法回头了，莱莉只能赌上全部力气，赶在对方变身完成前，彻底把他废掉。莱莉这一步跨出去，就没打算给自己留活路。面对大蛇喷出的毒物，他连躲都不躲，直接从半空杀了下来。这一击要是成了，这畜生必死无疑。这是要把积攒的所有力量全灌进对方脑子里。大蛇这下彻底失算了，他本以为硬化鳞片能保命，结果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那层皮跟纸糊的没区别。杜尔根急得大喊：莱莉！反倒是金表现得很稳，他早就看出来这场战斗已经分出胜负了。可莱莉现在的状态明显是在透支，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打法，就算赢了，他还能平安回来吗？莱莉这一刀已经不是在战斗了，这是在拿命换一个结果。这团火烧得这么旺，说明他把所有的力气全都压在了这最后一击上。这一记重锤砸下去，这大家伙总算是彻底消停了。可莱莉现在的状态明显是把命都给豁出去了，刚才那种强度的爆发，代价比想象中还要大。他现在连动一下都难，这身体已经彻底透支了。虽然眼前的威胁是解决了，但他还能撑多久？更要命的是，金就在远处看着这一切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这大家伙一倒下，整个村子都炸锅了，兽人们都在喊莱莉赢了，他真的把这怪物给解决了。可这事儿还没完，杜尔根转头问金：我让你加强村子的防御，你为什么要私自把力量给莱莉？金倒是挺淡定，他说第一次在森林里见到莱莉，就发现他身上有种本事，那是普通兽人根本不可能有的。金反问了一句：这种本事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？杜尔根叹了口气，他说莱莉这孩子从小就拼命，一心想当个战死沙场的英雄，可他这个当爹的明明知道女儿有天赋，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教她。金听完笑了笑，直接把球踢了回去。既然现在秘密都戳穿了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杜尔根这下彻底没话说了。另一边岛是热闹得很，大家伙儿正围着莱莉庆祝呢。随着3声口号，直接把这小功臣给抛到了天上。现在的莱莉可是全村人心里的英雄。就在大家伙儿正高兴的时候，有人喊了莱莉一声。杜尔根这会儿正搭着金的肩膀，看起来伤得不轻，开口第一句就是问女儿有没有事。
莱利赶紧跑了过去，比起自己，他现在更担心老爸的情况。杜尔根却示意让金松开手，他想自己站着，看来有些话他必须得当面说清楚了。他拍着莱利的肩膀说：“是你守护了整个村子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从这一刻起，有些事情彻底不一样了。”杜尔根这回是真的服了，他说莱利就是部落最伟大的战士，以前那些狠话其实都是怕女儿出事才故意说的。莱利一听这话，赶紧趁热打铁问了一句：“那我是不是能上战场了？”杜尔根这下总算松口了，既然是第一勇士，哪有不让上战场的道理？莱利兴奋的不行，大喊着谢谢老爸，直接又是一个熊抱。可他这手劲儿实在太大，加上杜尔根身上还有伤，这一抱差点没把亲爹给送走。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杜尔根疼的魂儿都快飞出来了。这当爹的，看来以后还有的受呢。看着莱利这股子门劲，杜尔根也是没招了，这闺女是真的变强了。安德好女儿，杜尔根转头看向了金，这回他的态度彻底变了。他说之前没给这位执事面子，全是自己的傲慢在作祟。金倒是挺大度，笑着说完全能理解，毕竟当时那种情况，谁都会焦急上火，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。杜尔根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重重的捶了下胸口，这是战士之间最高的敬意，感谢金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，保住了整个村子。紧接着，周围的兽人们也都围了上来，齐刷刷的喊着谢谢执事大人。这下金不仅是莱利的老师，更成了全村的大恩人。系统提示刷刷往外跳，获得首领信任的任务总算搞定了。现在只要开口，首领肯定知无不言。金这会儿也松了口气，觉得自己这次表现确实还行，虽然说是运气好才拦住局面，但结果总归是好的。紧接着奖励也到账了，主人对他这次的服务非常满意，小费给的那叫一个大方。金心里很清楚，要是没这些额外奖励撑着，刚才那关根本过不去。之前主人突然消失，确实把他吓得够呛，好在最后有惊无险。不过看着眼前这帮兽人，金心里也犯嘀咕，这还只是个新手教程，以后的日子怕是没那么好混了。想要继续把这执事当下去，就要赶紧多攒点任务和酬劳。既然要收尾，那就要把戏演全套。金让所有兽人都抬起头来，他大声宣布，自己刚才展现的力量，全都是主人卡利努斯留下的意志，就是为了保护大家，甚至连莱利那股子神力，也是他代表主人赐予的。总之，这一仗能赢，全靠卡利努斯大人的恩赐。首领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嘴里还跟着念叨卡利努斯大人的恩赐。金越说越起劲，直接举起双手带头喊了一句万岁。结果这帮兽人全懵了，根本听不懂他在说啥。金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一激动把家乡话带出来了。他赶紧找补说，这是庆祝胜利和赞美领主的意思。在他的带动下，这帮兽人也跟着举起手，现在是彻底被洗脑了，满山遍野全是喊万岁的声音。金一看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，大手一挥，走，咱们回村。等大部队走远了，金这才跟身边的塞博拉斯聊起来。他说今天多亏了这小东西帮忙，不然那副沉重的身体他还真未必能使唤得动。塞博拉斯倒是一点不谦虚，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，催着金赶紧带他去甘蔗地，毕竟忙活了这么久，总得吃点甜头犒劳一下。不过金现在还不能走，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正事。既然这帮兽人已经服了，正好趁热打铁，打听一下主人的下落。就在他盘算着怎么开口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执事大人。”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莱利跟过来了。金有些纳闷，莱利怎么没跟着大部队，反而在这儿等着他？金开口问他：“莱利，你怎么还不走？”莱利这会儿心里全是问号，他盯着金说：“我有件事想不明白，刚才打仗的时候，我的剑上居然冒火了。”想起刚才那一幕，莱利现在还觉得不可思议。本来那一剑下去根本破不开大蛇的鳞片，可那股火一出来，就像切豆腐一样刺进去了，那种感觉根本不像是他自己的力量。金听完一点都不意外，他一边走一边忽悠说：“那就是你自己的火，只不过是刚才被激发出来了。”莱利还是有点不敢相信，盯着金追问：“执事大人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金面不改色的继续编说：“你们部落本来就是火属性，这力量当然是你的。”莱利低下头嘀咕：“可你刚才跟我父亲说，要是把这力量给别人，他们也一样刺不穿蛇鳞。”金听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首领怎么连这种丢人的话都往外传？”莱利还是有点转不过弯来，总觉得这事儿听着太玄乎。金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说他早就看穿了这帮战士的底细，让莱利别太小看自己。莱利小声说了句：“对不起。”他原本还以为金是为了让他在部落里出头，才故意编瞎话帮他。结果金一听这话，直接反问：“你凭什么觉得我是个好人？是不是忘了当初我是怎么把你挂在锅上烤的了？”莱利没接话，只是在那儿偷偷乐。还没等金再多说两句，莱利一溜烟就跑没影了，一边跑还一边喊说：“从今天开始要拼命训练。”看着莱利跑远的背影，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这姑娘总算是有动力了。他随手划开系统面板，打算看看莱利的底子到底怎么样，毕竟光有斗志可不够。莱利现在才39级，想升到40级还差不少点数。金心里很清楚，光靠他现在的本事，想搞定那条大蛇根本不可能。既然等级暂时升不动，那就要从别的方面动动脑筋了。金翻出了一个叫不灭之火的精华，这玩意儿虽然等级不高，但正好能派上大用场。关键是这东西便宜，而且属性刚好克制，效果直接翻倍。只要把这东西装上，莱利的实力绝对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莱利是真信了金的那套鬼话，觉得自己体内藏着惊人的天赋。可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却开始犯嘀咕了。要是直接把这种外挂级的力量塞给一个这么努力的人，那他以前流的那些汗水，不就显得跟笑话一样吗？金挠了挠头，这事儿确实有点难办，到底该怎么跟他解释呢？
看着莱利跑远的背影，金只能在心里自我安慰，就算以后他发现了真相，应该也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吧。金想起主人曾经提过，当初有一群后裔为了寻求救赎，特意唤醒了沉睡中的他。杜尔根琢磨了一下，这事儿恐怕和诺克顿王国脱不了干系。杜尔根接着说，那个国家被侵略后已经快撑不住了，听说他们正打算唤醒古代皇帝留下的力量。金一听就对上号了，这股力量肯定就是卡利努斯。可杜尔根还是想不通，既然是为了救国，那主人为什么会出现在离王国这么远的地方？杜尔根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，在火山那边的东部平原上有个非常神秘的祭坛，卡利努斯可能就是在那被召唤出来的。金本来想顺路过去看看，毕竟那地方就在去王国的路上，但他转念一想，现在去那儿恐怕不是什么好主意。杜尔根接着解释，这祭坛的事儿他也只是听祖辈提过，具体在哪谁也说不准。据说的通过地底隧道才能进去，但在那么大一片平原上找个洞口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他劝金还是赶紧动身去诺克顿王国吧。金推门走了出来，就在他踏出房门的一刻，耳边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：新手教程到此结束。金这心里正犯嘀咕呢，忙活了半天，怎么连个服务费都没见着？他赶紧换出任务面板瞧瞧，系统这回是玩真的了。提示说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，主线目标很明确，得去诺克顿王国把那个召唤师揪出来。塞博拉斯心里直打鼓，万一主人真不回来了呢？金倒是稳如泰山，他说这事儿肯定没完，毕竟任务还没交代清楚，哪有主角半路杀青的道理。话音刚落，半空中突然传来一声猫叫，这声音听着可太耳熟了。两人猛地抬头，就看见卡利努斯正稳稳当当地趴在那个高耸的石柱尖上。这下可把塞博拉斯乐坏了，大喊着主人回来了。看来接下来的路总算不用一个人硬扛了。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，他还以为这尊大佛真不打算回来了。金对着眼前的卡利努斯一顿埋怨，说好的要保护大家对付巨蛇，结果招呼都不打就完失踪，这换谁不急。卡利努斯这一回来，直接给了金一个沉重的问候，这一下差点没把金给撞散架。卡利努斯也很纳闷，他说自己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，记忆就像断层了一样。金本来还以为他是出去打猎了，现在看来这中间肯定出了什么岔子。卡利努斯只觉得刚才像是消失了一瞬间，直到重新看见金，他才总算找回了点安全感。金这下可逮着机会了，说您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这日子过得可太难了。卡利努斯倒也爽快，让他把这段时间的烂摊子一五一十全给交代清楚。金这嘴简直是开了光，把刚才对付巨蛇的事儿吹得那叫一个惊心动魄，说自己是在千万分之一的机会里才勉强保住了大家的命。这番话听得卡利努斯心里热乎乎的，甚至还主动凑过去蹭了蹭金。金一看这招奏效了，赶紧趁热打铁，说自己不仅搞定了巨蛇，还顺带拿下了部落首领的信任。就在这时，系统面板刷的一下跳了出来，提示卡利努斯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，直接到账了500点服务费。这波操作简直是名利双收。金心里这下更有底了，他一边道谢一边开始铺垫，说以后要是主人不在身边，自己也得有足够的实力去处理麻烦，所以这经费的事儿是不是得再商量商量？卡利努斯现在对他那是100%信任，觉得金考虑的确实周到，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看来这回金是彻底把这尊大佛给忽悠住了。离别的日子总算到了，莱利正跟家里人依依不舍，这一走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了。部落的兽人们也全出来了，他们对着卡利努斯齐声发誓，说以后肯定会追随这位大神的脚步，绝不辜负这份恩情。首领拉着金的手说，这份救命的恩情他们这辈子都忘不了。金这回算是彻底成了部落的英雄。金正准备带着卡利努斯开溜，结果一转头，莱利竟然背着行李跟了上来，这动作也太自然了吧。金这下纳闷了，这姑娘怎么跟得这么理所当然？莱利笑着说，听说执事你要去东边，正好我也顺路。金问他到底打算去哪，莱利倒是挺有志气，说他要去王都自荐当女仆。看来这一路上是少不了这个热闹的跟班了。金这会儿正琢磨着接下来的路，卡利努斯倒是挺好奇，问莱利是不是很中意这身衣服。莱利笑着点点头，说既然成了大人的部下，那肯定的穿得像样点。穿过这片林子，金觉得不能再这么慢悠悠晃下去了。他跟卡利努斯商量，得找个最快的法子赶到诺克顿王国。卡利努斯也正有此意，问他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。这时候，卡利努斯头顶上的塞博拉斯跳了出来，他在那手舞足蹈的确认，是不是只要帮了忙就能直接去那片甘蔗林。金赶紧给他吃定心丸，说地图都查好了，跟着走准没错。金心里其实也清楚，这小家伙的性子一旦新鲜劲儿过了，想让他再出力可就难了。金心里正盘算着怎么才能让卡利努斯乖乖听话，看来这回得使点手段了。塞博拉斯倒是挺积极，喊着看我的，唰的一下就冲了出去。结果尴尬了，卡利努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这小家伙跑了半天，发现身后连个影都没有。卡利努斯这眼神明显是把对方当成了傻子，他甚至怀疑这小东西是不是吃坏肚子了。金一看这情况，赶紧出声拦住，毕竟这位可是曾经的皇帝，哪见过这种阵仗。这塞博拉斯也是拼了，在那儿又是做鬼脸又是喷火，结果卡利努斯根本不吃这一套，还冷冷的夸他胆子挺大。这下可把小家伙急坏了，他本想使个激将法，谁知道卡利努斯突然翻脸，直接把他当成了磨牙棒，这哪是帮忙啊，简直是大型翻车现场。莱利在旁边看得直发愁，照这个进度，猴年马月才能到甘蔗林。
金倒是淡定的很，说既然这招不管用，那就换个更直接的法子。他随手划开系统界面，打算把所有部下都叫出来。这阵仗一摆开，接下来的路可就有意思了。金这动作快得让人看不清，直接把闹腾的小家伙给收了。莱利在旁边都看傻了，问他这是要干什么。金也是没办法，卡利努斯现在这副样子，摆明了是要罢工，再不想点招，这辈子都别想走出这片林子。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只能来硬的了。金打算亲自上阵，先把这大块头的负担减到最小。谁能想到，金居然直接翻身骑到了卡利努斯背上，这胆子也是没谁了。毕竟这位爷以前可是当皇帝的。金还挺客气，问人家骑着舒不舒服。卡利努斯冷哼一声，说身体倒是没啥感觉，就是这心里头憋屈的很。金先给这位曾经的皇帝道了个歉，说现在也是没办法，只能委屈他先忍一忍了。卡利努斯倒是挺配合，说忍一忍没问题，但他好奇这路该怎么走。金让他就像平时巡视领地一样，只管大步往前迈，等到了岔路口，自己自然会告诉他往哪拐。卡利努斯冷哼一声，说那我就看你表现了。这一迈步动静可真不小，莱利在后面看得直拍手，喊着终于动起来了。金坐在上面才发现，这大块头哪怕只是随便走走，那速度也快得惊人。可还没等他稳住身形，卡利努斯突然一个加速，这下麻烦了，金差点没被直接甩出去。卡利努斯这一跑起来，简直像阵狂风。莱利在后面嗓子都喊哑了，说主人你跑反了。结果这大块头根本不听，一头扎进林子里，激起漫天的尘土。这下可彻底乱套了。等动静停下来一看，卡利努斯倒是挺悠哉，嘴里还叼着只刚抓的猎物。可怜的金被甩飞出老远，趴在地上半天没缓过劲来。卡利努斯一边嚼着猎物，一边还挺有理，问金既然能召唤，干嘛不自己先过去，再把他叫过去不就要了？金这会儿也是头大，说刚才那一通乱跑，连系统通知都发不出去了。这林子大的没边，万一真走散了，这辈子可能都见不着面了。他现在是真没招了，只能盯着系统界面发愁。就在这时候，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个新提示。这系统提示来的真是时候，上面写着，要是主人太难搞不听话，可以直接开启缩小模式，只要花点点数就能把他揣兜里带走。金这下可乐坏了，趴在地上大喊救星到了。卡利努斯还一脸懵，问这执事又在发什么疯。金二话不说，直接点开了缩小窗口。卡利努斯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被一团蓝光给包圆了。随着一声闷响，原地炸开一团白烟，这动静可不小。等烟雾散去，刚才那头威风凛凛的巨兽居然缩成了一个小毛球。卡利努斯低头看了看自己，整个人都傻了，憋了半天，最后竟然只憋出一声软绵绵的猫叫。卡利努斯这下彻底懵了，看着周围这参天大树，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大了。金凑近一瞧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闹了半天，你原来真是一只猫啊！既然大块头指望不上了，金赶紧换出系统界面，打算弄皮野马来代步。虽然一个人赶路最快，但看着怀里这小毛球，金还是决定带上他一起走。金这办事效率确实高，转眼就弄来一辆马车，带着大家伙儿出发了。他一边稳稳地赶着车，一边回头打听大伙儿坐着还习惯吗？莱利这会儿正美呢，直夸这车坐着真舒服。就连缩成一团的卡利努斯也难得没再发脾气，这下总算能安稳上路了。阳光这么好，只要不出什么岔子，这趟旅程应该挺顺当。马车跑了一路，总算到了地方。金拉紧缰绳，这趟长途跋涉总算告一段落。车厢里，卡利努斯倒是挺精神，塞博拉斯还在那儿呼呼大睡。金在外面喊了一嗓子：“塞博拉斯，咱们到了！”这一觉睡得可真够沉。塞博拉斯刚跳下车，就被眼前的景色镇住了，满眼都是绿油油的竹林，这地方简直就是天堂啊！金笑着摆了摆手：“塞博拉斯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”塞博拉斯一眼就看穿了，你这分明是甩掉了包袱，觉得解脱了吧？金赶紧捂着脸开始装深情：“塞博拉斯，你一定要保重啊！”塞博拉斯可不吃这一套，行了，别演了。他两手一插，当初说好带我来甘蔗地，还答应帮我找个漂亮媳妇呢。金这下彻底断片了，我有说过这种话吗？还没等两人扯清楚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惨叫：“救命啊！这荒郊野岭的，看来又有麻烦找上门了。”这荒郊野岭的，天上的老鹰正盯着地上的猎物，可塞博拉斯压根没心思管这些。他这会儿眼睛都直了，刚才那声惨叫听在他耳朵里简直像天籁，看他这满脸桃花的样子，估计是真瞧见心心念念的漂亮媳妇了。莱利在后头喊着让他小心，金也乐得清静，直接挥手跟这小家伙告别，这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塞博拉斯这一走，马车边上总算清静了。莱利抱着卡利努斯还有点舍不得，毕竟那小家伙虽然闹腾，但也确实是个开心果。金倒是挺干脆，既然人各有志，那就各奔前程吧。不过这长途跋涉确实费劲，卡利努斯提议先歇口气再走。金还以为主人转性了，知道心疼人了，结果下一秒就露了馅。搞了半天，他是肚子里的馋虫闹革命了。上次吃了鱼，这次非要换个口味，点名要吃肉。既然要吃，那就要露一手。金直接开启了执事技能，打算现场做点好吃的。可这翻开背包一看，里面竟然塞着蛇王肉，这稀罕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时候弄到手的？看着这块难得的蛇王肉，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既然肉质这么香，那就按烤鳗鱼的法子来料理。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只要系统一点头，顶级大厨的架势立马摆开，各种调料工具直接一键下单。就在这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猫叫，这动静听者实在太耳熟了，这不就是皮猪平时讨饭吃的动静吗？这小家伙只要一饿，叫得比谁都响。可惜现在隔着一个世界，要是皮猪也能登陆进来，这顿大餐肯定少不了他的份。
金一边准备调料一边感慨，这游戏最绝的地方就是能尝到现实里根本碰不着的美味。可惜皮猪不在，金叹了口气，要是那小家伙第一次吃辣，估计会被这位倒吓一跳吧。要是能带着宠物在异世界一边吃大餐一边到处玩，那日子才叫一个美。金越想越觉得遗憾，怎么就没人开发这种治愈系游戏呢？就在金这边忙着做饭的时候，另一边的竹林里气氛可就没这么温馨了。刚才那只老鹰还没死心，直接一个俯冲就扎了下来。塞博拉斯这会儿哪还有心思找媳妇，命都快保不住了。谁能想到这小家伙还有2把刷子，眼看老鹰扑过来，塞博拉斯直接甩出一道火环，这招要是中了，老鹰非要变成烤家禽不可。可惜这扁毛畜生反应太快，一个侧身就躲了过去，这下彻底把对方惹毛了。老鹰在空中一个盘旋，对准地上的小肉球就扎了下来。塞博拉斯这下真慌了，媳妇还没找着，自己倒成了别人的盘中餐。他撒开短腿，拼命往林子深处钻，只要慢上1秒，这小命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谁能想到这小家伙关键时刻还真能爆中，这一招火焰屏障甩出去，直接把那只老鹰烧成了秃毛鸡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扁毛畜生，这会儿只剩下逃命的份了，连滚带爬的摔进林子里，估计这辈子都不敢再打这儿的主意。塞博拉斯这波英雄救美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，被救的小家伙赶紧凑上来，连声说着谢谢。塞博拉斯这会儿倒挺绅士，赶紧问人家有没有受伤，对方摇了摇头，说自己只是受了点惊吓。看这架势，塞博拉斯这趟出门还真让他撞上了大运。刚才那场恶战估计把这小姑娘累坏了，这不话还没说完，直接就倒了过来。塞博拉斯哪见过这阵仗，整只鼠都僵在了原地。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林子里突然传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听这动静来的人还不少。2个拿着竹竿的同类急匆匆地冲了出来，看这架势，明显是家里人找过来了。特里亚赶紧打招呼，说自己没事，还特意指了指旁边的塞博拉斯，说多亏了这位救命恩人。这下好了，塞博拉斯这波好感度算是彻底拉满了。特里亚的家人拉着他谢个不停，说多亏了他救了家里的小妹。塞博拉斯这会儿倒是挺有派头，摆摆手说大家都是同类，这种事儿哪能见死不救。特里亚在旁边小声问了一句，还没请教英雄叫什么名字，就这一句话直接让塞博拉斯整只鼠都飘了。谁能想到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他脑子里的进度条已经拉满了，从特里亚穿上婚纱到2人成家立业，甚至连以后生一窝小耗子在院子里满地爬的画面都有了。这还没完，他连以后老了怎么过日子都已经在脑子里排练了一遍，这哪是问个名字啊，这简直是把一辈子都交代出去了。塞博拉斯这脑洞开的确实有点大，连以后老了合葬的目的都选好了，只要留在这儿就能过上那种梦寐以求的安稳日子。可是这胸口突然烧起来的热血让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，关键时刻他还是没忘了自己到底是谁。他大声宣布，我的名字是塞博拉斯，是黑暗化身卡利努斯大人的部下。说完这句中二感爆棚的话，他头也不回的跑了，留下特里亚一家在风中凌乱。这名自听者就挺烫嘴，什么黑暗化身更是听都没听过。这赶路赶累了，正好找个草地歇歇脚。金这回可是拿出了看家本领，整了一桌子好菜。金指着这盘滋滋冒油的烤鳗鱼说，这是我家乡那边的特色。卡利努斯在旁边早就馋得喵喵叫了，这香味儿谁受得了啊？看这么多菜一个人也吃不完，金干脆招呼莱利一起动筷子，莱利倒也听话，乖乖坐下等着开饭。这吃法还有讲究，得拿生菜叶子垫底，放上米饭和刚烤好的鳗鱼。金说这叫包饭，一口下去那才叫一个地道。金顺手包了一个大的，递到卡利努斯嘴边，来，张嘴尝尝，这小家伙今天可算是有口福了。金赶紧一大口塞给了自己，一边嚼一边感叹，果然这包饭就要这么吃才够味儿。这一顿饭吃完，莱利整个人都彻底服了，直呼跟着金魂果然有肉吃。金倒是没揽功，提醒他这顿饭是托了主人的福，要谢就要谢卡利努斯。可莱利这一转头，心里顿时泛起了嘀咕，卡利努斯这副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在享受啊。金赶紧在旁边打圆场，说大家伙儿都误会了，这其实是卡利努斯吃爽了的表现，这要是换个不熟的人来，估计早就吓得跑路了。这肉一入口，咸甜交织的味道直接在嘴里炸开，外皮焦脆，里面全是扎实的肉香。看卡利努斯这吃相，就知道这顿饭是真把他给香迷糊了。金在旁边看着也挺自豪，毕竟伺候好了这位主子，系统奖励的小费那是蹭蹭往上涨。就在大家伙消食的时候，旁边的竹林里突然传来了动静，还好那个小家伙还没走远，原来是塞博拉斯又折回来了。这粉嘟嘟的小东西一露面就显得特别有礼貌，他一路小跑回到营地，对着卡利努斯就是一顿拜，说是特意回来给主人请安的。金在旁边忍不住想逗逗他，问他刚才带走的那只漂亮小老鼠呢？怎么这会儿就剩他一个了？难不成是刚脱单就被甩了？塞博拉斯这回是真豁出去了，他说在漂亮妹子和卡利努斯大人之间，他果断选择了追随强者。这小家伙野心还不小，觉得只要跟着黑暗化身魂，以后肯定能光宗耀祖。金听完却直接泼了盆冷水，说现在还不能带他走。塞博拉斯这下彻底急了，连声追问到底是为什么。金也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，毕竟马上就要离开凤凰领地了，外面的怪物等级一个比一个高，带上他纯粹就是让他去送死。谁知道塞博拉斯根本不虚，拍着胸脯说这事儿好办，只要变得比现在更强不就行了。
他可不想一辈子当个井底之蛙，哪怕外面再危险，他也铁了心要跟着大家伙去闯荡。金正跟赛博拉斯聊着呢，结果竹林里唰的一下钻出来几个灰头土脸的小家伙。赛博拉斯也有点懵，心说这帮同族怎么追到这来了？特里亚一开口，声音里全是委屈，说天上的老鹰天天盯着他们，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。赛博拉斯这下有点尴尬，刚才还在那吹牛要当强者，现在家里人就跑来求救了。对方也是走投无路了，想让赛博拉斯带人去把老鹰给端了，不然他们连门都不敢出。金在旁边听着听着，心里突然有了个主意，他正愁找不到那个隐蔽的祭坛入口，这帮天天在地下打洞的小家伙，不就是现成的向导吗？金看着这群不速之客，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嗒响。他问这帮小家伙能不能带路去找平原底下的地道。特里亚带头的仓鼠倒也爽快，说地道就是他们的命根子，只要金能帮他们把天上的麻烦解决了，带路这种小事绝对没问题。这笔交易还没谈完，天上的阴影就压下来了。那群老鹰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在他们眼里，地面上的全是移动的灵石。赛博拉斯正带着同族在草地上狂奔，可天上的死神已经死死锁住了他们，这下想不帮忙都不行了。这群扁毛畜生看准了机会就开始往下扎，这速度，地上的小家伙们根本躲不开。赛博拉斯嗓子都喊哑了，眼看就要变成老鹰的下午茶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莱利终于动了。谁能想到，平时温温柔柔的莱利，动起手来竟然这么狠。这一刀下去，天上的霸主直接成了烤小鸟。莱利这身手真不是盖的，两把短刀舞得飞起，这帮老鹰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全成了他的经验包。赛博拉斯也不甘示弱，这小家伙发起火来，直接把天上的扁毛畜生全变成了落地火球。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鹰群，现在全躺在地上冒烟了，这哪是来捕猎的，简直是排着队送快递。这一仗打下来，莱利和赛博拉斯都升了级，这波经验赚的是真稳。这仗刚打完，还没等金开口提带路的事，这气氛唰的一下就变了。特里亚眼巴巴的看着赛博拉斯大人，你能留下来陪我们吗？这突如其来的表白把赛博拉斯整得都不好意思了，他支支吾吾地说，虽然咱们才刚认识，但我这心里确实有点放不下你。金和莱利这俩人更绝，正事不干，直接在旁边当起了吃瓜群众，连爆米花都准备好了。结果呢，赛博拉斯还是个事业脑，他狠下心转过头，说自己还有更重要的路要走，要是能晚点遇见该多好。刚才那出苦情戏还没演完，那只小老鼠还在那深情告白，结果金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一句话把气氛全毁了。他问这帮小家伙知不知道召唤祭坛的隧道在哪？这帮死里逃生的小老鼠现在看金就像看救命恩人，二话不说就要带路。特里亚还在那犯嘀咕，本来还想求赛博拉斯留下来保卫村子，结果发现全是自己想多了，人家压根没打算久留。穿过这片林子，一个石头堆出来的洞口就到了。小老鼠们指着里面说，穿过去就是祭坛，他们只能送到这儿了。金和莱利挥手告别，这波带路党算是功成身退。接下来这黑漆漆的洞里还不知道藏着什么麻烦。金蹲下身子，难得一脸严肃地看着赛博拉斯，他说，既然已经做了决定，那咱们就要摊开来谈谈正事了。金直接把话挑明了，之前让你去当诱饵吸引火力，那是为了配合我的战术，好让我能一招制敌。金问他，你以后还想继续干这种随时可能丢命的活吗？赛博拉斯一听这话，整只鼠都不好了，他觉得金这是在嫌弃他，打算把他给踢出队伍。莱利也看不下去了，他劝金别这么冷淡，好歹再给这小家伙一个机会。金摇了摇头，他不是想赶谁走，只是不想强迫赛博拉斯去做那些让他害怕的事情。这下麻烦了，两边的心思完全没对上。金这下算是看明白了，本来想给点奖励好聚好散，谁知道这小家伙竟然上赶着要留下来当随从。但金的丑话得说在前头，想留下来那就要脱胎换骨，不管是胆量还是本事，都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他最后死死盯着这小家伙，问他到底行不行。赛博拉斯这回是真豁出去了，他大声表态，只要能留下，拼了命也要试一试。金把大家集合到一起，直接宣布训练开始，还给莱利和赛博拉斯安了个实习生的新身份。这下谁都懵了，金可不管这些，提前打好预防针，说今天的练习强度一般人绝对扛不住。金突然这一嗓子把赛博拉斯吓得够呛，他下意识就顶了一，结果这下麻烦了，金直接拿出了上司的架势，一个吊车尾的居然敢这么跟长官说话。赛博拉斯这下彻底乱了阵脚，什么吊车尾，什么上司，这到底是在演哪一出？金这回是动真格的了，他冷着脸宣布，训练期间说话必须带敬语，想继续跟着卡利姆斯魂就要按他的规矩来。赛博拉斯哪受过这种气，他急得直跳脚，凭什么说他是吊车尾？这还没开始练呢，怎么就被看扁了？金可不吃这一套，他指着旁边的莱利说，你跟人家比确实差远了，连最基本的说话习惯都改不掉，干脆别练了，直接卷铺盖回你的熔岩区去。这下赛博拉斯彻底慌了，他为了留下来，连最爱的甘蔗和对象都放弃了，要是现在被赶回去，那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。没办法，他只能低头认错，保证以后绝对听话。金这才稍微缓和了语气，他这么做其实是有原因的，为了接下来的战术训练，他必须建立绝对的权威，从现在起，他就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。金再次强调，训练期间必须绝对服从，听明白了吗？莱利倒是挺兴奋，举着手大喊，这肯定是个好经验，简直就像在参军一样。这态度让金很满意，直夸他有优秀学员的潜质。
旁边的塞博拉斯气得直翻白眼，金可没空理他，直接宣布了今天的3大目标：第一是让主人感兴趣，第二是提升胆量，第三是学会团队配合。金盯着塞博拉斯说：“今天的表现决定了我是你的天使还是恶魔，听懂了吗？”塞博拉斯吓得赶紧立正大喊：“听懂了！”第一项训练马上开始，就是让主人对塞博拉斯产生兴趣。塞博拉斯在那儿拼命表现，结果呢？金看了看旁边的卡利努斯，发现小家伙已经看腻了。不过好在他对塞博拉斯身上的火苗似乎还没完全失去兴趣。卡利努斯盯着那团火，心里早就按捺不住了。金拍着胸脯保证，今天绝对会让他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塞博拉斯。全员各就各位，塞博拉斯在那儿拼命壮胆。现在的卡利努斯大人变小了，根本没什么好怕的。金一声令下，训练正式拉开序幕。塞博拉斯全身冒起火，带头冲锋。金在后面大声指挥，今天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陪主人玩个痛快。金这招叫欲擒故纵，他叮嘱塞博拉斯要让卡利努斯觉得马上能抓到，但每次都得差那么一点点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点燃卡利努斯的狩猎。卡利努斯果然上钩了，盯着那团跳动的火球，一个猛子就扑了上去。这回他是真玩上头了。卡利努斯这一下扑得真准，直接把塞博拉斯按在了地上。莱利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大喊一声：“抓住了！”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金叮嘱塞博拉斯，现在的好好演一个败将，让主人彻底享受征服的快感。塞博拉斯也是豁出去了，在那儿又是惨叫又是打滚，这演技不去拿个奖真是可惜了。金看火候差不多了，赶紧示意进入最后阶段。塞博拉斯忍着痛，把准备好的生菜递了过去，这就是给胜利者的最高奖赏。卡利努斯显然被哄得很开心，抱着生菜啃得那叫一个香。看着卡利努斯满意的样子，金总算松了口气，这第一阶段的训练算是圆满完成了。第一阶段总算搞定了，塞博拉斯躺在餐盘里，这回是真累够呛。金可没打算让他休息，直接宣布第2项训练开始。这回练的是胆量，要求只有一个，面对攻击绝对不能躲，直到对方精准命中目标为止。金大声问塞博拉斯准备好了吗？这家伙还挺硬气，像个士兵一样，敬礼大喊没问题。结果下一秒，卡利努斯直接现了原形，那巨大的爪子拍下来，简直像座山塌了一样。塞博拉斯吓得魂都飞了，这一爪子下去，地面都跟着颤了3颤。这哪是训练，这简直是在玩命啊！金看着盘子里抖成筛子的塞博拉斯，还假惺惺地问了一句：“感觉怎么样？还能坚持吗？”塞博拉斯这回是真崩溃了，他大声抗议：“这根本不是坚持不坚持的问题，这简直太吓人了！”结果金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他说：“现在觉得怕，是因为挨揍挨的还不够多，等被拍上一整天，自然就习惯了。”塞博拉斯听得心都凉了，他盯着金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你这家伙难道是魔鬼吗？”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卡利努斯那巨大的爪子已经再次抡了起来。紧接着就是一阵地动山摇，卡利努斯根本没打算留情，一掌接一掌的拍下去，这频率简直是不给活路啊！这一通乱拍，直接从黑夜拍到了天亮。谁能想到塞博拉斯这小家伙居然真的被拍出了迷之自信，他大喊一声：“我现在一点都不怕了，放马过来吧！”结果话音刚落，又是一记重锤。等到了第2天，这魔鬼训练终于告一段落。金看着已经脱胎换骨的塞博拉斯，宣布了最后一项任务，接下来是团队合作训练。这回他和莱利都要亲自下场了。金直接抛出了作战计划，要把塞博拉斯扔出去当诱饵，用来吸引卡利努斯的火力。莱利有点纳闷，咱们真的有必要这么干吗？只要敌人一露头，主人不就会直接冲上去吗？金摇了摇头，这回咱们假设的对手个头比卡利努斯还要大，毕竟卡利努斯本质上是只猫，遇到体型压制太厉害的对手，他很可能会选择躲开。塞博拉斯一听直接炸毛了，难道还有比凤凰更夸张的家伙？金一脸淡定地告诉他，那只是个开始，外面的怪物多的是。塞博拉斯这下彻底傻眼了，难道咱们以后还得跟那种怪物硬碰硬？金指了指前面的祭坛，那里的守护者个个都是又大又猛的狠色。莱利这下听明白了，所以在主人发现大块头之前，先分散他的注意力。金点了点头，没错，这才是团队配合的关键。金指着远处的巨石说，这次训练的关键就是得让卡利努斯彻底破防，让他那一拳下去能把那块大石头砸个稀碎。塞博拉斯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只是胆子也太大了。金接着解释，卡利努斯越想抓到目标，出的拳就会越重。塞博拉斯问，那咱们干啥？卡利努斯倒是挺积极，说他负责去把卡利努斯惹毛。莱利一把拎起卡利努斯，看来这诱饵是当定了。金一声令下，全员各就各位。塞博拉斯这回也是拼了，全身直接冒起了火。随着金的一声开始，这场疯狂的团队训练正式拉开了序幕。训练一拉开序幕，金直接把塞博拉斯当成火球，甩手就扔了出去。莱利在另一头稳稳接住，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卡利努斯也没闲着，在旁边疯狂走位接应。金大喊一声，这边！整个训练场瞬间热闹了起来。谁能想到这几个家伙居然把塞博拉斯当成了传球，玩起了极限拉扯，这配合简直绝了。金反手接住飞来的火球，动作那叫一个利索。眼看时机成熟，金扯开嗓子大喊一声，塞博拉斯，今天就决定是你了。这一记全雷打，塞博拉斯直接化身流星，跟着目标就砸了过去，落地瞬间火光四溅，这哪是训练啊，简直是人形自走炮架。卡利努斯也没闲着，紧跟在后面疯狂补位，这下卡利努斯想不注意都难了。金死死盯着前方，这可是最关键的一步。他猛地按下启动键，大喊一声，就是现在！
塞博拉斯这小家伙正稳稳地待在巨石阵中心，他这回是真豁出去了，就等着大鱼上钩。卡利努斯果然被彻底激怒，整只兽带着雷霆万钧的气势，对着目标就是一记重锤。这一下要是砸实了，那块大石头还能剩下渣吗？刚才那波训练只是热身，金带着大家伙正往场地深处走呢。莱利和卡利努斯紧紧跟着，塞博拉斯这小家伙跑在最前面带路，穿过这片草地。眼前这地方可不简单，一座巨大的石阵遗迹就这么横在大家面前。金停下了脚步，这地方一看就透着股不寻常，接下来的挑战恐怕比刚才还要硬核。金这一路紧赶慢赶，塞博拉斯也迈着小短腿跟在后头，看这架势，肯定是在找什么要紧的东西。莱利正举着卡利努斯站在祭坛中间，他好奇地问：“执事，你在找什么呢？”金这会儿正发愁，说自己正满地找开启祭坛的钥匙，结果忙活了半天，连个影子都没见着。这事儿确实有点奇怪。金原本以为只要主人站上祭坛，这机关就能自动开启。既然没反应，金打算换个法子试试。他让莱利把卡利努斯递过来，看来这祭坛还没那么容易搞定。金接过卡利努斯，直接来了个狮子王似的举高高。本以为换个高度就能触发机关，结果祭坛还是稳如泰山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塞博拉斯在旁边都看乐了，调侃金是不是找不出办法，急得脑子都短路了。金这会儿也没了脾气，只能尴尬的承认确实没招了。看塞博拉斯现在这么客气，金还真有点不习惯，让他说话像以前那样随便点。结果这小家伙态度坚决，非要把金当成正儿八经的上司。这魔物的等级观念一旦转过弯来，确实比谁都讲究。金这下也只能由着他去了。不过塞博拉斯接下来的话倒是点醒了所有人，既然这祭坛是给主人准备的，那会不会是因为卡利努斯现在太小了？要是让卡利努斯变回原形，这事儿是不是就有戏了？金一拍脑门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塞博拉斯这一提醒，确实是点醒了梦中人。说干就干，随着砰的一声，卡利努斯直接变回了原形。这巨大的身躯往祭坛上一站，气场一下子就不一样了。果然，周围的石柱开始嗡嗡作响，沉睡的符文全亮了。这动静一看就是找对路子了。紧接着，祭坛中心唰的一下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蓝色漩涡，这传送门总算是开了。金总算松了口气，看来这祭坛也是个看人下菜碟的主。卡利努斯变小的时候，身上的气息全被藏起来了，难怪刚才怎么是都没反应。现在大门已经敞开，真正的挑战恐怕才刚刚开始。传送门这会儿是彻底开了，可还没等金他们往里走，对面竟然先有了动静。一只锃亮的皮鞋就这么从蓝光里跨了出来，这出来的居然是个大活人，看着身板和打扮，竟然也是个执事，但这腹背侵蚀的模样，明显是出了大问题。金在一旁看得真切，这家伙绝对不是什么守卫，更像是被某种力量给控制了。就在气氛降到冰点的时候，卡利努斯低声喊出了一个名字：芬里尔。这下事情可真变复杂了。看到这不速之客，莱利下意识就要动手，金赶紧伸手拦住了他。莱利，先等等，这家伙看着不像来打架的。果然，对方并没有拔剑相向，而是直接把剑往地上一插，当场跪了下去。这一跪，把在场的人都给整不会了。芬里尔低着头，语气里全是敬畏。我的主人，暗黑之地的统治者，3届的第1位皇帝。卡利努斯就这么盯着他。芬里尔接着感叹：1000年没见了，您竟然还没陷入沉睡。原来这位不是什么刺客，而是卡利努斯当年的老部下。这跨越1000年的重逢，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芬里尔低着头问：您难道忘了当初的嘱托，让我守住您那份被封印的力量？卡利努斯却一脸茫然：太久了，我真记不清了。这话一出口，芬里尔突然开始发狂，喉咙里传出阵阵野兽的低吼。金和莱利在一旁都看懵了，这哪是叙旧，这分明是要出大事。芬里尔的身体开始剧烈膨胀，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，这股被封印了1000年的力量现在彻底失控了。卡利努斯冷冷地看着他：你看起来快撑不住了。芬里尔痛苦的低吼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彻底失控。金在一旁冷静地分析：既然找到了这个隐秘的地方，正好能从他嘴里挖点情报。但这人现在的状态就像个随时会炸的定时炸弹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必须赶紧问出有用的东西，然后彻底解决掉这个隐患。画面一转，一段尘封的往事被揭开了。芬里尔一脸凝重地问：听说塞伦提姆那边打过来了，咱们一直相安无事，到底出什么岔子了？卡利努斯怒气冰冷：那些家伙又出现了。芬里尔愣了一下：难道是莫巴斯？卡利努斯点了点头：没错，自从塞伦提姆的王子被刺杀，这原本平静的日子就彻底到头了。芬里尔点点头：没错，就是莫巴斯在背后挑拨离间，这才把两边都卷进了战争。这仗打的那叫一个惨，后代们根本扛不住，因为对方找来了外援。戴面具的男人愣住了：玩家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就在塞伦提姆，一扇发光的传送门突然打开，异世界的大军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。这些家伙自称玩家，对当地人来说，他们就是移动的天灾。到底来了多少人？芬里尔伸出手指，足足有几十万。走投无路之下，后代们只能强行唤醒主人。可谁能想到，莫巴斯竟然想趁机夺走主人的力量。后代们终于看清了，这全是莫巴斯的阴谋。为了守住这份力量，双方直接在现场杠上了。就在主人的意识和能量被两边疯狂拉扯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的意外发生了。路边竟然溜达过来一只小猫，也就是皮猪。这下全乱套了。你敢信？主人的意识和全部力量唰的一下全钻进这只猫的身体里了。谁能想到，曾经威震天下的力量，最后竟然选了这么个载体？卡利努斯就这样诞生了。
那只小猫一下子变成了巨兽。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莫巴斯的精锐部队已经杀到了门口。这下麻烦大了，为了保住主人的力量，后代们只能让卡利努斯赶紧撤。幸好他们早就留了后手，直接启动了紧急逃生装置，打算把卡利努斯送往一个谁也猜不到的地方。他们把目标锁定了那些玩家，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，要给猫找个靠谱的归宿，就要找个会伺候猫的人。结果还真让他们找着一个名字就叫执事的玩家，没错，就是金。芬里尔把当年的真相全盘托出，原来为了保住主人的力量，他们孤注一掷，把卡利努斯送到了金的手。金听完出了一身冷汗，要是刚才冒冒失失直接冲向诺克顿，那跟送死没区别。芬里尔指了条明路，想夺回主人的身体，得先去黑夜森林和尖崖峡谷，那里的祭坛才是关键。金点点头，这波确实是运气好，要不是这帮后代选了他，这烂摊子谁也收拾不了。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那股力量彻底炸开了。芬里尔最后留下一句快跑，整个人就被紫色的火焰吞没了。这动静大得离谱，连地都在跟着打颤。莱利吓得大喊：“执事！”他的身体还在变大。金一看这架势，知道硬刚肯定没戏，赶紧招呼大家先往后退。原本就够吓人的卡利努斯，现在变得像座小山一样，这股压迫感简直要把周围的一切都撕碎。谁能想到，这祭坛还没到，真正的怪物就先现身了。这下麻烦真的大了。芬里尔彻底爆发了，这一声吼，连地基都给掀了。原本坚固的石柱，在他面前跟纸糊的一样，唰的一下全塌了。芬里尔彻底疯了，光是这一嗓子，周围的山石就开始崩塌。金带着莱利和塞博拉斯在乱石堆里拼命躲闪，这地方马上就要保不住了。金大喊一声，连锁闪电，他这是打算正面硬刚了。可对面的芬里尔也没闲着，嘴里那团紫黑色的能量，一看就不是闹着玩的。这一炮要是轰出来，谁都别想活命。这一炮下去，整个山头都被削平了。莱利急得不行，问金现在该怎么办。塞博拉斯也跟着大喊：“赶紧跑吧，再待下去命就真没了。”金盯着那团能量，发现芬里尔已经彻底失控，这种破坏力甚至比之前的巨鸟还要恐怖。刚才那一击要是冲着他们来，谁也活不了。几个人躲在石头后面观察，发现芬里尔虽然疯了，但好像还没被完全吞噬。他死守在祭坛上，一步也不肯挪，看着倒像是在忍受什么巨大的痛苦。他到底在守护什么？还是说这祭坛本身就是个陷阱？这大块头还在到处找人，金总算现身了。为了防止场面继续失控，金直接动了手，先把自家这位给变小了。这下总算能好好说话了。卡利努斯说，那边的怪物已经疼得彻底疯了。金问，那现在怎么搞？有办法让他停下来吗？卡利努斯倒是一点不虚，说只要让他跟自己正面刚就行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金也没犹豫，直接带着卡利努斯正面迎向了那个发疯的芬里尔。莱利和塞博拉斯急得直跳脚，拼命想拦住金，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。金根本没打算回头，抱着卡利努斯就往风暴中心闯。这阵仗，普通人连站都站不稳，迎面飞来一根断掉的石柱，这要是砸实了，人直接就要变肉饼。好在莱利在后方支援，一个护盾稳稳挡在前面，总算保住命了。金到了声线，终于站到了芬里尔面前。这畜生已经彻底丧失理智了，卡利努斯已经准备好了，能不能搞定这个大家伙，就看这一哆嗦了。芬里尔胸口开了个大洞，能量已经完全暴走了。金抱着卡利努斯，这下连退路都没了。芬里尔以前肯定也是个狠角色。画面一转，芬里尔看折倒下的巨兽，说他已经彻底没意识了，全是那个叫摩尔巴斯的家伙干的好事。卡利努斯还不死心，问这病到底能不能治。结果塞博拉斯沉默了半天，只憋出来一句话：没救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这塞博拉斯实在撑不住了，求着对方赶紧给他个痛快。卡利努斯叹了口气，答应会让他走得没那么难受，但这清醒的最后一刻必须得熬过去。回到这边，金已经把卡利努斯抱稳了，他轻声问了一句：可以开始了吗？眼前的芬里尔曾经也是个忠心耿耿的部下，谁能想到最后会变成这样？只希望这最后一击能带走他所有的痛苦。金喊了一声：莱利，塞博拉斯，两人立马打起精神。这最后的大戏终于要开场了。金一脸严肃，这次的目标是芬里尔的脑袋，必须一招制敌，这样他走的时候才不会有痛苦。机会只有一次，绝对不能失手。为了稳住局面，金直接动用了昨天的训练成果，他把所有点数全砸在了塞博拉斯身上。这下他的精神力直接拉满，就看这关键的一搏了。所有人迅速散开，把这头巨兽死死围在中间。金大喊一声：各就各位，别紧张，按昨天练的来就行。随着金一声令下，这最后的一战总算打响了。卡利努斯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，能不能成，全看这一下了。莱利急得大喊一声：金，这配合要是乱了，今天谁也别想活着回去。卡利努斯这小家伙速度快得根本看不清，他这是在找最佳切入点，只要能咬住芬里尔的破绽，这局就稳了一半。塞博拉斯现在就是个火球，金把他死死攥在手里，这可是他们最后的杀手锏，能不能翻盘，全看这一下了。金大喊一声：要开始了！这一招要是打不中，那可就真的没戏唱了。金使出浑身解数，大喊一声：火鼠射击！塞博拉斯这下真成了炮弹，带着满身火光，唰的一下飞了出去。这准头简直绝了，就像射箭正中红心一样。金看准时机，让塞博拉斯变回原形，这要是从内部炸开，那威力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。卡
卡利努斯这一记重击直接砸在了芬里尔的脑门上，这力道大的连地面都跟着晃了3晃。这头不可一世的巨兽终于扛不住了，唰的一下瘫倒在祭坛中心，彻底没了动静。莱利兴奋的大喊：“打中了！”巴特勒、金却没敢松劲，死死盯着那团烟雾。真的解决了吗？直到系统提示音响起来，大家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。芬里尔已经被彻底击败，这波操作不仅拿到了丰厚的报酬，连这片平原也成了金的领地。这下真的是赚翻了。金长舒一口气，这最难的一关总算是闯过来了。任务虽然搞定了，情报也顺利到手，但这气氛怎么看都不像是在庆祝。莱利在旁边纠结的不行，这种场面到底是该上去说2句好话，还是干脆闭嘴？金和莱利就这么静静看着，谁也没敢在这时候乱动。卡利努斯对着倒下的对手发出一声闷响，这胜负已分的滋味，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。胜负已分，对手一下子化作漫天光点，彻底消失在空气里。卡利努斯低声送别：“愿你安息，芬里尔。”金赶紧跑过来问：“主人，你还好吗？”卡利努斯看这空荡荡的战场，恐怕我还需要点时间才能缓过劲来。金在一旁看着，虽然很难对这些角色感同身受，但他们的悲伤全都是真的。面对一个正伤心的主人，只是到底该怎么安慰才对？就在金纠结的时候，卡利努斯突然转过身去，还顺手把尾巴给挪开了。这动作金可太熟了，这不就是球拍屁股的信号吗？甚至还跟着叫了一声。既然心情会影响身体状态，那这招说不定就是最好的安慰。虽然现在动手，卡利努斯大概率会翻脸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金把心一横，直接豁出去了。这一巴掌下去，卡利努斯整头兽都傻了，这执事到底在发什么疯？金理直气壮的解释：“你刚才那个动作明明就是在球拍屁股。”卡利努斯气得直哼哼：“我不是说了让我静静吗？别再碰我的身体了。”金犹豫了一下，难道真的要停手？不行，必须得找个完美的理由。他一边继续拍，一边念叨：“猫科动物做出这种行为，就是渴望得到关注。如果我现在无视你，你肯定会觉得受伤又焦虑。”卡利努斯简直要崩溃了。金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金完全不为所动。为了建立信任和羁绊，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卡利努斯发出一声哀鸣：“金，我的尊严全让你给毁了。”看着这一幕，旁边的莱利和塞博拉斯都沉默了。这执事的安慰方式确实有点让人没眼看。其实金心里清楚得很，拍屁股能刺激神经产生多巴胺，要能让主人心情变好，这点尊严丢了也就丢了吧。卡利努斯这一嗓子接一嗓子，听得金心里直犯难，这哪是在安慰啊，简直尴尬的让人没眼看。莱利在旁边看着也想帮忙：“金，需不需要我们搭把手？”塞博拉斯也跟着凑热闹：“我也能把主人摸舒服了。”金赶紧摆手拒绝：“你们去那边歇着吧，这种技术活还是的他这个专业执事来。”莱利小声问塞博拉斯：“刚才你是不是吓坏了？”塞博拉斯实话实说：“要不是金把我扔出去，我早就跑没影了。”就在这时候，塞博拉斯突然瞄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那堆乱石里怎么冒着蓝光？莱利也凑了过去，还真是，那到底是个什么宝贝？塞博拉斯胆子也大，直接一溜烟跑了过去，打算看个究竟。金这手就没停过，卡利努斯原本还在那儿闹别扭，结果这拍着拍着，心态竟然发生了变化。卡利努斯低声念道：“看着芬里尔死在面前，我当时真的彻底绝望了，除了帮他减轻痛苦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可没想到你这一通乱拍，硬是把我从那股情绪里拽了出来。谢谢你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”金一听这话，总算松了口气。只要您能振作起来，以后有什么不痛快，随时跟我说。不过这活儿是真累人。金甩了甩胳膊，心说这下总该够了吧？我这手都快拍断了。结果卡利努斯一回头，怎么，你这就打算停手了？金直接愣住了。啊，我看拍的也挺久了，这手确实有点吃不消。卡利努斯倒是一点不客气，能不能再多拍一会儿？金这下是真没招了。行吧，既然您都开口了，那咱们换个法子，要不您先变小点，这样我也能省点力气。卡利努斯也没废话，直接答应了。谁能想到堂堂巨兽卡利努斯竟然被拍屁股给拍上瘾了。卡利努斯还真听话，直接缩成了一只小猫的大小。金这下省劲多了，2只手轮流开弓，拍的那叫一个起劲。卡利努斯一边享受，一边聊起了正经事。以前那些玩家总觉得黑暗就是邪恶的代名词，为了所谓的正义，拼了命地去帮那个圣骑士金。可他一直看不惯这种设定，凭什么黑暗就一定是坏的？所以他特别好奇，金为什么要帮他这个邪恶化身。金倒也坦诚，他并不是在质疑什么，只是想把这背后的逻辑搞清楚。毕竟在这个世界，玩家们以前根本没得选，只能站在光明那一边。不过最近他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秘密，原来挑起光明与黑暗战争的，竟然是那些被称为混沌的生物。卡利努斯听到这儿，眼神一下子就变了。在玩家口中，那些家伙被叫做摩尔巴斯。这笔账，卡利努斯可一直记在心里。等他找回原本的身体，一定要让那些家伙血债血偿。就在2人聊得正投入时，旁边的塞博拉斯突然叫出了声，看来那堆乱石后面果然藏着什么了不得的东西。塞博拉斯在那堆乱石里还真刨出了个大家伙，他费劲地拖着一把重剑，一边喘气一边喊金。莱利赶紧过去帮忙，把这把剑带到了金面前，说是在崩塌的石柱缝里发现的。金正抱着变小的卡利努斯，看到这把剑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卡利努斯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把剑叫贝尔哈特，曾经是他亲手赐给王宫总管的佩剑。自从芬里尔离开后，这把剑就成了无主之物。卡利努斯当场拍板：“金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贝尔哈特的新主人了。”莱利恭恭敬敬地把剑递了上去，金接过这把沉甸甸的重剑，心里那叫一个美。这下
不仅实力大增，连装备都直接拉满了。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装备。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，这把传说中的名剑终于再次找到了归宿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神秘的黑色面板突然跳了出来，上面竟然还挂着一把锁。随着系统的一声脆响，金的武器栏终于解锁了。这把名为贝尔哈特的单手剑，不仅是执事职业的专属武器，还附带了强力的月光特效。金随手挥舞了几下，这手感简直绝了。之前只能在旁边干看着，现在总算有了能正面硬刚的本钱。莱利和塞博拉斯都看呆了，这身手乃像个刚拿剑的新手。就连卡利努斯都忍不住夸了一句：“动作挺利索呀！”既然装备已经到手，这地方也没必要久留了。金一行人从新启程，马车摇摇晃晃地穿过树林，朝着下一个目的地进发。卡利努斯趴在金腿上，虽然变小了，但那股威严劲儿一点没减。他现在最关心的是金接下来的打算，毕竟这执事的每一步棋都可能改变整个局势。既然卡利努斯问到了，金心里早就有数了。芬里尔大人之前交代过，得去暗夜森林和尖崖峡谷找祭坛，这可是接下来的重头戏。离咱们最近的是暗夜森林，就在格拉克和凯莱瓦隆的边境线上。不过这种地方可不能瞎闯。稳妥起见，金决定先去格拉克的首都，毕竟情报才是硬道理，先摸清楚底细，再动手也不迟。在去往首都的路上，卡利努斯发现了个大惊喜，他的身体终于有反应了。金正赶着车呢，听到这消息比谁都激动，这意味着之前的努力总算没白费。卡利努斯现在不仅能动耳朵，连舌头也听使唤了。他心里明白，这全靠金一路的照顾，但这还只是个开始。只要能顺利通过剩下的2座祭坛，卡利努斯是不是就能彻底掌控这副身体了？马车还在往首都赶，金这一路可没打算只当个马夫。就在半道上，他突然把车给停了，因为前面出现个奇怪的洞口。金解释说，这是个副本，自从这世界乱套以后，这种地方就到处都是。卡利努斯问他是不是真要进去，金笑了笑，说自己这手早就养了，正好拿里面的怪物试一试新剑。虽然卡利努斯觉得现在进去太冒险，但金主意已定，甚至还开玩笑说，真要有危险就躲在卡利努斯后面。这副本里到底藏了什么，能让他这么有信心？金这次打算玩个大的，他让塞博拉斯和莱利先待命，自己要进去单挑，要是真顶不住了，他才会叫帮手。刚踏进传送门，系统就弹出了提示，这地方是个 C 级副本。金心里很清楚，以前这种级别的副本，他一个人就能横着走，可现在装备大不如前，想单刷确实有点难度，但他必须得试试。要是能靠自己搞定，以后就算主人不在身边，他也能有法子搞到钱。这不仅是为了变强，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地上的骷髅兵开始动了，一群骷髅兵从水里钻了出来。金没急着动手，先看看防御力怎么样。他故意挨了一剑，血条掉的并不多，看来这副身体比想象中要结实。既然心里有底了，那接下来就是单方面的收割。他反手一剑，直接把带头的骷髅给削了。虽然对方人多势众，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这些骨头架子根本不够看。金在怪堆里杀疯了，这哪是刷副本，这简直就是热身运动。金这一嗓子吼出来，手里的剑就没停过。这些骷髅兵看着挺唬人，结果在他面前脆得跟饼干一样。打着打着，金自己都觉得不对劲，这身体素质明显比以前强了一大截。难道是转职之后基础属性也跟着涨了？这下他心里更有底了，手里的单手剑越用越顺，刷起怪来简直像在割草。这感觉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种久违的战斗感让金想起了以前，那时候的他可比现在要风光得多。眼前的这堆烂骨头只是个开胃小菜，虽然清理得挺顺手，但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。洞穴深处传来的动静说明这地方没那么简单，密密麻麻的骷髅大军一下子全涌了出来。看来光靠蛮力是不行了。金盯着眼前的怪堆，既然一个人搞不定，那就只能动用底牌了。那个招式叫什么来着？这群骷髅兵可不等他慢慢想，已经成群结队的扑了上来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试试这一招，一口气烧掉100点能量的大招，威力到底有多大？菲德利斯打击系统这时候还跳出个提示，问他是要手动瞄准还是自动。手动虽然能调整威力，但现在这情况哪有时间慢慢选，直接开启自动模式，锁定目标，大招蓄势待发。这群骨头架子还没反应过来，死期就已经到了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大招直接在怪堆里炸开了，这威力确实没得说。刚才还密密麻麻的骷髅兵，现在全成了地上的碎骨头。金看着这一地的残骸，还没等他完全回过神，系统提示就刷了出来。这一波直接入账900多金币，原本还觉得100点能量太贵，现在看来这招简直太划算了。刚打完这一仗，金总算领教了这把剑的厉害。这把叫贝尔哈特的武器，只有在他手里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。只要这执事当得称职，往后升职加薪那都不是事儿。卡利努斯还以为能收工回家了，结果金心里清楚得很。按理说小怪清完出口就该开了，可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这就说明真正的狠角色才刚要露面，这烟雾里冒出来的家伙可比刚才那些骨头架子难对付多了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动静越来越大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烟雾里藏着的才是真正的狠角色。金把卡利努斯护在怀里，这回系统给出的评价直接到了 B 级。骷髅将军光看这身盔甲和个头就知道刚才那些杂兵全是给他热身的，这当头劈下来的一剑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金护着卡利努斯连连后退，谁能想到 C 级副本里竟然冒出了 B 级领主，这下情况完全失控了，眼前的对手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。金心里清楚，只要被正面扫中一下，这辈子
就算交代了，对方的攻势越来越猛，根本不打算给活路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这怪物竟然又开始蓄力了。金这下是真的急了，他扯开嗓子大喊：“求求你让主人恢复原样！”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候，一道强光刷的闪过，整个局面瞬间反转。谁能想到卡利努斯竟然在这个时候现身，死死护在了金身前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领主，现在在卡利努斯面前简直就像个笑话。既然感动他的人，卡利努斯可不打算留活口，这一爪子下去，怕是要出大事了。卡利努斯这一出手，胜负就没悬念了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骷髅将军，直接被拍成了碎片。卡利努斯一脸嫌弃：“这种货色你都搞不定，金倒是挺会说话，不是我太弱，是你强的太离谱了，像拍苍蝇一样干掉 B 级领主，这实力确实没话说。”卡利努斯倒是看得很开，副本里运气不好，撞上这种硬茬子也正常。看金这副样子，卡利努斯忍不住问：“你心情看起来不错呀？”金正忙着摸尸体，怪物越强，给的奖励自然就越好。这波金币和装备算是没白忙活。就在两人以为能松口气的时候，远处突然传来了动静，这地方看来还没消停。就在这洞穴深处，突然冒出一道晃眼的金光，卡利努斯都看愣了，这又是什么奇怪的传送门？金倒是识货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黄金哥布灵门，看来今天的运气还没用完，这波是要发大财了。这种送财童子既然来了，那肯定不能放过。金赶紧把莱利和塞博拉斯都叫了出来，准备全员出动。计划很简单，等这家伙一露头，直接动手抢金币。塞博拉斯一听这话，整只鼠都兴奋起来了。话音刚落，那只浑身冒金光的哥布林就蹦了出来，笑的那叫一个嚣张。还没等他笑完，金的剑已经劈过去了，塞博拉斯也跟着冲了上去。这哪是打怪啊，这分明是大型抢劫现场。塞博拉斯和莱利这回是真拼了，黄金哥布林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兜里的金币撒一地。莱利这一招下去，这家伙怕是连裤衩都要赔光了。另一边，卡利努斯倒是挺悠闲，在洞穴深处撞见了个蓝色的小家伙。这史莱姆看起来挺无害，但在这种地方出现，肯定不是来散步的。卡利努斯可没耐心跟他耗，管你是什么，先拍一爪子再说。这小东西还想跑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跑也是白费力气。结果这一爪子下去，史莱姆直接被打回了原形，原地竟然还留了个发光的宝贝。看来这洞穴里的惊喜还真是一个接一个。卡利努斯这运气也是没谁了，随手拍个史莱姆，竟然爆出了这么大一颗晶石。卡利努斯这小家伙也跑来凑热闹，看来这史莱姆留下的残骸还藏着不少好东西。不过现在可没时间研究宝贝，那只黄金哥布林还在拼命逃窜，莱利在后面追得正紧，金更是不打算放过他，这可是行走的提款机，跑了那损失就大了。这一剑下去，哥布林算是彻底栽了，漫天的金币，这下是真的发财了。金喊道：“在这儿呢！”这一剑下去，哥布林的家底都要被掏空了，金币撒了一地。这小东西还挺能抗，挨了这么重的一下，竟然还想着逃跑。眼看传送门就在跟前，哥布林笑的那叫一个得意，以为钻进去就万事大吉了。金冷哼一声，想在我眼皮子底下溜走，门儿都没有。这一招要是抓实了，他今天就算彻底交代在这儿了。哎呀，就差那么一点。传送门一关，黄金哥布林还是溜了。金看着提示，心里那叫一个遗憾，要是能把他收成随从，以后可就发大财了。谁能想到这小东西跑得这么快？金无奈的摇了摇头，莱利在旁边更是垂头丧气，觉得自己没能帮上忙。金赶紧安慰他说，这种哥布林本来就是奖励关卡，想抓到他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塞博拉斯也跟着点头，说能打中他几下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只要咱们继续盯着他，下次见面肯定能把他拿下。虽然没抓到人，但地上的金币可不能浪费，这波也不算白忙活。就在大家准备打扫战场的时候，卡利努斯在远处喊了一声，金回头一看，难道那边又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？卡利努斯盯着地上的晶石，这玩意儿看着就不一般。金走近一瞧，原来是传说中的情感碎片，这东西可比金币稀罕多了。金蹲下身子，刚把碎片捡起来，整个人就像触电了一样。卡利努斯赶紧问他：“你刚才看到了吗？”金还没缓过神来，他说：“刚才那一瞬间，看到一只大猫在跟史莱姆玩耍。”卡利努斯听完也愣住了，看来两人看到的画面一模一样。除了这个，难道就没点别的感觉了？金摇了摇头，除了那段奇怪的画面，确实没发现其他线索。卡利努斯盯着碎片，总觉得这些画面像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忆。金问他：“你能感觉到其他碎片的位置吗？”卡利努斯点点头，他们就像在呼唤我一样。这下有意思了，看来是触发了突发任务。虽然去见后羿的计划得往后推，但金还是决定先把这些碎片搞清楚。莱利这边也没闲着，正忙着把地上的金币全都起来。这波收获还真不小，整整420个金币到手。忙活完这一阵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，接下来的路恐怕会越来越精彩了。既然决定了要找碎片，大家伙儿这就正式上路了。这荒郊野岭的，一辆马车正紧赶慢赶的往前冲。金这回当起了马夫，卡利努斯倒是挺乖，老老实实待在旁边当个小跟班。车厢里传来了卡利努斯的声音，让他从这儿开始往南走。金二话不说，直接应了下来。为了赶进度，金直接舍弃了马车，换上快马，带上卡利努斯。这趟路可没时间讲究舒服了，只要能集齐那些情感碎片，他就能弄明白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翻山越岭走了好几天，这林子里全是长着人脸的怪鸟，一看就不是好惹的。金开始徒手爬峭壁，卡利努斯就在下面守着，这要是手滑一下，之前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。金喊道：“就在这儿！”费了这么大劲爬上来，总算让他找着这块情感碎片了。
卡利努斯在旁边也没闲着，3两下就把那只怪鸟给解决了。金兴奋的大喊：“主人，我找到了！”卡利努斯点点头，干得漂亮，赶紧拿过来。卡利努斯嘀咕道：“他们竟然连在一起，那头巨兽搞不好就是他的始末。”拿到了想要的东西，他们也没在这儿多待，转眼间这片林子就被甩在了身后。马不停蹄地跑了这么久，周围的景色都变白了。这回经不爬山了，改玩起了冰钓。卡利努斯比谁都急，一看到亮光就扑了上去。又一块情感碎片到手，金盯着这东西，心里却泛起了嘀咕：这毛色和长相，简直就是之前那个捕食者的缩小版。看来这些碎片的主人跟咱们的关系可不一般。天快黑了，但只要这碎片还有感应，他就要继续往前走。金带着卡利努斯顺着感应找了过来，看来那只猫和执事以前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。金总算弄明白了，这块碎片里藏着的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情绪。这是一种守护者的情绪，就像父母疼爱孩子一样，暖洋洋的，让人心里特别踏实。就在这时候，卡利努斯的耳朵突然竖了起来，看来咱们没找错地方，那个留下情感的人就在这附近。碎片是拿到了，可金心里还没底，这下一步到底该往哪儿迈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这天儿可就全变了。咱们直接从荒郊野岭跨到了这钢铁森林里头。男人刚一进屋就急着打听消息，结果得到的回复却是平淡的不能再平淡。既然明面上没问题，那就只能进屋里瞧瞧了。这门一开，真相恐怕就要藏不住了。这门一开，里头的景象确实让人没料到，原来这所谓的真相全靠这些冷冰冰的机器吊着。床上这姑娘睡得可真沉，连呼吸都得靠仪器盯着，男人就这么守在旁边，看来这就是他一直藏着的秘密。画面一转，咱们又回到了这片大草上。金正骑着马赶路，卡利努斯让他就在这儿停下，马儿跑远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接下来该往哪儿走？卡利努斯接着指挥，让他往右走5步，看来这宝贝藏得还挺深。金瞅了半天也没瞧出名堂，这荒郊野岭的哪儿像是有人的样子？卡利努斯说了，这地方被结界给藏起来了。这手一伸，空气里竟然荡起了波纹。金这下心里有数了，能玩出空间门这种高端操作的，恐怕就是那个难缠的混沌吞噬者。既然对手不简单，那肯定不能空着手进去送人头。金反手就拉开了拍卖行，打算先整点红药水防身。卡利努斯也在旁边跟着操心，毕竟那些家伙是冲着主人的力量来的，就算这儿是个新手村，也得打起12分精神。这药水一买完，真正的硬仗可就要开始了。里头要是真藏着个大 boss， 光靠头铁肯定不行。金这回是真赊得下本钱，保命的药水那是能买多少买多少，光有药水还不够，万一打不过还得能跑得掉。他又盯上了这些2阶卷轴，不管是进攻还是跑路，手里有货心里才不慌。这波大采购下来，金总算是把家底都掏出来了，不过为了能活着出来，这点钱花得值。万事俱备，现在就看这结界后头到底藏着什么妖魔鬼怪了。卡利努斯问他准备的怎么样，金拍了拍兜里的宝贝，这下底气可全回来了。卡利努斯显然被金这波操作给惊到了，问他这些宝贝到底是从哪儿搞来的。看来这拍卖行系统连这种级别的存在都没见过。还没等金回话，这天色刷的一下就全变了，刚才还是大晴天，现在直接乌云压顶，雷声一个接一个的炸开。这阵仗摆明了是不欢迎外人进去啊！穿过那道结界，画面一转，咱们来到了这栋大厦里头。金城九正忙着呢，结果普大成推门就进来了，看这架势，准没好事。普大成一开口就火药味十足，之前说项目无限期搁置，现在居然要彻底停掉。金城九倒是淡定，这项目必须得停，普大成肯定不干啊，追着问到底为什么。结果金城九说他妹妹那只参加实验的猫死了。普大成觉得这事儿不对劲，问是不是连接设备出了问题。金城九无奈的解释，只是在连接那个叫梅塔利亚的地方时，根本没法分心去管猫的情况，这本来是执事该负责的事，结果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纰漏，普大成还是不想放弃，毕竟这是他们翻盘的王牌。他劝金城九再好好想想，结果金城九抛出了个更炸裂的消息，不光是猫死了，他妹妹现在也根本醒不过来。这话一出，屋里的气氛彻底变了。普大成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金城九说他妹妹为了整理记忆，登录了那个虚拟世界，结果这一进去，人就再也没出来过。金城九接着说，就算强行断开连接，他妹妹也根本醒不过来，只有在那个游戏世界里，他的大脑才是活着的。普大成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还以为是最近压力太大，劝他赶紧把人送医院。金城九这下真急了，这事儿哪有心思开玩笑？旁边的人赶紧追问，那在游戏里总能找到人吧？金城九摇了摇头，哪怕动用了管理员权限，竟然也完全搜不到他的位置。所有的访问请求全被拒绝了，这系统明显是出了大问题。就在这边乱成一锅粥的时候，金带着卡利努斯已经悄悄推开了另一扇大门。一只怪物猫万阳早就守在窗边了，盯着楼下那个不速之客。看来金的一举一动全在人家的眼皮子底下。万阳冷冷的开口说，有不请自来的家伙闯进来了，他身后还跟着赛琳。这女人看着就不太对劲，她安慰万阳说，宝贝别担心，妈妈会保护你的。外头的雨势越下越大了，金可没打算硬闯，他直接换出了系统背包，打算先摸清楚对方的底细。一张鉴定卷轴直接拍了下去，这下子屋里到底藏着什么牛鬼蛇神，马上就要现原形了。系统提示锁定目标，金直接指向了眼前的豪宅，鉴定进度条飞速加载，结果很快就弹了出来。这地方果然被标记成了异常空间，到处都是混沌势力的残留。金这下心里有数了，这豪宅根本就是混沌势力造出来的，里头的人恐怕凶多吉少，
他告诉卡利努斯，不管里头藏着什么，今天都得进去会会那个镇主。卡利努斯乖巧地应了一声，可还没等他们迈步，豪宅大门那边突然有了动静，一个圆滚滚的东西蹦了出来。金定睛一看，居然是一只史莱姆。那只史莱姆突然开始变样了，系统提示它正在进化成更高级的物种。金一眼就认出了这东西，难道是传说中的拟态史莱姆？系统还挺好奇，问他是不是认识这玩意儿。金解释说，这东西不仅稀有，最麻烦的是它拥有复制能力。说话间，那团粘液已经变成了人形，豪宅门口也多了一个守卫。那女人冷冰冰地甩出一句话：“这地方不欢迎外人，赶紧滚回去。”金可没打算空手而归，他客气地回了一句：“我们是来找人的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见见房主？”结果人家根本不吃这一套，警告只给一次。话音刚落，两把发着紫光的短刀就亮了出来。这下子想不动手怕是不行了。金笑了，既然对方不肯好好说话，那就只能用拳头来讲道理了。他倒要看看这屋子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话音刚落，金直接开启了召唤模式，一团黑雾唰的一下散开，莱利和塞博拉斯应声而出。这阵仗显然是准备动真格的了。面对一个50级左右的双刀暗精灵，金心里已经有了盘算，这种对手交给莱利一个人处理最合适。他吩咐莱利，这次就看你一个人的表演了。莱利也是个干脆利落的主，他叮嘱塞博拉斯守好主人，自己提着短刀就冲了上去。这速度快得惊人，两边一下子撞在了一起，刀刃碰撞的声音响彻整个院子。这场硬碰硬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，莱利和那暗精灵打得火热，金在后头看得直摇头，他觉得这节奏还是太慢了，直接冲着莱利喊：“你必须再快点！”这话一出，对面的暗精灵可不乐意了，他冷笑一声，说要让莱利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速度。紧接着，那女人的身影就化成了一道紫光，莱利这下彻底落了下风，对方的速度快得根本看不清，还没等他做出防御，整个人就被一股巨力给掀飞了。莱利重重的摔在地上，半跪着身子死死盯着对手。看来这50级的暗精灵确实是个硬茬子，这下麻烦大了。那暗精灵根本不打算给莱利喘气的机会，直接从半空中杀了下来。这一刀要是劈实了，莱利今天怕是真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金终于坐不住了，他身形一闪，挡在莱利面前，轻轻松松就接下了这致命一击。那女人被震得连退好几步，显然没料到这个一直看戏的男人竟然有这种实力。金这下是真的火了，敢动我的人，这账可得好好算算。这下局势彻底反转了，原本以为只是个小毛贼，结果对方帮手一个接一个，万阳这会儿彻底虚了。妈妈，光靠一个手下，怕是搞不定那2个人啊！他越说越没底，本来以为就一个闯入者，谁知道后面还藏着帮手。要是那2个小东西也动手，咱们今天就彻底交代在这了。赛琳一句话也没说，显然他也意识到踢到硬板了。万阳急得直叫唤，我都说了我很害怕。视线转到另一边，他口中那些难缠的小东西已经大摇大摆的进场了。塞博拉斯和卡利努斯正盯着这边的动静，看来这场仗比预想中还要热闹。谁能想到这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，直接把那2个小家伙给截糊了。金抬头大喊：“塞博拉斯，主人！”这大鸟爪子可没轻没重的。塞博拉斯被捏得够呛，你抓得太紧了，我都要喘不过气了，眼看就要被带走。这小粉团子终于要动真格的了。塞博拉斯技能发动，这下轮到这只大鸟倒霉了。这一下挣脱的漂亮，塞博拉斯顺手捞起卡利努斯，总算是有惊无险的落了地。这小家伙现在满脸愧疚，卡利努斯大人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大意了，没发现埋伏，既然丢了面子，那肯定的找不回来。塞博拉斯这回是真的认真了，尾巴上的火苗蹭的一下就冒了出来，这回绝对不会再失手了。可天上的怪物也不是吃素的，那只怪鸟张开大嘴，头顶竟然凭空凝聚出一柄光矛，这是要拼命了呀！恐怖之矛直接当头砸下，谁能想到这光矛速度这么快？塞博拉斯根本没躲开，直接被扎了个透心凉。这下麻烦大了，怪鸟可没打算收手，顺势就扑了过来，要把这小家伙彻底解决掉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莱利终于坐不住了，他掏出一瓶红色药水，二话不说直接灌了下去。这药水效果确实没得说，莱利这下感觉浑身都是劲。金在前面也没闲着，这一拳下去，对面那个暗精灵直接被打懵了，金头也不回的喊：“莱利，状态回满了，就赶紧过来帮忙。”莱利大声回应：“明白。”趁着对方还没缓过劲来，莱利直接冲了上去。这回他可没打算留活口，可谁能想到5分钟过去了，这仗打得比想象中还要费劲。莱利又掏出一瓶药水猛灌，看来这暗精灵还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这一瓶药水灌下去，莱利现在的状态简直拉满了。金这边还在跟暗精灵死磕，结果对方突然反应过来了，原来金一直只守不攻，竟然是在拿自己当陪练。金可没空跟他煽情，直接大喊一声莱利，莱利立马心领神会。不过他心里还惦记着正事，一边往前冲一边问：“金，咱们主人和塞博拉斯都被抓了，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？”话音刚落，莱利已经杀到了跟前，这一下力道可不轻，直接把那个暗精灵给震飞了。看来药水的效果确实霸道，这回轮到对方吃苦头了。莱利这回是真拼了，跟那个暗精灵打得难解难分，两边你来我往，谁也没占到便宜。这仗打得越来越凶，每一招都是奔着要害去的，稍微分个神，恐怕命就没了。金在旁边一直盯着，他心里已经有了底，对方的血量被磨得差不多了，现在两边算是势均力敌。而且那个麻烦的暗灵技能现在还在冷却时间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只要能赶在技能恢复前动手，这局赢面很大，就看莱利能不能顶住了。
视角转到地牢这边，塞博拉斯和卡利努斯还被困着呢。看塞博拉斯这摇摇晃晃的样子，估计是刚才被折腾得不轻，结果对方根本不打算给喘息的机会，直接整出个大家伙。这猛禽一出场，摆明了是要把塞博拉斯当点心。那个怪物猫还在旁边说风凉话，觉得老鼠长得再大，见了天敌也得歇菜。这下塞博拉斯看起来是真悬了，谁能想到这全是塞博拉斯演出来的？他这下不装了，气场跟刚才完全是两个级别。既然对方想玩火，那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力量。塞博拉斯直接开了大招，这火焰屏障一出，局势怕是要彻底反转了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猛禽，这下算是踢到铁板了。塞博拉斯这火可不是摆上，直接把对方给吞了。这一声惨叫，听得人心里发毛。原本以为是手到擒来的猎物，结果自己成了活靶子。轰的一声，整个院子都被火光照亮了。这哪是老鼠啊，这简直就是个移动的火药桶。躲在窗户后面看戏的万阳，这下彻底傻眼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精心准备的杀手锏，竟然连一招都没撑住。刚才那下只是试探，现在两边是彻底对上了。暗精灵这下心里肯定在犯嘀咕，这女仆的力道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接住的。莱利这边的气场完全变了，金在旁边淡定的很，他知道真正的表演现在才开始。没错，这就是兽人战士压箱底的本事，狂暴模式。暗精灵还想硬碰硬试一下，结果被这股爆发出来的力量直接给掀翻了。这下攻守形势彻底逆转，看这架势，对方怕是连跑的机会都没了。暗精灵还想找机会反击，结果莱利根本不给喘气的机会，这一刀扫过去，逼得对方只能狼狈躲闪。紧接着又是一记重劈，暗精灵虽然勉强架住了，但这力道震得他连站都站不稳，显然已经快到极限了。莱利现在完全进入了战斗状态，这一声怒吼，手里的刀直接奔着对方命门去了。暗精灵这下接的是真吃力，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家伙已经没力气再挡了。莱利的攻势一波接一波，火花四溅之间，对方的防线马上就要崩了。听这动静，莱利这是打算直接收场了。莱利这一刀下去，眼看就要把这怪物给劈了，结果关键时刻，金赶紧出手拦了一下。金喊道：“莱利，先等等，我还有话要问他。”这一嗓子总算把莱利喊清醒了，他刚才打得太上头，差点忘了还要留活口。莱利不好意思的道歉：“啊，执事大人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太兴奋了。”金摆摆手：“这事儿待会再说，现在得先审审这个家伙。”他拎着剑走到那团烂泥面前，还没等开口问呢，对方倒是先怂了。这怪物直接开始求饶：“杀了我吧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”金盯着地上的史莱姆，开口就问了个奇怪的问题：“你家主人是不是养了只猫？而且你就是被驯化出来，专门陪那只猫玩的吧？”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说自己早就把底细摸透了。这团烂泥犹豫了半天，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承认了。这下金心里更有底了，既然是个有经验的陪玩，那事情就好办多了。他转头跟莱利商量起来，只要再攒点点数，就能解锁更厉害的招式。进屋之前得先靠这小东西刷刷经验。金提议让他也陪自家主人玩玩，结果这史莱姆脾气还挺硬，直接一口回绝了。金冷笑一声，开始拿他主人的命做筹码。这屋子里全是邪气，你主人现在可是命悬一线，你确定还要拒绝？眼看金做事要走，这小家伙终于坐不住了，赶紧出声拦住了他。看来这招欲擒故纵是真的管用，这下不怕他不配合了。史莱姆最后确认一遍，是不是真的能救他主人？金满口答应，这买卖就算谈成了。既然谈拢了，金直接亮出家伙，这可不是要请他吃饭，而是要正式把他给收了。结果这小东西还挺有性格，一听说要变成随从，在盘子里拼命摇头表示拒绝。金赶紧接着忽悠，说这只是为了安全起见，等活儿干完了肯定放他回去。这招果然好使。史莱姆居然还听懂了，直接当场比了个赞，看来他是真担心自家主人安危。流程走得顺理成章，随着系统提示一闪，这分身史莱姆正式成了自己人。这下万事俱备，接下来的戏可就有意思了。这史莱姆刚收服成功，金低头一看系统提示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收个小弟竟然扣了整整75点。莱利在旁边一脸纳闷，执事大人怎么了？金只能尴尬的打个哈哈，说没事没事。其实他心里疼的都在滴血，这买卖做的实在太亏了，难道是因为这史莱姆太稀有？这下倒好，还没开始救人呢，家底儿先被掏空了一大半。就在金发愁的时候，塞博拉斯带着卡利努斯跑了回来。看这架势，刚才那场仗他们也没闲着。卡利努斯一见到主人，赶紧跑过来邀功，说刚才多亏了塞博拉斯，才没让那只阴身女邀伤到他。结果系统提示又跳了出来，因为主人的夸奖，又被扣了35点服务费。金这下是彻底没脾气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点数哗哗往下掉。塞博拉斯倒是挺兴奋，他觉得自己现在变强了不少，以前听到女妖的叫声就腿软，现在居然能硬扛下来了，不仅胆子变大了，连喷火的威力都翻了1倍。他觉得这全是金特训的功劳。看着塞博拉斯这么开心，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真相，其实那是他刚才偷偷花了点数，强行给他升了级。这善意的谎言看来得一直瞒下去了。金大手一挥，准备带队去见这宅子的主人，可卡利努斯却在这时候卖了个关子，说要先给他送份大礼。金也没多想，顺势把刚到手的史莱姆召唤了出来，想让这两个小家伙先认识认识。卡利努斯显然没见过这种稀罕玩意儿，围着这团紫色粘稠物就开始撒欢。这下可好，原本安静的史莱姆被彻底激活了。谁能想到这小东西被卡利努斯这么一折腾，竟然当场开始了2次进化。原本圆滚滚的身子，唰的一下就长出了无数触手，
这下麻烦大了，这哪是请了个陪玩回来，这分明是招了个怪物啊！刚才还是一堆触手，转头就变成了一只大金甲虫，他居然还开口说话了，说他最喜欢猫了。这小东西不仅会变身，这下连天都能上了。卡利努斯在旁边看的那叫一个兴奋，直夸他也能变成毛茸茸的球。金和莱利在后面都看傻了，这史莱姆的进化方向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卡利努斯可不管那么多，看到会飞的新玩具，直接就扑了上去。这下场面更乱了。金感叹：“老手就是不一样。”莱利也跟着点头，这确实不是一般的对手。但这小东西狡猾得很，莱利看出了门道，他故意用显眼的颜色引诱，再利用地形到处乱窜，这根本就是在耍人玩。莱利大喊：“金，他又要变身了！”谁能想到这玩意儿一转眼就从甲虫变成了大鱼？塞博拉斯忍不住感慨：要是换做主人在这，肯定非把他抓到手不可。这大鱼一进水里，简直就像回到了老家，游的那叫一个欢实。卡利努斯在岸上急得团团转，围着水池疯狂绕圈，可就是拿水里的家伙没办法。这鱼还挺嚣张，故意跳出水面显摆，见了卡利努斯一身水，这挑衅意味也太明显了。金在旁边都看乐了，这拉扯的镜头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。卡利努斯这下是真的被惹毛了，速度快的只剩下残影，他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能把这滑头彻底按住的机会。卡利努斯这下是动真格了，这一扑直接把水池掀了个底朝天，这回看你还往哪躲！莱利和塞博拉斯下巴都快掉地上了，金心里有数，卡利努斯就算变小了，这底子还在，一般人真招架不住。闹剧总算收场了，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家伙，现在只能老老实实待在托盘里。金倒是挺大方，还夸他身手不错。就在大家以为没事的时候，万阳在后头盯着呢，这眼神一看就是来者不善。万阳在暗处看得真切，镜头一转，这阴森森的屋子里，万阳这一声妈叫的，让人骨子里都发凉。赛琳这下彻底崩溃了，本以为找了几个保镖能安生，结果全是些没用的废物。万阳怨气大得很，开口就问是不是还想杀他一次？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仇，他可是一笔一笔都记着呢。眼看万阳要发疯，赛琳除了道歉根本没别招，但这显然没法让对方消气。万阳盯着眼前的赛琳，既然已经没别的路可走，那就只能按最坏的打算来了。这赛琳也是豁出去了，既然躲不过去，那就干脆把事情做绝。镜头一转，卡利努斯还在跟那只金甲虫死磕，这小家伙是真不打算放过他，上房揭瓦都不在话下。金在下面看得明白，这哪是在玩闹啊，这分明是在拼命。就因为之前答应过要救他的主人，这小家伙现在是拿命在搏，这股子执着劲确实让人没法不动容。莱利这下是真纳闷了，问金是怎么看出来的，知道那史莱姆的主人正被人威胁。金解释说，这地方的气息很杂，既有对猫的保护欲，又藏着一股混乱的腐蚀劲儿。他觉得这两股力量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，所以断定那主人肯定是被控制了。这波纯属是拿命在赌，结果还真让他给蒙对了。莱利听完这逻辑，觉得这执事简直神了。不过金现在有点犯难，他看了看系统面板，手里的点数只有49个，想维持现状起码得要53个才够。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那只累瘫在托盘里的史莱姆居然给了个大惊喜，看来这回狩猎他玩得挺爽，反手就给了一大笔服务费，这下点数直接爆表了。金这下是真乐坏了，看着托盘里这坨紫色的小东西，直夸他太给力了。史莱姆也没废话，就一个要求，救救他的主人。金答应得那叫一个干脆，毕竟拿了人家的好处，这活儿肯定得接。可还没等他帅过3秒，头顶上一下子杀出个程咬金。卡利努斯这小家伙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的，带着一身蓝光，对着金的脸就是一记飞踢，这力道可真不小，直接把他整个人都给踹飞了。金在地上滑出老远，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，这一下挨得确实有点猛。但就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系统面板突然刷屏了。谁能想到这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揍，点数居然直接冲到了1000大关，这下可好，等级提升的机会就这么撞到怀里来了。系统提示刷了出来，见习执事终于迎来了晋升的机会。金还没从刚才那一脚里回过神，卡利努斯迈着步子走过来。这段时间你跟在身边确实不容易，付出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。金倒是挺谦虚，说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卡利努斯可不打算听这些客套话，既然你尽了本分，那我也得拿出点态度来。就在确认键按下的那一刻，卡利努斯正式宣布，从今天起，金就是他的专属执事了。随着身份等级的跳变，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席卷全身。谁能想到，卡利努斯的全能竟然直接转移到了金的身上，这下他整个人都被黑色气焰包围。这股力量一旦觉醒，接下来的局面可就完全不同了。这晋升可不只是换个名头，连这身形头都跟着鸟枪换炮了。原本那些累赘的装饰全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最干练的西装领带，甚至连头发丝儿里都透着一股脱胎换骨的劲儿。胸口这枚新徽章一亮，这身份可就彻底不一样了。随着系统一声脆响，晋升正式完成。金现在这气场简直强得让人不敢直视，现在的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专属执事了。这股黑色的能量就是他实力的最好证明。金这副表情看来是对这份新力量相当满意。就在这时，卡利努斯突然开口了，他盯着金说，我现在需要你。这小家伙看来是真打算把金当成最后的底牌。卡利努斯这饼画得够大，只要金表现得好，以后的权限只会更高。金也是个聪明人，立马表态说以后肯定更卖力。这主仆俩算是彻底绑定了。可画面一转，场景直接切到了阴森的后山墓地，这气氛一下子就变了。顺着这长长的地下走廊往里走，两边的紫色火光晃得人心里发毛，明显是到了什么境地。万阳这副样子
看着可不太妙。他对着黑暗处低吼一声，让对方赶紧现身。谁能想到这铁栅栏后面居然还藏着东西？赛琳低声说：“万阳这个名字，我再也不想听到了。”看来这段过去对他来说全是痛苦。万阳倒也干脆，既然不想当人，那就换个称呼。万阳大声宣布，从现在起就叫誓言。随着这一声召唤，沉重的盔甲声在走廊回荡，这种压迫感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挡住的。而此时此刻，远处的那个男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。这格伦达尔一露面，压迫感直接拉满。看来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要命的狠角色。万阳在旁边冷冷的开口：“既然要赎罪，那就要拿出点诚意来。”格伦达尔也没废话，说自己当年杀错了人，这辈子就要靠卖命来还债。他把重剑往地上一立，请主人下令。赛琳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有入侵者，拜托你了。”这话里的意思很明白，只要有人敢闯进来，这尊杀神绝对不会留活口。格伦达尔接到了死命令，要把入侵者全部清理掉。这下是真的要见血了。另一边，金倒是一点不慌，正慢条斯理地整理手套，准备迎接接下来的麻烦。原来这专属之事还有个设定，只要主人那边一紧张，他的战斗力就会跟着往上涨。现在主人的压力值已经拉满了，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属性正在疯狂飙升，这下对面可踢到铁板了。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身后突然有人叫了他一声。金这一回头，把莱利和塞博拉斯都看呆了。塞博拉斯忍不住大喊：“只是你现在帅的有点过分啊！”莱利也觉得奇怪，这人怎么突然变样了？金倒是很淡定，说自己刚刚被领主提拔了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莱利和塞博拉斯赶紧道喜，毕竟跟着大老魂，以后肯定少不了好处。金也挺大方，直接给他们许下了承诺，只要以后好好干，绝对少不了你们的奖励。不过现在还没到庆祝的时候，金盯上了地上的史莱姆，想打听一下宅邸里的情况。他开门见山地问：“谁是你的主人？谁又是这里的坏人？”这小东西说话断断续续的，说他的主人是暴桑女妖，而那个坏人竟然是一只正在折磨人的猫。金这下听明白了，原来这宅邸的主人是个幽灵，而那只猫才是真正的麻烦。金再次确认，那只猫真的在折磨你主人。史莱姆点点头，这事儿算是实锤了。金接着打听：“你主人以前就是鬼吗？”史莱姆说：“原本是人类，后来才变成了现在这样。”金心里有了推断，看来那只猫是被混沌附身了，这大概率是某种精神控制。事情比预想的还要麻烦。问到了关键情报，金也不打算耽误时间，带着莱利直接进了宅邸内部。这地方看着气派，背地里全是阴谋。金一边走一边琢磨，那个所谓的混沌到底在找谁当下一个主人？这宅子里恐怕还有更大的坑在等着他们。金心里已经盘算好了，只要不暴露主人的身份，他打算一个人把这事儿平了。实在不行就带人撤退。可要是对方认出了主人，那对不起了，这屋里的人一个都别想活，必须得杀人灭口。刚进大厅，一个穿着重甲的家伙就拦住了去路。这家伙叫格伦达尔，是个 B 级的誓言。格伦达尔语气很硬，说再往前走一步就要当场处决他们。金倒是一点不虚，还笑眯眯的打听到底什么时候能见到正主。就在这时，莱利指着2楼惊叫起来，抬头一看，暴桑女妖和那只怪猫正盯着下面。万阳看起来气疯了，觉得是史莱姆背叛了他。这下好了，正主直接现身，接下来的场面恐怕要失控了。金根本没把威胁当回事，带着史莱姆继续往前走，这态度摆明了就是来砸场的。他直接亮出了长剑，笑着对格伦达尔说：“我有正事要办，赶紧叫你们家主人下来见我。”这简直是没把 B 级守卫放在眼里。格伦达尔哪受得了这种挑衅，嘴里冷冰冰的吐出2个字：“排除。”话音刚落，格伦达尔整个人腾空而起，对着金就是一记重劈。这力道要是砸实了，地板都得被掀翻。这下两边是彻底谈崩了。金能不能接住这一招，咱们下回接着看。格伦达尔这一重劈威力确实惊人，可惜连金的衣角都没碰到。金一边应战，一边冷静地指挥后方：“莱利，保护好主人；塞博拉斯，盯着2楼那几个，安顿好家里人。”金这下能放开手脚了，他直接正面迎击，2把长剑撞在一起，震得整间屋子都在晃。虽然被这股蛮力震退了几步，但金心里已经有数了，这点冲击力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格伦达尔显然被激怒了，这架势是要动真格的了。格伦达尔手里的剑大有来头，这可是本该供奉在礼拜堂的誓约之剑，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金可没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直接发动了直视技能，打算强行压制住对手。这一招锁定的死死的，格伦达尔根本没地方躲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剑锋逼近。这一剑扎扎实实的捅进，按理说胜负已分，可金却发现手感不对，这一剑下去竟然什么都没碰到。原来眼前的格伦达尔根本不是实体，只是个精神体。既然物理攻击没用，格伦达尔还以为稳操胜券，嘲讽金只会耍小聪明。金倒也坦诚说，这招他也是第一次用，反手就掏出一张卷轴，直接开启了实体化侦测。这下躲在虚影里的本体可就彻底藏不住了。金看准时机，对着那副蓝色铠甲就是一记重击，这回可是实打实地捅进去了。但他心里还是纳闷，堂堂神之骑士的誓约之剑，怎么会沦落到给这地方当看门狗？躲在2楼的万阳全看在眼里，原本以为能轻松搞定，没想到这只是一直在隐藏实力。这下连这万阳都开始犯嘀咕了，难道当初追踪自己的就是眼前这个深不可测的男人？万阳终于坐不住要使阴招了，他直接发动了精神技能，要把格伦达尔心底最怕的事挖出来。这招一出，格伦达尔整个人都不对劲了，那些被他强行埋掉的记忆正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画面一转，回到了当年的审判现场。那时候为了查清一个女仆的死因，大家竟然求助于所谓的神。既然谁也说不清真相，
那就让骑士们打一场，谁赢了谁就是正义的一方。格伦、达尔和布拉克、哈蒙就这样站在了神像面前，举起长剑，要把命交给虚无缥缈的运气。台下的男人还在安慰同伴，觉得只要没做亏心事，神就一定会保佑他们。可谁能想到，这场本该公正的决斗，最后却成了一切悲剧的开始。不，艾莉安，你不能死！这声呼喊终究还是晚了，眼前的男人已经被钉死在木桩上，再也没法给出任何回应。那个带头的男人还在旁边煽风点火，他说格伦达尔根本不信神，不然怎么会在决斗前到处求人？这种怀疑本身就是对神明最大的亵渎。格伦达尔现在满脑子都是自责，他觉得是因为自己信仰不够坚定，才导致神将下了错误的判决，让原本无辜的人成了祭品。那个男人还在放声大笑，指着格伦达尔说他才是真凶，是他的动摇害死了所有人。这一剑挥过去，那个多嘴的男人确实闭嘴了，可格伦达尔心里的那道坎却再也跨不过去了。他觉得这就是神给他的惩，让他必须在这副蓝色铠甲里承受永无止境的折磨。万阳还在不停的拱火，他说失败就是一种罪孽，难道当初发誓要守护那个女孩，就是为了让她再次掉进绝望的深渊吗？这几句话简直是杀人诛心，格伦达尔心里的愧疚被彻底点燃了。金一眼就看穿了这只老猫的诡计，他这是想利用罪恶感把这位誓约骑士彻底逼疯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格伦达尔体内的能量失控了，鲜血直接从头盔缝隙里喷了出来，整个人被一股恐怖的红光吞没。等光芒散去，站在那里的已经不是之前的骑士了，而是等级达到 A 级的格伦达尔。这压迫感简直让人喘不过气。金这下也淡定不了了，等级怎么会突然跳得这么高？以他们现在的属性，想赢过一个 A 级怪物，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金大喊一声，让大家赶紧撤退。面对这种级别的怪物，硬拼纯粹就是送死。莱利刚想带着小家伙们逃命，结果唰的一下，大门竟然自己锁死了，这下唯一的退路也没了。万阳在后面阴森森的笑着，他说这地方可不是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能走的，没有他的允许，谁也别想活着踏出这扇门。格伦达尔这一剑劈下来，金虽然勉强挡住，但两边的实力差的实在太远，还没等他站稳，对方直接一脚把他踹飞，这一撞半条命都没了。这一口血喷出来，局势已经彻底失控了，对方根本不打算给他喘气的机会。紧接着又是一记重击，这下真的麻烦大了。金被这一撞，整个人直接嵌进了墙里。莱利在旁边急得大喊，可这种级别的战斗他根本插不上手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卡利努斯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格伦达尔的攻势还没停，这一剑接一剑，摆明了是要下死手。谁也没想到卡利努斯身上竟然冒出了蓝光，这股力量一下子全灌进了金体内。难道是因为主人陷入危机才激活了这种共鸣？感觉到浑身全是劲，金这回接的稳稳当当。既然有了这股外援，那就要拼命搏一把了。金这下是真拼命了，借着那股外援的力量，他围着哥伦达尔疯狂输出，快到连残影都重叠在了一起。可即便速度再快，刚才硬扛下来的伤还是发作了。金心里很清楚，这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，必须得想办法反击才行。格伦达尔可没打算等他缓劲，手里的长剑紫光大作，这一剑要是劈实了，金绝对没命。就在这要命的关头，莱利终于动了，他找准了对方防御的空档，直接使出了压箱底的绝招。这一记重击能不能把局势彻底扭转过来？莱利大喊一声：“金，我们也来帮忙！”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这时候还有援军，这下变成了3打1，大伙儿把格伦达尔围在中间，打算趁热打铁，直接把他拿下。塞博拉斯赶紧拦住卡利努斯，别过去，就在这儿待着。塞博拉斯看着眼前的激战，这速度快得离谱，根本不是他们能插手的。就在这边打得不可开交时，那只万阳又在出坏主意了。他对着那个女人一顿忽悠，说这帮人是来绑架他的，要把他们母子强行分开。这番话一出，格伦达尔身上的气息全变了，红光直接炸开，这压迫感比刚才强了不止1倍。看着这阵仗，莱利和同伴心里都清楚，真正的硬仗现在才刚刚开始。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一招是大范围攻击，莱利和塞博拉斯根本扛不住，他要是躲了，后面的人全都玩完，没得选了，只能硬顶。金横剑在前，冲着对面大喊：“有本事就冲我来！”格伦达尔这招跳跃斩击，那是奔着拆迁去的。这一剑劈下来，地板直接就塌了一大片。金死死顶住，这股冲击力震得周围全是灰。这要是稍微松一点劲，大伙儿今天就都交代在这了。烟尘散去，金连手里的剑都拿不稳了，这下是真的麻烦了。他现在整个人陷入了眩晕状态，难道这次真的要输了吗？格伦达尔可不会给他喘气的机会，长剑再次举起，这一击是要彻底清场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莱利竟然冲了上去，他用身体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剑。金大喊：“莱利！”看着下面乱成一团，万阳在楼上冷笑：“干得漂亮，格伦达尔！”莱利他们已经彻底歇菜了，现在大厅里就剩格伦达尔一个人在那犯嘀咕。还没等这铁罐头反应过来，金直接现身，在这儿呢。这回他可没打算留手，上来就是一记忠诚打击。系统提示音跟着就到了，自动模式开启，目标已经锁定。金反手又补了一招，给我爆！塞博拉斯和卡利努斯还没反应过来，大厅中间就炸开了。这一招威力实在太猛，整个地面都被掀翻了。金这下也是拼了老命，体力消耗的不轻。楼上万阳直接看傻了，他咬牙切齿的骂道：“该死，这小子居然还藏了这种底牌！”现在大厅里全是烟，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，到底干掉那个铁罐头没有？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结果。烟雾还没散干净，格伦达尔
竟然又爬了起来。这铁罐头的命是真硬。金累得直喘粗气，他原本以为刚才那一招能直接收工，结果对方还是站稳了。金无奈地问：“你还要继续打吗？”格伦达尔全身冒着紫火，这架势明显是要跟金死磕到底。格伦达尔已经快撑不住了，万阳却在旁边冷笑：“别管那些伤了，那个执事也快到极限了，等他力气用光，咱们就送他上路。”格伦达尔拖着沉重的步子，一步步逼近，这压迫感简直让人喘不过气。金还没缓过劲来，对方已经冲到了跟前，这下麻烦大了。万阳还在那儿说风凉话，觉得格伦达尔太不经打了。可谁能想到，金这一剑直接就扎透了那身厚重的铠甲。格伦达尔这下是真的撑不住了，他临死前没求饶，反而盯着楼上的赛琳，嘴里念叨着让大家千万别原谅他的罪。这话听得金一头雾水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罪，能让一个骑士到死都闭不上眼？万阳可没那闲工夫听他忏悔，直接让他赶紧滚蛋。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伤，而是那种最阴毒的自我侵蚀性诅咒。这种诅咒最阴毒的地方，就是从人的内心开始瓦解，让人在自我怀疑中彻底崩溃。卡利努斯在一旁都看呆了，格伦达尔现在的状态就像是被紫色的火焰从内部掏空。金心里很清楚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必须赶在骑士彻底消失前弄清楚那个赛琳的真相。金盯着眼前的骑士说：“如果你真的想保护他，就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保证会护他周全。”格伦达尔已经快维持不住人形了，那些黑色的碎片正一片片从他身上剥落。楼上的万阳一脸晦气，原本以为这枚棋子能多撑一会儿，结果还是废了。他已经开始盘算着去哪找下一个替死鬼。金可没打算就这么收场，只要能争取到一点时间，或许还有转机。他猛地伸出手，对着即将消散的格伦达尔直接发动了捕获。万阳正催着赛琳赶紧动手，趁着金现在受了伤，这可是补刀的最好机会。可赛琳却突然打起了退堂鼓，他说自己实在下不去手。这话一出，万阳的态度立马就变了，他那副狰狞的样子明显是动了真火。他冷笑着威胁赛琳，趁他现在还能好好说话，最好乖乖听话跟他走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塞博拉斯直接拦住了去路，这下谁也别想轻易过去。赛琳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居然还在担心万阳会被绑架。万阳气得不行，让赛琳别理这只粉红老鼠，赶紧去把那个执事给解决了。塞博拉斯赶紧解释，他们这次来是为了救赛琳，根本没打算动那只猫。万阳这下彻底破防了，直接让塞博拉斯闭嘴。万阳还在那儿摆谱，觉得塞博拉斯就是个送菜的小老鼠。他冷笑着问：“一只小耗子也敢在猫面前撒野？”结果塞博拉斯根本不废话，直接发动了巨大化技能，这体型一下子翻了好几倍，局势瞬间就反转了。塞博拉斯低头俯视着他：“你刚才在那儿嘟囔什么呢？个头太小了，我在这儿根本听不清啊。”万阳一看硬刚不过，立马转头开始打感情牌，对着楼上的赛琳歇斯底里，问他是不是想看着自己再死一次。他在那儿疯狂翻旧账，说赛琳就是因为轻信别人，才害得大家全都丢了命，这分明是在杀人诛心。万阳越说越激动，连他自己和赛琳都没放过，这番话像刀子一样，直接扎进了赛琳的心窝子里。万阳这下是真的急了，在那儿歇斯底里的大喊，求赛琳赶紧停手，让他把话说完。可赛琳已经彻底崩溃了，这一声妈妈喊出来，简直是撕心裂肺，连流出来的泪水都变了颜色。塞博拉斯在一旁都看傻了，原本只是想拦住那只猫，谁能想到事情会往最糟糕的方向发展。赛琳身上的气息完全变了，那股紫色的能量正把她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。要想救下赛琳，就要先解开她身上的诅咒。金心里很清楚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他必须弄明白格伦达尔和赛琳之间到底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去。结果格伦达尔一开口就把人给镇住了，他竟然亲手处决了赛琳的未婚夫。金赶紧追问，难道那人真的犯了什么重罪？格伦达尔说，当时的罪名是残害女仆，可问题是那个判决根本就是错的。原来在那场决斗审判里，所谓的誓言之剑出了岔子，大家都以为赢了就是正义，结果却完全搞反了。金这下反应过来了，既然判决是错的，那格伦达尔当时拼命护着的才是真正的凶手吧？格伦达尔给出了肯定的回答，这下真相是大白了。可接下来的麻烦才刚开始。金听完这话，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既然判决是错的，那不就是神给出了错误的真相吗？格伦达尔却摇了摇头，他说神是全能的，之所以会出现错误的判决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信仰不够坚定。金这下听傻了，这逻辑也太离谱了吧？难道就因为你一个人信仰不足，连对方手里的誓言之剑都领不到神力了？格伦达尔竟然还点头承认了。金直接反驳道，那为什么不能是对方信仰不够呢？我看你对神道是信得挺深。这话一出，格伦达尔沉默了很久，他终于说出了心里话。其实他一直都很不安，每次站在决斗场上面对神的时候，他看到的全都是自己那颗动摇的心。格伦达尔还在那儿钻牛角尖，他觉得就是因为自己害怕误判，才导致那天决斗出了错，把所有的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金听的头都大了，忍不住吐槽，你这人真是够让人火大的，偶尔也试着怪怪别人行不行？这种信仰太深的人，往往最容易把自己给毁了。看来那个灾祸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在他心里种下了怀疑的种子。金算是看明白了，跟这种一心想当罪人的人根本没法讲道理，他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。卡利努斯在一旁分析道，既然他不信，那就只能把真相直接甩他脸上，只要他能从愧疚里走出来，誓言之剑的诅咒自然就解开了。可问题是，那个真相只有那只坏猫知道。金看着卡利努斯问，咱们怎么才能让他开口呢？这事儿
绝对不能让他察觉，真相就是他的保命符，一旦被他发现我们在打听，他肯定会把嘴闭得死死的。就在两人商量对策的时候，走廊尽头突然冒出一阵绿光，赛琳正静静地站在那里，这气氛看着可不太妙啊。塞博拉斯还在那儿当和事佬，能不能别伤人，把他们赶走就行了。可赛琳这回是真不打算躲了，他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万阳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要是当初那个万一成真了，赛琳根本就不会死。”这话简直就是杀人诛心。赛琳这下彻底破防了，这可是他心里最深的一根刺，被当众这么一挑，最后一点理智也没了。塞博拉斯这下也顾不上劝架了，全身冒火，直接冲了上去。看来这场恶战是彻底躲不过去了。塞博拉斯这一下冲得挺猛，结果还没碰到人呢，直接就被这股黑烟给弹飞了。这力道摆明了是没打算留活口。这下金和卡利努斯彻底被卷进来了，这哪是普通的打架啊，这简直是要把整个屋子都给拆了。现在的赛琳已经完全失控，谁劝都没用，这股力量一爆发，整个空间都跟着在抖。紧接着这招更狠，大范围的黑光直接横扫过来，金连躲的地方都没有，这下是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。这股黑烟像是有生命一样，死死缠住了金，任凭他怎么挣扎，都根本甩不掉这致命的束缚。这股怨念实在太强了，甚至惊动了老天爷。原本平静的夜空一下子变得乌云密布，一道惊雷直接劈向屋顶，紧接着就是瓢泼大雨，仿佛要把这满屋子的愤怒全都给冲刷干净。可现在的赛琳已经彻底陷入了疯狂，这种程度的力量爆发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。刚才那股毁天灭地的劲头，现在全成了要命的反噬。赛琳这下彻底撑不住了，直接瘫在了一片废墟里。万阳笑的那叫一个张狂，摆明了是在嘲笑这群人的无能。整个大厅被拆得七零八落，连金也没能幸免。这下是真的全军覆没了，连个能站起来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万阳慢悠悠地走到金跟前，他冷笑着说：“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追到这儿来的。”万阳居高临下地看着已经动弹不得的金，这副架势摆明了是要彻底清场。他冷笑着嘲讽道：“追捕者，你的路到此为止了。”金这回是真的栽了，倒在血泊里连动都费劲。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场所谓的审判从头到尾就是个圈套。金咬着牙质问：“你竟然在誓言审判里动了手脚？”万阳倒是一点不避讳，直接承认了自己就是在玩阴的，还挺纳闷这命怎么这么硬，正面挨了那一招必杀技，居然还能吊着一口气。金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，临走前只想问个明白，你真正埋下怀疑种子的人根本就不是格伦达尔吧？万阳这下是真被惊到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金死到临头居然还能把他的算盘看得这么准。万阳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赛琳已经晕死过去，格伦达尔也彻底消失了。现在这地方终于可以敞开天窗说亮话了。金躺在血泊里冷笑：“你根本没打算去硬碰硬，因为只要誓言里的任何一方心里稍微打个哆嗦，这所谓的审判就要当场崩盘。”金接着分析：“你就是算准了格伦达尔，在没有神力加持的情况下，根本没法心安理得的杀人，这种罪恶感才是最致命的刀子。”万阳听完直接乐开了花，大方承认了这就是他的杰作。这只猫的阴狠程度简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万阳这下是真服了，夸金能算到这一步，确实是个厉害角色。他想起当初第一次见格伦达尔，那家伙简直就像个铁桶，根本找不到半点破绽。金趴在血泊里反讽：“所以当你亲手毁掉那个铁桶，心里一定爽翻了吧？”万阳笑得更欢了，说：“那个蠢货到死都在自责，这种崩溃的过程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戏码。”虽然觉得金聪明的少见，但既然底牌都被看光了，这只猫可没打算留活口。金还是不甘心，追问这家的主人赛琳到底是怎么被他给带坏的。万阳这回嘴严得很，说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他的麻烦可就大了。他看着快断气的金，觉得这人真是奇怪，都要没命了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万阳这下是真痛快了，说多亏了金，他现在心里舒坦多了。既然该说的都说了，这只猫直接甩出尾巴，准备送他最后一程。这一招下去，地面都被砸得稀碎。本以为金这回死定了，结果定睛一看，地上除了个大坑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谁能想到，刚才还倒在血泊里的金，这会儿居然稳稳当当地站了起来。万阳整只猫都懵了，这人刚才明明都快断气了，到底是怎么躲开的？金笑的那叫一个灿烂，说：“既然你分享了秘密，那我也送你一个。原来刚才那一地的血全是假的，那是他提前含在嘴里的调味酱。”金一边倒着那红得发亮的酱汁，一边慢条斯理地解释：“刚才那招女妖尖叫确实挺狠，但她早就喝了药水，状态直接拉满了。”万阳这下彻底听傻了，合着自己刚才在那儿掏心掏肺，全是给瞎子点灯。金接着抛出一个重磅炸弹，既然状态是好的，那他为什么要费劲巴拉的装死呢？万阳心里咯噔一下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金就对着空气喊了一：“格伦达尔，刚才那些话你都听清楚了吧？”原本已经消失的格伦达尔居然再次出现在了现场，他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我不是罪人。”万阳这回是真想死的心都有了，这哪是杀人诛心啊，这简直是掉进坑里还被埋了土。万阳这下彻底崩了，只能在那儿干笑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被一个人类算计得死死的。眼看格伦达尔现身，这只猫反应倒也快，唰的一下直接奔着楼上的房间冲了过去。他一边跑一边歇斯底里的大喊：“圣女大人，快醒醒！再不起来，这帮人就要杀了我了！”金可没打算给他求救的机会，拎着短剑一步步逼近。万阳吓得魂儿都飞了，对着紧闭的大门疯狂求救，可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金这会儿的状态简直强得离谱，整个人散发着一股让人胆寒的气场。
还没等万阳反应过来，金抬手就是一剑，这速度快到根本看不清，直接把这只猫给扇飞了出去。刚才万阳喊得那么大声，这屋里的人总算是有动静了。赛琳猛地睁开眼，整个人还没从昏迷里缓过劲来。金就守在床边，看他醒了，语气倒是挺淡定，问他是不是清醒一点了。可赛琳这会儿哪顾得上自己啊，他满脑子都是孩子，急得嗓子都哑了，问他的万阳到底在哪儿。金赶紧摆摆手，让他先把心放肚子里，说孩子安全的很，根本没被那帮人带走。听到这话，赛琳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，这出闹剧总算是能消停一会儿了。刚才还上蹿下跳的万阳，这会儿直接被莱利给拎住了，他还在那儿拼命挣扎，扯着嗓子喊放开他。莱利倒是淡定的很，两只手死死掐住这只猫，让他老实点别乱动。赛琳急得大喊快把万阳放了，金却一口回绝，这事儿没商量。他解释说这小家伙攻击性太强，现在放手肯定要出事。金盯着赛琳的眼睛，接下来的话你可能很难接受。就在他准备开口时，万阳突然发疯一样乱叫，好像生怕秘密被拆穿。金最后还是说了出来，这根本就不是你的猫。赛琳这下彻底懵了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万阳就是我的猫，它可是我的家人。金却异常冷静，它只是个怪物，故意变成你家人的样子，像寄生虫一样利用你的感情。万阳还在莱利怀里拼命挣扎，不可能，这只是肯定在撒谎。赛琳赶紧让他闭嘴。谁也没想到，刚才还歇斯底里的赛琳，态度竟然直接反转了。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太粗鲁了，请原谅我的无礼。赛琳还在苦苦哀求，万阳是我唯一的家人，求求你们救救他吧。金直接摊牌了，我们不是来抢猫的，恰恰相反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已经堕落成抱桑女妖了，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。想要解开这个诅咒，就要先弄清楚你心里到底藏着什么罪恶感。金盯着他问，现在好好想想，你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念头到底是什么？金这一问，直接把赛琳的思绪拉回了过去，那些被埋掉的记忆一下子全翻出来了。原来在很久以前，他深爱的男人埃利安被关进了大牢，虽然嘴上说着相信，但他心里那个怀疑的念头怎么压都压不住。埃利安彻底绝望了，连最亲近的人都不信自己，这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念想也跟着断了。就在这时，格伦达尔出现了，他直接把人带走，这一别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。赛琳最后那句独白才是最扎心的，他承认了，在那一刻他确实没法相信他，这就是他所有罪恶感的源头。既然连最爱的人都不信自己，埃利安也彻底心灰意冷了，他当场承认了所有指控，哪怕那些罪名根本就是莫须有的。这一认罪就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了，他就这样带着满身的污名走上了绝路。可最讽刺的事情还在后头，就在埃利安被处决后的第二天，格伦达尔竟然找上门来，亲口承认那是一场冤案。原来他真的是清白的，可人已经没了，这种迟来的真相简直比杀人还要诛心。这一刻，他心里的防线彻底崩了，那种亲手毁掉爱人的罪恶感直接把他变成了现在的怪物。真相大白之后，赛琳整个人都垮了，他一直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埃利安，这种罪恶感快把他折磨疯了。金却在这时候泼了盆冷水，他盯着赛琳问，你当初对埃利安的那些怀疑真的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？赛琳还没反应过来，金直接指向了莱利怀里的万阳，他说这只寄生在赛琳身上的怪物其实就是灾厄的化身，这种怪物最擅长的就是在人心底种下怀疑的种子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亲手毁掉最珍贵的东西。金语气变得异常冰冷，他盯着那只怪物命令道，别再装了，老老实实把真相说出来吧。万阳这小怪物倒也识趣，知道硬扛没好果子吃，直接开始谈条件了。他问金，只要说实话，是不是就能饶他一命？金答应得很干脆，只要能把事情说清楚，放他走也不是不行。万阳这下彻底摊牌了，他承认当初就是他在赛琳心里种下了怀疑的种子，才让那个叫埃利安的男人彻底掉进了深渊。这真相一出来，赛琳整个人都崩溃了，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害死了爱人，结果到头来这一切竟然全是一个圈套。他盯着万阳，一遍又一遍地质问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你怎么敢？可万阳接下来的话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出了一身冷汗。万阳这小怪物突然变了脸，反过来指责赛琳当初只顾着那个男人，根本就没在意过他的感受。他这一声妈妈叫得人心发毛，更离谱的是赛琳竟然真的在跟他道歉。看到这一幕，金心里咯噔一下，按理说真相大白了，这诅咒该散了才对，可现在这屋里的气氛反而变得更压抑了。难道说刚才找出的真相根本没用？就在金琢磨哪出问题的时候，万阳在莱利怀里冷笑了一声，他早就看穿了金在想什么。万阳这小怪物现在是彻底摊牌了，他一脸得意地告诉金，杀了我诅咒解不开，留着我诅咒也破不了，因为他早就把自己的命跟赛琳身上的诅咒绑死在一起了。这下麻烦大了，金一眼就看穿了，这是一个死循环，也就是所谓的双重锁。赛琳心里的那份愧疚，恐怕不只是因为埃利安一个人，如果他心里还有别的疙瘩，这诅咒就永远没个头。万阳还在那儿叫嚣，要么现在放他走，要么大家就这么耗一辈子。可金根本没理他，他转头看向赛琳，问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问题：赛琳，万阳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这话一出口，赛琳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金这一嗓子算是彻底问到了点子上。赛琳半天没吭声，这屋里的空气都快凝固了。看来万阳这两个字就是他心里最后那道防线，只要这道坎过不去，万阳说的那个死循环就永远解不开。金就这么盯着他，他在等一个交代，也在等这个故事真正的结局。就在这时候，赛琳终于有了反应。金这下彻底听懵了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难道你还想回到那个一直虐待你的怪物身边吗？
谁能想到赛琳接下来的话直接让金当场死机。赛琳缓缓开口，其实在另一个次元，我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，那里才是我的故乡。可自从爱上了艾莉安，我竟然觉得留在这里才是更好的选择。这话一出来，金彻底没词了，这已经不是疯不疯的问题了。玩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赛琳接着解释道，他在游戏里待的时间越长，现实中陪宠物的时间就越少。为了能两全其美，竟然有人搞出了黑科技，能让宠物也连进游戏里。金总算听明白了，所以那只叫万阳的猫，其实一直在这个世界陪着你。果然是这样，那是他最完美的一段时光。可这种设备，金听都没听过，难怪这个 NPC 的设定处处透着违和感。就在这时，赛琳说出了最后的打算，等艾莉安一走，他就准备彻底结束这一切。原本以为现实是个避风港，结果等他真的回去，才发现那里早就变了样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看着满屋子的荒凉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他在游戏里陷得太深，完全忽略了现实里的万阳。猫这种生物最会忍痛，等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一切都太迟了。万阳就这么走了，连个告别的机会都没留给他，这就是他一直藏在心里的秘密。莱利抱着万阳站在旁边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这种沉重的过去，确实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赛琳才勉强开口，说自己已经没事了。可这事儿哪有那么容易过去？金听完这些，心里也挺不是滋味。既然在现实里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为什么还要回到这个伤心的？赛琳叹了口气，万阳走后，他整个人都垮了，什么事都干不了。直到过了好久，他才攒够勇气去整理万阳留下的东西。可最后剩下的只有那些留在游戏里的回忆。本来可以就这么算了，但他总觉得如果不把这些回忆理清楚，自己这辈子都走不出来。于是他再次登录了游戏，想给这段感情画上最后一个句号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他推开门的那一刻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傻眼了。在那空荡荡的房间里，竟然坐着一只猫，万阳竟然真的在那儿。这下谁都受不了，本以为是死而复生，结果却是个精心设计的陷阱。金一眼就看穿了，那个所谓的天灾，其实一直躲在万阳的身体里，就是为了利用这份感情，把他死死的困在这个世界。这招确实够狠，怪物还在旁边煽风点火，说这可不是什么心理操纵，被忽视就是事实，这种痛苦是他活该受的。赛琳显然被击中了要害，他当场就认了命，觉得自己确实是个差劲的主人。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，追问他为什么这么想，结果赛琳的回答让整件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他说自己当时根本不在场，甚至连一件对猫好的事都完全想不起来了。这事儿越听越不对劲，哪有人会把自己对宠物的爱忘得一干二净？赛琳还在那儿自我怀疑，觉得是自己太差劲，才记不起那些好。就在这时候，金手里突然亮起了光，这东西一出来，赛琳的注意力全被吸走了。金直接揭开了真相，那个所谓的天灾不仅占了万阳的身体，还在疯狂折磨他的精神。他故意抹掉了那些温暖的片段，就是想让他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得到爱。可假的就是假的，金手里捧着的正是他和万阳之间最真实、最珍贵的那些回忆。这些被偷走的过去，现在全都找回来了。金看着他问：“你想亲眼看看吗？”金把那些发光的碎片轻轻地到了赛琳手里，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光，而是被偷走的那些日子。就在他触碰碎片的一瞬间，那些消失的画面全回来了。原来他和万阳之间有过那么多温柔的瞬间，根本不是他想的那样糟糕。金看着他说：“赛琳，你其实是个特别温柔的主人。万阳走的时候，一定是带着这些美好的意，开心的过了彩虹桥，所以没必要再自责了。是时候把心里的那块大石头彻底放下了。”随着这些话落下，压在他身上的诅咒似乎终于开始消散了。随着那些记忆被找回，赛琳身上的光越来越亮，这下稳了。金和莱利就在旁边看着，这股力量唰的一下直接冲破了所有的阴霾。赛琳终于清醒过来了，他第一反应就是找那个罪魁祸首。结果呢，那只怪物已经被莱利死死按住了，他还在那儿疯狂求饶，说只要放过他，他什么都招。可现在的赛琳已经不是那个好欺负的赛琳了，他指着怪物，语气冷得让人发抖：“滚出万阳的身体，立刻！”既然硬碰硬没用，金直接掏出进化卷轴，这招一出，胜负就定了。随着一阵惨叫，躲在里面的脏东西终于被硬生生拽了出来。莱利眼疾手快，一把就给他按住了。看着地上这团烂泥，莱利这回是真的火了，他问能不能亲自动手，金也没拦着，说只要你想出气，我肯定帮你到底。卡利努斯还在那儿悠哉的舔爪子，压根没把这烂泥一样的怪物放眼里。谁能想到这怪物竟然还想垂死挣扎，看准了卡利努斯就扑了过去。他这是挑了个最硬的骨头啃，卡利努斯反手一爪子，直接把这玩意儿拍进了地缝里。这下他是彻底动弹不得了。金冷冷地看着地上的残渣，终于叫出了他的真名：天灾，混沌的吞噬者。金这回是真不打算留活口了，他冷冷地看着地上的怪物，问他是不是觉得折磨宿主很有趣。怪物这下是真的怕了，拼了命地求饶，可金根本不吃这一套，这一脚下去，他连逃的机会都没了。既然做了恶，就要付出代价。金最后送了他3个字：寄生虫，再见。这一剑彻底断了他的后路，不管这怪物再怎么不甘心，一切也都该结束了。随着怪物被彻底解决，笼罩在宅邸上空的阴霾终于开始散了，这层虚假的屏障一碎，久违的太阳总算露了头，整个宅邸重新回到了阳光下。看着窗外透进来的亮光，赛琳忍不住感叹，原来光一直都在，只是之前被乌云挡住了。金和莱利守在后头，看着这雨过天晴的景象，心里总算踏实了。卡利努斯这小家伙
倒是半点不认生，屁颠屁颠的跟在赛琳后头。赛琳觉得挺纳闷，这猫怎么一点防备心都没有？金倒是看透了，别看它长得像猫，性格简直跟小狗一样。看着卡利努斯这么可爱，赛琳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问能不能摸摸这小家伙。金倒是挺客气，还专门低头征求卡利努斯的意见。结果卡利努斯一脸嫌弃，心里100个不愿意。可金是谁啊？转头就给翻译成了没问题。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真是绝了。卡利努斯虽然嘴上骂骂咧咧，但真被摸到的时候，这小表情可骗不了人。这手感他其实一点都不讨厌。趁着这股轻松劲儿，赛琳也总算把憋在心里的话全给导了出来。其实他心里早就清楚，那个孩子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，可他就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，非要把这当成是对自己的惩罚。金开口问赛琳夫人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赛琳看着窗外，他说留在这里，除了伤心什么都没了。他打算放下这一切，回到自己原本的生活里去。金点了点头，这确实是个明智的选择。希望在那边迎接你的全是好事。赛琳最后道了声谢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执事先生。事情总算告一段落，大家来到了院子里。可就在要分别的时候，赛琳突然停下了脚步。他说心里还有个疑问，想听听金怎么说。赛琳最后还是没忍住，指着卡利努斯问金：“你为什么一直管这只猫叫主人？”金一脸严肃的解释：“我的主人其实是卡利努斯，那是黑暗的化身，只是因为出了点意外，现在才被困在猫的身体里。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帮主人恢复力量，拯救陷入危机的黑暗世界。不过……”他转念一想，反正夫人你都要走了，这些事知不知道也无所谓。赛琳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：“执事先生，你这笑话讲得也太认真了。”金还没来得及反驳，卡利努斯现在心里炸了锅，谁跟你开玩笑了？看着赛琳远去的背影，这桩麻烦事总算彻底了结，大家就在这儿分道扬镳。金转头对莱利说：“辛苦了，你也做得很好。”就在这时，卡利努斯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金，这次你处理得非常出色。”紧接着系统面板刷的一下跳了出来，主人对你的服务很满意，赏金1000点直接到账。金这下乐坏了，赶紧对着卡利努斯道谢：“谢谢主人，赏赐。”看着他们走远的背影，谁能想到这看似普通的组合背后竟然藏着这么大的秘密？莱利好奇地问：“执事先生，咱们接下来去哪？”金挠了挠头，说实话，刚说完再见就这么站着，确实有点尴尬。我打算等赛琳夫人走远点，随便转转就撤了。可金往后看了一眼，他这是打算一直目送我们离开吗？还没等莱利反应过来，金突然大喊一声：“快跑！”莱利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好端端的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就在这时，远处的赛琳夫人停下了脚步，她缓缓转过身，嘴里冷冰冰的吐出2个字：“登出。”随着那声登出，眼前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等赛琳再次睁开眼，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样。原来刚才经历的所有冒险，不过是一场沉浸式游戏。她正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头上还戴着厚重的虚拟现实头盔。终于回来了，这一声我回来了，等了实在太久，屋里的人全乱套了。谁能想到，消失这么久的大小姐竟然真的醒了？消息一传出去，整个庄园都炸开了锅。可那些陪她出生入死的朋友，现在又在哪呢？这刚一回来，还没等高兴太久，她就发现不对劲了。这双手，这种真实的感觉，根本不像是回到了现实。她站在大门口，对着空气大喊：“退出登录！”可除了风声，四周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下彻底乱了套，系统窗口打不开，连个提示音都没有。明明记得已经退出来了，明明刚才还躺在床上，戴着那个沉重的头盔，可现在他怎么还困在这个世界里？刚才明明感觉到下线了，怎么人还在这儿？难道说在这个世界里还有一个我？就在他犯嘀咕的时候，金这边已经开始行动了。看着屏幕上那几个灰掉的名字，莱利忍不住问他在干什么。金笑了笑，说要把老朋友们都接回来。既然拿到了主人的授权，那复活这种事也就是动动手指头。250点点数扣除，确定复活。塞博拉斯的名字虫星亮了起来，这下子家里又要热闹了。随着一阵黑烟散去，塞博拉斯和史莱姆就这么凭空冒了出来。塞博拉斯整个人都懵了，刚才不是被那声尖叫震碎了吗？怎么一睁眼又活过来了？金在旁边解释说，是用了主人的授权，才把他们从鬼门关拉回来。不过这刚复活，后遗症还挺严重，一个觉得浑身没劲，一个觉得身体沉得像灌了铅。金倒是不慌，直接调出系统面板，对着他们就是一顿操作。这白光一闪，状态刷的一下回满了，这下总算彻底活过来了。塞博拉斯和史莱姆刚满血复活，系统突然弹出了个红色警告，之前抓到的那个俘虏只剩5分钟就要被强制释放了。金看着名单直发愁，这个叫格伦达尔的家伙伤得太重，要是现在把他放了，估计还没落的就要灰飞烟灭。可他脑子里的情报还没掏干净呢，想救人就要换个法子。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把格伦达尔转化成了仆从，这下命是保住了，人也彻底成了自家的苦力。就在这时，卡利努斯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他说附近一直有哭声传过来。金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这附近还有别的活人？循着哭声找过去，原来是大门口这儿蹲着赛琳，哭的那叫一个惨。金走上前劝了一句：“行了，别哭了。”结果赛琳嗓门更大了：“这换谁能不哭啊？”金觉得奇怪，大家都撤了，你们怎么还留在这儿？赛琳一边抹眼泪一边说：“明明已经回到现实世界了，可一睁眼怎么还在这鬼地方待着？刚才看着还挺淡定，这会儿心态彻底崩了。最麻烦的是，他现在既不是玩家，也不是 NPC， 这身份到底算个什么东西？”金也觉得这事儿邪门，既不是系统漏洞，也不像彩蛋，那赛琳到底算个什么存在？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个可能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角色背景设定。既然被留下了，他以后
就要在这儿生活了。金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你还好吧？”结果这话直接把马蜂窝捅了。赛琳气得当场跳脚：“你看我这样子像没事人吗？”金自讨没趣，确实问这种话纯属脑子抽风。不过换个角度想想，赛琳说不定才是任务留下的那份真正的大礼。看着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金心里有了主意，与其在这伤心的待着，不如换个地方重新开始。金直接伸出了手，既然没地方去，不如跟我们一起走吧，去寻找新的生活。赛琳一下子愣住了，看着眼前的邀请，他半天没反应过来。结果下一秒，赛琳直接瘫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嘴里还喊着要离开这儿。金和莱利在旁边站着，这场面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这一哭就是整整10分钟。金看着眼前的赛琳，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这情况确实有点难办，总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这儿不管吧。可听着这没完没了的哭声，金又动摇了，要不干脆直接走人算了。就在他纠结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了主人的声音。金，他赶紧转过身，恭敬的回应：“是的，主人。”被赛琳这么一摸，卡利努斯整只猫都酥了，这手法简直绝了，感觉全身都要化开一样。金在旁边都看呆了，这女人虽然哭得稀里哗啦，可手上的动作一点没乱，这哪是普通撸猫啊，简直是无意识的大师级水准。看来这人还真没找错。金心里有了底，无论如何也得把他带回去。等赛琳终于平静下来，金试探着问：“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”赛琳点点头，借着金的手站了起来，轻声说了句谢谢。金趁热打铁，直接发出了邀请：“要是你愿意跟我们走，我想请你专门负责照顾主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本以为这事儿稳了，结果赛琳却沉默了。他低着头说：“我恐怕没法再照顾谁了，这种责任我真的承担不起了。”正聊着呢，天上突然掉下个大麻烦，这巨鸟扇着翅膀直冲下来，看这架势，是打算把底下这几位全给撕了。塞博拉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，这下麻烦大了，眼看就要撞上了。塞博拉斯全身冒火准备硬刚，莱利也拔出了短刀，这仗眼看就要打起来了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赛琳突然冲到最前面，扯着嗓子大喊住手。他急得不行，赶紧解释说这是他养的怪物，估计是看他刚才哭得太惨，以为这帮人在欺负他，这才冲下来护住的。赛琳一边挥手一边安抚，生怕卡利努斯一个冲动把事情搞得没法收场。赛琳赶紧冲到这怪物跟前，看他满嘴是血的样子，心疼的不行，嘴里还念叨着肯定很疼吧。他直接发动了治愈魔法，随着一阵白光亮起，这怪物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愈合，这手法确实专业。金在旁边都看傻了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这难道是你驯服的怪物？”怪物倒是被治得挺开心，可赛琳的脸色却沉了下来。他说：“只要一照顾别人，就会想起以前那些伤心事。”这下金彻底没招了，人家心里这道坎要是过不去，再怎么劝恐怕都没用。到底该怎么把他带回去呢？金看硬劝没用，干脆让卡利努斯亮出了底牌。这一变身，刚才的小萌猫直接成了庞然大物。金赶紧解释，其实主人本来就属于这个世界，跟那些史莱姆或者哈比没啥区别。他这是在给赛琳找心理安慰，想让他把这份工作看轻松点。要是把主人当成普通的本地生物，是不是就没那么大压力了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赛琳也是真拿他没办法，吐槽他这执事当的实在是太执着。金倒是一脸轻松，只要能把人带回去，脸皮厚点又算得了什么？金这回是掏心窝子了，他说主人其实很喜欢赛琳的照顾，所以他才想在最后争取一次。赛琳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，觉得自己没保护好以前的孩子，根本不配再当什么守护者。可日子总得往前看，他不想这辈子都活在愧疚里，被过去的阴影给锁死。金听完也沉默了，他知道赛琳这些年受了不少苦，这事儿确实没法强求。结果赛琳话锋一转，说可以先跟着他们走一段，直到找到新的落脚点为止。不过他也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帮忙可以，但照顾主人的主力还得是执事。这下金总算能交差了。看到赛琳终于点头，大伙儿这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，连旁边的魔物都跟着瞎起劲。金心里那叫一个美，这波极限拉扯总算是大获全胜。既然谈妥了，那就别磨叽，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。赛琳觉得既然以后要一起搭伙过日子，大家还是正式自我介绍一下。莱利和塞博拉斯倒是挺大方，直接报了家门。可轮到金的时候，这气氛突然就有点不对劲了。赛琳听完名字，整个人都懵了，合着你真叫金执事啊？这名字起得也太随便了吧！既然都要动身了，卡利努斯也得抓紧时间享受一下最后的闲暇。下班时间刚到，普大成还没来得及走，就接到了金城九打来的电话。普大成赶紧戴上耳机，对面传来的第一个消息就让他坐不住了。金城九说：“我妹妹终于醒了，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。”普大成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，但他还是有点纳闷，之前不是说这事儿没法解决吗？怎么突然就好了？金城九解释道：“我妹妹之前被混沌怪物控制了精神，一直困在里面出不来，多亏有个玩家打败了那个怪物，才把她从精神控制里救回现实，现在情况已经稳定多了。”普大成听完陷入了沉思，看来那个高级 AI 在游戏里已经变成了邪教头子一样的存在。既然罪魁祸首已经被玩家干掉，那运营这边的压力总算能稍微缓一缓了。不过金城九接下来的话让气氛又紧张了起来。他说现在高兴还太早，他妹妹只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受害者，游戏里可能还困着更多的人。普大成听完也犯了难，毕竟不能因为出了一次意外就直接把整个服务器给关了。金城九急得不行，以后要是再出现这种怪物，后果根本没法想象。普大成也知道这事儿严重，他叮嘱金城九一定要把你妹妹的遭遇保密，咱们得私下里好好查查。
聊到这儿，蒲大成突然想起个关键人物，他问金城九：“救你妹妹的那个玩家到底是谁？”金城九早就留意过这个人，说他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强，本来还想找他当设备测试员。蒲大成赶紧在电脑上搜索，屏幕上跳出了一个名字：金巴特勒。金城九接着解释，当时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就把他妹妹家猫用过的设备交给了金。他当时就在赌，只要那台设备里还留着一点数据，或许就能通过金的猫找到救人的线索。画面一转，金正打算跟眼前的几位告个别，他一脸抱歉的对赛琳说，自己现在必须得走一趟，之前没打招呼，确实有点突然。赛琳看着快要下山的太阳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天都要黑了，不休息反而要出门。旁边的卡利努斯可没那么好说话，他直接质问金，现在进度已经落后了，你这时候居然要翘班？金也是没办法，他解释说自己在另一个世界还有事，估计得离开个2天左右，要是再这么逼他，他可能真救不回来了。这话一出，赛琳整个人都听懵了，什么叫另一个生活？什么叫下班？难道这家伙真的是个玩家？金没想那么多，他再次强调自己得赶紧下线，毕竟现实世界里现在差不多是晚上7点。赛琳最后还是松了口，既然你有急事，那就快去吧，毕竟家里的那些小猫肯定还在等着他们的管家回去呢。既然金要走2天，赛琳还是有点不放心，问他明天早上是不是也有安排。金点点头，说家里的猫得去趟医院。赛琳听完还挺紧张，赶紧问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。金心里倒挺踏实，这赛琳能理解现实和游戏的差别，沟通起来确实省了不少事。临走前，金把塞博拉斯托付给了莱利，让他这2天帮忙照看。莱利答应的挺干脆，让他放心去忙，这边有他守着出不了乱子。金最后跟大伙打了个招呼，这回下线可比上次在兽人村的时候轻松多了。随着一声指令，金的身影消失在原地。画面一转，现实世界里的金刚摘下头盔，一连串的扣费账单就弹了出来。宠物医院、超市采购，还有猫粮，全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不过好在这些钱全都能用游戏里的金币直接抵扣，这日子过得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。刚一回到现实世界，家里的猫主子就围了上来。金笑着问露露：“哎呦，坏了吧？马上给你们弄吃的，稍等一下。”转头一看，皮猪还趴在沙发上，脑袋上顶着那个沉重的头盔，这小家伙居然还在那儿折腾呢。这回金可没亏待他们，直接拿出了顶级鹿肉猫粮，1公斤就要15万韩元，绝对是宠物界的奢侈品。看着2只猫吃得这么香，金总算能喘口气了。他看着皮猪和露露，心里挺自豪。好吃吧？这玩意儿可贵了，你们大哥这回在游戏里确实没少挣，虽然游戏里还有不少麻烦，但看着眼前的生活，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这日子总算是越过越有盼头了。金看着埋头干饭的皮猪，忍不住念叨起来：“你真得好好谢谢那位大人，虽然你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他。”转眼到了第2天，金准时带着皮猪来到了宠物医院复查。医生一边检查一边叮嘱：“这支架暂时还得带着，千万别让它往高处爬，等情况彻底稳定了再说。”金连连点头，表示自己一定会看紧这小家伙，毕竟皮猪可是他的心头肉。检查完，刚走出医院大门，兜里的手机就震个不停。金拿出来一看，居然是黑山羊打来的，这倒是稀奇。平时除了游戏，这帮人很少在现实里联系。金顺着约好的地址找过去，大老远就看到路边的露天咖啡座，坐着几个熟悉的身影。冷玉王眼尖，第一个发现了走过来的金，兴奋地站起来招手：“金，你可算来了！”金紧赶慢赶，总算跟大伙儿碰上头了。他笑着挥了挥手：“好久不见啊，各位！”这现实里的聚会看着可比游戏里接地气多了。坦克男孩正抱着饮料猛吸，黑山羊还是那副冷淡的架势。冷玉王倒是乐开了花，不过这桌上显然还有他不认识的新面孔，这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微妙起来了。金笑着跟老伙计们打招呼，结果屁股还没坐稳，冷玉王就先发难了。冷玉王指着他喊道：“赶紧老实交代你的罪行！”金这下彻底懵了，自己这刚来怎么就成罪犯了？坦克男孩也跟着帮腔，问他是不是打算拉黑所有人，彻底跟这帮朋友断了联系。金赶紧摆手说，要是真想消失，今天就不会出现在这儿了。他顺手把背后的猫包转到胸前，皮猪正瞪着大眼睛往外看呢。尹达林在旁边接了一句，说还以为像他这样的人早就该人间蒸发了。金还挺委屈，问自己是不是表现得太冷血了。结果尹达林摇摇头，说冷血的不是你，是这只猫。看着猫包里的皮猪，大家心里都在犯嘀咕，难道最近这一连串的麻烦全是因为这只小猫？刚才还说猫冷血，结果一看到皮猪，这帮人全倒戈了，争着抢着要摸2把。金这下急了，死死护住猫包，生怕这帮损友真把猫给顺走。闹腾完了，大家总算坐下来谈正事。黑山羊突然提到了钱的事，当初为了给雇佣兵付那11亿的赔偿金，金是不是已经把家底都掏空了？金倒也坦诚，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，自己现在确实是个穷光蛋，1分钱存款都没剩下。这话一出，对面的朋友们更火了。冷玉王觉得他太见外，连商量都不商量就转账，简直是没把大家当自己人。金低头道了个歉，在他心里，这帮人就是家人，虽然给的不少，但他总觉得以自己的本事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。坦克男孩叹了口气，原来是因为心里愧疚才晚起了失踪啊。金无奈的解释，这只是一部分原因，主要是当时私事太多，实在顾不过来。他试着转移话题，问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，结果尹达林直接翻了个白眼，说托你的福，队伍散了，大家的排名也全掉光了。
尹达林接着吐槽，自从那天之后，他只能去别的团当雇佣兵，但那边的指挥水平实在让他提不起劲。旁边的人也跟着起哄，说大家早就习惯了，金的指挥节奏换了别人根本不行，甚至冷玉王开玩笑，让他赶紧回来负责，吓得旁边的坦克男孩赶紧打圆场，说这种话可不能乱讲。尹达林表情严肃了不少，他说如果大家想重新打回去，就必须得靠金的脑子。黑山羊提议，干脆就用金之前留下的那笔钱作为重新开始的启动资金。金愣了一下，看着这帮老朋友，心里确实挺感动的。没想到大家还没忘了自己，可感动归感动，他最后还是摇了摇头，说自己现在身上有合同，只能拒绝大家的好意。这话一出，全场都愣住了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合同，能让他连老战友都顾不上了？大家伙儿还是想不通，金当初为什么要玩消失，甚至还放了烟雾弹，彻底断联。金叹了口气，说这事儿解释起来挺复杂。其实6年前他在熔岩区钓鱼时，意外接了个隐藏任务，这一干就到了现在。尹达林听完直皱眉，那种边境地带的任务能有什么像样的奖励？金倒也实在，说当时就是为了混口饭吃，结果现在任务越做越深，他得跟着去黑暗之地了。这话一出，冷玉王直接炸了，为了点生活费，连老战友都不要了。坦克男孩反应最快，去那种地方不就等于要入籍当 NPC 了吗？金点点头，说自己现在确实是一个黑暗剑士的随从，这身份一亮出来，大家伙儿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了。尹达林还是不死心，问他要是任务结束了，还能不能回来？金看着包里的皮珠，心里也没底，本来以为只是个普通活动，谁能想到这一陷进去就出不来了。金看着包里的皮珠，说自己本来就打算休息一阵子，毕竟为了打本，确实太亏欠家里的小家伙了。黑山羊还是不放心，问他手头到底紧不紧。金笑了笑，说日常开销还是没问题的。坦克男孩倒是看得开，说这种担心纯属多余，毕竟这位可是当年的林克金传奇玩家。分别的时候，黑山羊特意交代，那笔钱就留着防身，别出点小事就来找大家。金道了声谢，虽然冷玉王还在闹别扭，但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份情谊算是续上了。坦克男孩最后叮嘱了一句，等那个麻烦的任务结束了，记得一定要联系大家。金挥挥手告别，背起皮珠挤上了地铁。老友聚会结束了，接下来的路还得他自己一个人走下去。金刚从老友聚会出来，这会儿正挤在地铁里往回赶，本以为能消停会儿，结果兜里的手机突然震了起来。拿出来一看，屏幕上跳出来的名字居然是那位雇佣兵金大叔。这位平时可不轻易联系，这大晚上的突然找上门，准没好事。这大老远跑过来找人，肯定是有急事。金心里也犯嘀咕，总觉得这气氛不太对。一拉开车门，里头坐着的正是金城九。两人这打招呼的方式，听着可不像普通朋友。金城九开口就叫他指挥官。看着金怀里背着的皮珠，金城九还以为出啥大事了，结果是虚惊一场。这小家伙居然从冰箱上掉下来，把腿给摔断了。既然金城九亲自跑这一趟，那要说的是绝对小不了。金城九这回是真打算摊牌了，他说自己背地里做了些事，甚至可能把对方推到了坑里。金城九直接丢出一个重磅炸弹，原来那个被救下的赛琳竟然是他的亲妹妹。这消息确实够吓人的。金城九接着交代，就算妹妹被困在游戏里，他还是把那个危险的连接设备一声不吭地交了出去。说到底，他当时也是走投无路了，为了救亲人，只能出此下策。看金城九这副认真的样子，这事儿绝对不是在开玩笑。原来当初开发出宠物连接设备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麻烦。这下全对上了，之前那些想不通的事，现在总算有了答案。金城九这声谢谢说的挺沉重，金这下彻底信了。要不是亲哥，谁能知道赛琳的事啊？金一直以为赛琳只是个 NPC， 顶多就是背景故事写得好，谁能想到游戏里救的人竟然是真的。金城九干脆把底牌全亮了，他其实是可可游戏的工程师，那个能带宠物玩游戏的设备就是他亲手做出来的。金低头看了看包里的皮珠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既然这设备是赛琳的猫用过的，那现在的皮珠，金城九接下来的话让气氛一下子变得更紧张了。金城九推测，就是这小家伙带路，才让他找到了亲妹妹。金这下彻底听明白了，合着皮珠这只猫是真的能连进游戏里。金城九点点头，这事儿一点不掺假，既然游戏里的人是真的，金赶紧追问，那现实里的赛琳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金城九沉默了半天，才说出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哪怕他们尝试强制登出，妹妹也再没醒过来，只有在连上设备的时候，她的脑电波才会有反应，这不就等于是把灵魂丢在游戏里了吗？金越听越觉得后怕，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个火坑，稍微出点差错，人就彻底回不来了。金城九脸色更难看了，他说这可能只是个开始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，必须得查个水落石出才行。金城九现在最想搞清楚的是，那怪物到底是不是冲着设备去的，是他妹妹运气太差撞上了，还是背后有人在故意设局？他盯着眼前的年轻人问，知不知道那个叫天灾的怪物，就是他把赛琳困在了游戏里。这玩意儿可不简单，是一种能控制精神的寄生型怪物，虽然在地面上露过脸，但具体的数量和情报还是个谜。金城九打算派研究员去混沌之地调查，但他更希望金能帮个忙，在游戏里多留意这怪物的动向，看看能不能挖出点有用的东西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这活儿肯定得接，只要查清这怪物是怎么跑进黑地的，真相也就离得不远了。看着金城九的车开远，这事儿可比想象中大多了。金城九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这次调查必须绝对保密，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他妹妹，甚至可能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。
金这心里乱成了一锅粥。他回到家看着皮猪，想起这阵子小家伙确实不对劲，不爱玩也不爱吃，整天就知道闷头大睡。原来根儿在这儿呢。皮猪在游戏里拼了命地带路，现实里的身体哪能扛得住啊？金城九说的那些话，金到现在还没完全消化掉。他盯着皮猪问：“你真的就是我的那个主人吗？”结果皮猪只是回了一声猫叫。这小家伙到底藏了多少秘密？既然心里有了怀疑，那就要亲手验证一下。他直接带上设备，打算回游戏里看个究竟。结果游戏那边全乱套了。塞博拉斯急得大喊大叫：“金，巴特勒，出大事了！”金倒是淡定的很，直接问是不是主人不见了。这下把塞博拉斯整懵了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金没时间废话，说自己的下线确认个事儿。话音刚落，人就直接退出了游戏。画面一转回到现实，他看着怀里的皮猪，既然这小家伙能连进游戏，那这套设备他应该也能用。他把头盔往皮猪头上一扣，能不能成就看这下了。头盔刚给皮猪戴上，游戏里立马就有了动静，伴随着一阵刺眼的白光，那个庞大的身影再次降临。金城九果然没说错，这小家伙真的能靠意识连进游戏。看着眼前的卡利努斯，金心里总算踏实了。卡利努斯一边舔着爪子一边问：“金，你可算回来了？刚才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总觉得这世界好像少了点什么。”金没多解释，只是随口应付了几句，但他心里清楚，皮猪能上线是靠技术，可他身上那股黑暗化身的力量，绝对是这世界的创造者亲手给的。为什么要选一只猫来承载这种恐怖的力量？金直接切入正题，问起那个操控人心的寄生虫，还有那个所谓的灾祸。格伦达尔提到了一个叫阿凯恩的人，当初他因为怀疑审判有鬼，就私下调查了这家伙。原来那个阿凯恩为了脱罪，把杀害女仆的锅全甩给了别人，甚至亲手把人送上了断头台。等格伦达尔察觉到真相追过去，阿凯恩已经用女仆们的命当祭品，彻底完成了那个邪恶的仪式。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，这混蛋搞出这么多花样，背后肯定憋着更大的坏水。真相远远比想象的要可怕。他是想借用深红领域的力量，把整个格拉克都握在手里。格伦达尔提议，只要把那家伙抓起来，所有的细节就都能对上了。金却觉得没那么简单，万一这唯一的知情人死了，线索可就全断了。这事儿比预想的要麻烦得多。格伦达尔突然想到，除非去他家里搜搜，说不定还能剩下点什么。金当机立断，行，现在就带路。格伦达尔跪在地上发誓，这事儿他一定要管到底，不仅是为了真相，更是为了洗清自己身上的冤屈。金给出了承诺，只要真相大白，你的名誉自然能保住。至于那些躲在背后的帮凶，一个也别想跑。格伦达尔这回是铁了心了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，他肯定会跟着金干到底。镜头一转，这边正忙着大扫除呢，赛琳使出净化魔法，要把这些脏东西全清理掉。这活儿看着简单，干起来可真费劲。这么大一个毛球，得找个人把它处理了。莱利二话不说直接上手，这种体力活交给他准没错。莱利这边正忙着劈柴火呢，结果一抬头，直接被眼前的景象给镇住了。莱利一脸不敢相信：“赛琳大人，您居然还是个魔法师？”赛琳倒是挺谦虚，说这哪算什么魔法师啊，也就是平时干家务活的时候，顺手使点小手段罢了。塞博拉斯这时候也跑了过来，邀功似的举着一筐蔬菜：“赛琳大人，您要的粮食和菜我都找齐了。”赛琳笑着夸了他两句，说这办事效率确实可以。这下晚饭的素菜是有着落了。可就在大家伙正高兴的时候，天上突然传出一阵动静，紧接着一个黑影唰的一下直接砸在了草地上。这下大伙都愣住了，定睛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晚饭的硬菜竟然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了。这天上掉下来的硬菜转眼就变成了桌上的香饽饽，大伙儿围着桌子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莱利兴奋的直嚷嚷：“肉，全是肉！”赛琳笑着招呼大家：“锅里还有的是，不够了尽管开口。”塞博拉斯和莱利这下可算是抄着了，对着满桌子好吃的，那叫一个风卷残云。金尝了一口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味道简直绝了。他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这也是家务魔法吗？”赛琳念了一句咒语，说这可是能让食物变得更好吃的秘诀。结果这顿饭吃的那叫一个干净，连个汤底都没剩下，这战斗力确实惊人。这一顿饭吃完，莱利直接瘫在草地上，动都不想动一下。塞博拉斯也撑得够呛，这日子过得简直跟在天堂没两样。连卡利努斯这种大家伙，现在也只顾着埋头干饭。谁能想到，这凶猛的野兽也有被美食收买的一天。金看着眼前的赛琳，终于开了口，他说之前听您说被困在游戏里回不去，还以为只是在开玩笑，结果这下是真的信了。而且金还抛出个重磅消息，他在外面其实见过女人的哥哥了。这话一出，赛琳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金接着说，要是让外界知道您还被困在游戏里，恐怕整个游戏都要被强行关停。这下事情可闹大了，一旦游戏关了，这里的所有人恐怕都得跟着一起消失。金接着说，其实我当时想过要不要告诉你哥哥，这里还留下了一个复制的你，但我最后还是没说，因为一旦外面的人采取行动，你很可能就直接消失了。金看着眼前的赛琳，问他是不是并不讨厌留在这个世界生活。赛琳叹了口气，说自己之所以跟着过来，就是想重新开始，因为他真的很想活下去。金点了点头，那咱们就守住这个秘密，谁也不告诉。他还提到，你哥哥那边正担心会不会还有像你这样的情况，所以拜托我在这里调查一下。赛琳听完笑了笑，既然你要去调查，那我就留在这儿等你的消息。毕竟我要是出现在那个地方，肯定会引起不小的骚动。金也乐了，说我刚才正想这么建议呢。不过在走之前，金还有一件事想找赛琳打听清楚。赛琳说，这办法听着真不错，能不能也把它变成个小跟班？
金在那儿解释，只要签了契约，就算主人失手打了你，你也不会掉一滴血。这对赛琳来说，简直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。以后在这片林子里，那还不是横着走？正事儿交代完了，金也该动身了。赛琳在后头嘱咐他，这一路上千万加个小心。金头也不回的摆摆手，说自己肯定速战速决，争取早点赶回来。话音刚落，他就骑着快马，一头扎进了林子深处。这趟调查到底能不能顺利，谁心里也没个底。穿过这片望不到头的荒原，金正全速赶往目的地，可他心里一直有个疙瘩，让皮猪进游戏这事真的靠谱吗？金成九倒是拍着胸脯保证过，说这设备要是真有问题，他绝不敢拿自己亲妹妹的猫来试水。可话虽这么说，金还是没法完全放心，毕竟一旦出了差错，代价谁也付不起。其实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现在强行让皮猪下线，可金犹豫了，因为心里那道坎始终过不去。以前在现实里，皮猪的世界就只有那巴掌大的屋子，连伸个懒腰都嫌挤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皮猪变成了卡利努斯，能跑能跳，还能吃上好的，只要能让他在这儿自由自在的待着，这对他来说冒点险也值了。说话间，格拉克的首都格鲁姆卡终于出现在了眼前，终于到了，这就是格鲁姆卡，一族聚居的中心，也是巨魔王的地盘。塞博拉斯兴奋的直跳，但这城门口的守卫可不是摆设，金一眼就看出了麻烦。现在全城戒严，想大摇大摆进去调查，门儿都没有。金提议，咱们得换个身份，就说送莱利来参加佣兵团，这样最不容易起义。莱利倒觉得这主意行，反正家里早就打过招呼了，多带几个人也没事。格伦达尔也点头答应，既然要演戏，那他就当个带路的向导。可这事儿没想的那么简单，格伦达尔一盆冷水泼了下来，一个人类执事配个兽人女仆，这组合走在街上，想不引人注意都难。更要命的是，在这座格鲁姆卡城里，人类大多是战俘的后代，地位低得吓人，他们这副样子过去，怕是还没进门就要出大事。金这才反应过来，穿这身西装去异族地盘，那不是明摆着告诉守卫自己有问题吗？真要被盯上，接下来的行动就全毁了。他赶紧打开拍卖行界面，打算先弄套不起眼的行头换上。转眼间，一行人已经到了格鲁姆卡城门口。这地方守卫森严，想进去得先过盘问这一关。格里克斯打头阵，推着满满一车货，笑呵呵地跟守卫套近乎，说自己是南边黄山来的地精，专门给萨满大人们送稀罕食材。守卫摆摆手让他过去，接着就把长矛横在了后面两人面前，大声喝问他们的来路。莱拉往前站了一步，这名头报得一个比一个响亮。他说自己是杜尔根的女儿，还是西方凤凰巢森林的守护者。这身份一亮出来，守卫还真被唬住了吗？莱拉这戏演得还挺像那么回事，他大声嚷嚷着自己是跨越大平原，专门来投奔红牙佣兵团的。守卫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在他们眼里，所谓的红牙佣兵团不过是一群见钱眼开的臭乞丐。守卫一脸鄙视地问：去那种地方能干什么？难道你的梦想就是冲上去挨两剑当个肉盾？金在旁边看着，本来想低调点混过去，可看这架势，对方显然没打算轻易放行。莱拉这下可不干了，他据理力争，说红牙佣兵团是所有兽人的梦想，他们把荣誉看得比命还重。守卫笑得更狂了，指着城里说：既然你这么想去，那就赶紧滚进去找他们吧。他们一边嘲笑，一边阴阳怪气地补了一句：没准你这小身板进去就能当个队长呢。这帮守卫不仅嘴欠，手也开始不老实了，居然想让莱拉先陪他们乐呵乐呵，美其名曰是入伙前的预测试。金本来想忍，但这下是真的踩到红线了，他低声念了一句束缚。这招一出，刚才还横行霸道的守卫唰的一下全跪在了地上，连头都抬不起来。守卫这下彻底懵了，身体根本不听使唤，就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死死按在了地缝里。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带着莱拉大摇大摆地进了城。至于这几个守卫，就让他们在那儿慢慢反省吧。他安慰莱拉，后面的事不用担心。可这城门才刚进，就把动静闹得这么大，接下来的路怕是更不好走了。金这回是真豁出去了，既然低调不成，那就干脆把事情闹大。他直接告诉莱利，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。莱利这回是真的不打算忍了，既然枷锁已经解开，那这帮守卫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被按住的守卫还在那儿叫唤，守卫大喊：快放开我！莱利随手接住飞来的匕首，冷冷地问了一句：是先割掉你那乱说话的舌头，还是挖掉你这双看不起人的狗眼？守卫这下急了，你最好赶紧住手，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？金在后面接了话，与其担心别人，不如先担心你自己吧。就在莱利准备见血的时候，金直接拦住了他。这下事情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这帮守卫还没意识到自己惹到了什么样的怪物，连惨叫都还没来得及喊全，就已经有人先倒下了。莱利这速度，在普通人眼里简直就是一道残影。金就在旁边看着，压根不需要他亲自动手，这分明是单方面的清理现场。刚才还气焰嚣张的守卫，现在全成了地上的烂泥。这种实力的差距，已经不是靠人多就能弥补的了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守卫，现在只能吃个哑巴亏。守卫无奈的摆摆手，行了行了，赶紧进去吧。就这样，莱利和金总算顺利进了城。莱利一路上都在后怕，你刚才也太乱来了，怎么能直接跟城卫军动手？金倒是一脸无所谓，是他们先找麻烦的。再说了，我要是真下死手，现在咱俩早就在通缉令上了，还怎么进红牙部队？看着金这副笑嘻嘻的样子，莱利真是拿他没办法。金安慰道：行了，结果是好的就行，下次我会注意点的。但这话说出来，谁知道他下次又会捅出什么大篓子？莱利看着金的背影，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刚才那场冲突看着挺鲁莽，结果却成了进城最快的办法。难道这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？
回想起以前遇到的那些麻烦，不管是面对巨蟒的致命一击，还是在祭坛对付失控的守护者，金好像总能提前看穿一切，甚至连塞博拉斯该怎么配合，他都安排的明明白白。每一次化险为夷，都不是因为运气好，而是因为他早就预判了结果。金刚才那句随便你，其实就是想替莱利挡下麻烦。莱利这下总算明白了，这家伙虽然嘴上不着调，但关键时刻从来没让他受过半点委屈。两人就这么并肩走在城里，朝着目的的出发。金喊道：“走吧，莱利！”穿过热闹的街道，远处的城堡已经近在眼前，那里就是红牙部队的所在地，也是他们这次行动的终点。但这地方守卫森严，想进去怕是没那么容易。莱利换上这身行头，动作比之前更利索了。守卫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被放倒拖进了阴影里。这地方的安保在莱利面前简直跟纸糊的一样。金看着亮灯的大宅格伦达尔，屋里还有人，看来想悄悄摸进去没那么简单。虽然目标已经不在了，但家属还在。格伦达尔提议道，为了不惊动里面的人，最好让塞博拉斯先去打头阵，毕竟这小家伙个头小，最适合当侦察兵。塞博拉斯可不乐意被当成工具人。格伦达尔，你过来一下，看这架势，这小家伙心里肯定憋着什么主意。塞博拉斯把格伦达尔叫到一边，特意让金先把盖子合上，这是要关起门来立规矩了。谁能想到这小家伙上来就给了格伦达尔一脚，直接把这位顶级强者给踢懵了。在塞博拉斯的逻辑里，实力强不强根本不重要。他一脸严肃地宣布：“听好了，咱们这儿也是有等级的，地位高低不看本事，得看谁先来的。”作为最早跟着金的元老，塞博拉斯这是在宣示主权呢。格伦达尔虽然无奈，但也只能点头认栽。金掀开盖子一看，这气氛明显不对劲。你们两个刚才是在吵架吗？塞博拉斯赶紧摆出一副老大的样子。怎么可能？格伦达尔只是刚来，有些规矩还没搞清楚。谁能想到格伦达尔居然也跟着点头，说以后就归塞博拉斯管了。这顶级强者居然真被一只仓鼠给收编了。闹剧结束，几个人总算潜入了宅邸内部。格伦达尔指了指楼上，目标就在3楼走廊的尽头。这地方看着安静，其实到处都是眼线，能不能顺利摸进去，就看这一哆嗦了。塞博拉斯紧跟女仆其后，这小家伙虽然个头不大，但侦查起来确实是一把好手。趁着没人注意，塞博拉斯一溜烟钻进了房间。这宅子里的布局，他早就摸得一清二楚了。金在门口观察了一下，确定安全后，这才推门而入。毕竟接下来的行动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按照格伦达尔之前的提示，只要推开书房里的书架，就能找到那条隐藏的密道。金没费多大力气，就找到了机关所在。随着书架缓缓移开，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终于要浮出水面了。金盯者密道入口，这里就是阿凯恩修炼黑魔法的地方。金盯者楼梯尽头，关于那个天灾的所有线索，肯定就藏在这扇门后头。这地方一看就很久没人敢进去了。穿过这道大门，眼前这地方看着就不像什么好去处。女仆小声问：“我们这是在哪？”阿凯恩领着他继续往前走，嘴上说着是带他来见神，让他千万别害怕，还夸他是纯洁高贵的孩子。这种话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。谁能想到这姑娘还真信了，觉得自己被选中是天大的福气，甚至还庆幸自己走在了别人前面。只要站上这个法阵，所谓的仪式就开始了。可这乃是什么祝福？简直是要把人活活撕碎。女仆疼得实在受不了了，问阿凯恩这仪式是不是不对劲。结果阿凯恩终于不装了，他冷冰冰地说：“这仪式本来就是要命的，你以为是来见神，其实你只是献给魔王的祭品。这一步踏错，怕是连命都要丢在这了。”阿凯恩这算盘打得真响，拿人命换全家的安稳。这姑娘现在后悔也晚了。锁链一响，这辈子就算交代在这了。嘴上说着是帮他解脱，其实就是要把人往死里逼，任凭他怎么喊救命，阿凯恩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。这一地的怨气和绝望，全成了他嘴里的祭品。就在他觉得大功告成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了脚。谁能想到这种鬼地方竟然还有人敢闯进来？塞博拉斯趴在肩头，这架势一看就不是来做客的。阿凯恩冷着脸问：“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”金摆了摆手：“我这儿有一堆问题，正等着你给个交代呢。”塞博拉斯大喊一声：“管家！”金反手拔剑，这架势是要动真格的了。可对面这黑影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护卫，这一剑劈下来，连空气都要被撕开了。金赶紧拉开距离，这地方比想象中还要邪门，这些铠甲守卫全是灵体状态，说明阿凯恩身上肯定寄生了什么不得了的怪物。阿凯恩冷笑着招了招手，既然敢一个人闯进来，那就把出口全封死，今天谁也别想走。一个守卫就已经够难缠，结果黑烟里又钻出来一个，这还没完，紧接着第3个也现身了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要是现在召唤主人，肯定会暴露位置，那些盯着主人力量的家伙绝对会立马杀过来。阿凯恩一脸胜券在握，劝他放轻松点，等神的力量彻底降临，这地方谁都跑不掉。趁着怪物还没完全苏醒，现在逃命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了。既然对方这么狂，那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力量。这一招使出来，场上的局势唰的一下就变了。黑烟散去，格伦、达尔和莱利全被拉到了战场，塞博拉斯也跟着露了脸。阿凯恩压根没把这几个人放在眼里，在他看来，不管来多少人，最后都得变成祭坛上的养料。这老狐狸真是死到临头还在做美梦。可格伦达尔一露面，两边的人都愣住了。格伦达尔脱口而出：“阿凯恩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”这下真相大白了，只要能拿下这个老家伙，关于那场灾厄的所有秘密就全都有答案了。